穿越成年代文里一个180万斤的万人嫌女配，我手撕白莲花，脚踢白眼狼，靠着全身15868个心眼子，开启了一段极品又作妖的致富之旅。季云熙，你这头死肥猪挤到我了，我怎么这么倒霉，竟然挨着你坐？死肥猪，就你这体积，怎么也得买2张坐票才对。对呀，要我说你要么去过道站着，要么就滚下车，不然我揍你。这是1987年第一批打工潮时代，这个和他同名同姓的原主正和痴傻的哥哥还有同乡20多个年轻男女一同结伴去南下打工。记忆中，原主的父母是公社最优秀的干部，早些年夫妻俩忙于工作，忽视孩子，奶奶不止把他喂成了个大胖子，还把他惯得骄纵无礼。3年前，夫妻俩为抢救集体物资双双牺牲后，原主便从村中小霸王变成怂怂的万人嫌。此时，季云熙被勒令威胁，并没有挪动。我买了坐票，凭什么起来？你们爱坐不坐？死肥猪，你长脾气了，真当我不敢在这里揍你吗？赵刚怒喝后用力拽了一把，季云熙的衣服直接被拽掉一条口子。季云熙，你肥肉都露出来了。听到这话，所有人都哄堂大笑。原本觉得做错了事，有些慌乱害怕的赵刚瞬间也放松下来，跟着一起大笑。单薄的衣服从腋下破了那么一大条口子，别说如今这个保守的年代，就放在季云熙原本所处的40多年后，也是极为丢脸的事情。原本还计划着先低调适应这个身份的季云熙，是真的被惹怒了。他深吸一口气，然后用尽最大的声音喊道：“救命啊！非礼了，列车员同志，救命啊！”季云熙，你这死肥猪，别胡说八道，非礼你，我还嫌恶心。原本还跟风大笑的赵刚吓得大声反驳。列车员休息室里，季云熙蜷曲在角落哭泣着。就他这猪头的样子，非礼他我还觉得恶心。同志，请你端正态度，不要大吼大叫的。我都说了多少遍了，我就嫌他太胖，占了我的位置，我才想把他拽开。我清白没了，我不活了。不行，我要报警！他这死流氓不是第一次撕破我的衣服了，我就算是死，也要看着流氓进去监狱再死。死肥猪，你不要血口喷人！我什么时候还撕你衣服了？在老家枣树下。赵刚想了好久才想到，似乎有这事。那次好像是死肥猪说话惹田可不高兴了，他心疼心上人，去教训了他几下。那次老子是揍你，又不是非礼你，不就是把你衣服都弄破了而已？你别给我乱说，误导列车员同志。赵刚自以为这话能辩解清楚，撇开自己非礼的行为，但列车员听着却更觉得他不是个东西。撕破女同志的衣服还殴打女同志，现在还一点都不知悔改。既然调解不了，那就按这位女同志的意思办。下一站到站，我们会联系警察来带你们去处理。老子行得端坐着直，去就去，我就不信叔叔都是傻子，就只相信死肥猪的话。被内涵的列车员顿时更加无语了。此时列车员休息室外，一个帅气的小伙嘴里不断的囔囔着妹妹，一个傻子，一个惹事的肥猪，村长就不应该让他们跟着咱一起，他们爹妈死了不起啊，合着我们全村人要欠他们家一辈子。就是刚刚我好像听到什么报警之类的，刚子哥这么好的人要是出事了，我不会放过死肥猪的。对，季云熙这人有毛病，好好的喊啥非礼，谁会非礼他？真够恶毒的。众人越骂越大声，狭小的过道也被他们堵得水泄不通。田可现在咋办呀？田可是这次集体出门的人中唯一不是去打工，而是去上大学的，因为是最有文化的，并且介绍大家去工厂的叔伯是他亲三叔，因此他算是队伍的领队。你们先回座位，终归是咱们自己人的矛盾。云熙就算再不懂事，也是愿意听我2句。列车员同志，我是季云熙和赵刚的朋友，我可以协助调解问题。两人的矛盾，列车员本就调解的没有什么进度，见有人帮忙自然愿意，随后就腾出狭小的空间让3人单独说话。可儿，你别担心，他要报警就让他报，我可不是被吓大的。刚子，你这什么气？大家都是从小一起长大的朋友，用得着这么咄咄逼人吗？季云熙眉头微微一挑，田可明明是在呵斥赵刚，但这话却好似在指桑骂槐。妍希，刚子一大男人，平时就毛手毛脚的，刚才也不是故意扯破你衣服的，我让他跟你道歉，然后赔你一件新衣服，这事就算过了刑部。我记得你以前最爱买新衣服了，不是吗？哼。再说了，三叔写信回来说工厂要人要得紧，要是因为这事耽误了，你们去海城错过了这轮招工，那可就得不偿失了。季云熙带着好奇心打量着他。那陌生记忆里，原主喝牛奶吃奶糖的时候，田可饿着肚子辛苦干家务养弟弟妹妹；读书时，原主在镇上3天2头逃课，最后辍学，田可则是一边干农活一边艰苦学习考上大学。记忆里甚至有将来的结局，原主会在工厂各种作死被辞退，最后被抓去坐牢了。而田可大学4年里成功演绎了周围所有男人都爱我的戏码，她最后嫁了全校有名的高干男神，幸福快乐的在一起。记忆里顺后，季云熙也大致清楚了，田可应该就是这个励志娇妻年代文的女主，而原主是衬托她的反面对照组炮灰。妍希，你要是不说话，就当你同意了。刚子，快给云熙道歉。行吧，我道歉，对不起，行了吧？
哼，害我公共场合暴露，一句道歉就够了吗？死肥猪，你还想怎么样？就你这样，就算光了也没人愿意看。刚子，别说了，云溪怎么说也是女孩子。季云熙瞥了一眼两人，5大3粗的赵刚还正在跟田可撒娇表示委屈，而田可则眼神示意让他退一步，别再起冲突了。两人的互动让季云熙恶心又生气。我可是黄花大闺女，放在咱们老家，我算是清白都被毁了，都嫁不出了。呵，就你这样，本来就嫁不出去。妍希，其实刚刚没什么人看到你衣服破的地方，而且现在社会这么开放了，妍希你也是读了高中的，应该不会这么封建吧？封建？既然你觉得没什么，那你把衣服撕这么大的口子，从这里出去回座位，我倒是可以答应这事算了。也，季云熙的话让田可脸色立马黑了。死肥猪，你不要脸就算了，可儿能跟你一样吗？季云熙好似没听见赵刚说到后面越来越脏的词眼，淡定地盯着田可。哼，怎么不说话了？事到你身上就不讲封建了。你田可倒是说话呀！我可是黄花大闺女，衣服被他故意撕这么大一个口子，放在咱们老家，我都嫁不出去了。妍希，现在社会这么开放了，而且你也是读了高中的，应该不会这么封建吧？哼，既然你觉得没什么，那你把衣服撕这么大个口子，再从这里出去回座位，我倒是可以答应这事算了。季云熙的话让田可脸色立马黑了。怎么不说话了？哼，事到你身上就不讲封建了。妍希，你别无理取闹了。那你说，你到底想怎么样？这么点小事的确也坐不了牢，但我不松口，他绝对是会有案底的。要我不报警也可以，但我受到的侮辱和嘲笑需要精神损失费。呵，盘算这么多，不就是要钱？明明4个口袋一样重，始作俑者的赵刚却说出来了土豪的阔气。要多少，老子就当被狗咬了。既然你口气这么大，那就1000吧。季云熙可不想那么便宜赵刚这霸凌者，而且刚穿过来的他现在很需要钱活下去。什么？死肥猪，你是想钱想疯了吧？要知道，这个年代的老家工人工资也才50-61个月。等你入职打工，1个月100不成问题，1年就还清了，很难吗？妍希，自从你父母去世后，村里大家都对你不薄，你这也太恩将仇报了。你不知道，你从小娇生惯养，吃不了苦，你哥又是傻子，去哪都不会有工厂招你们的。要不是我当初求三叔帮忙，你们也没这个机会去沿海的。妍希，就看在我的面子上，这事就算了。不然要是真谈不拢，那我觉得这么紧俏的工作，我也不愿意让三叔提供给你们兄妹俩了。呵，真稀罕，你还知道恩将仇报这词呢？田可，当年你们家是村里有名的贫困户，我爸妈照顾你们不是1年2年了，就连你上学的学费还是我爸妈交的呢。田可脸色煞白，好似成为大学生的高人一等，瞬间被踩在地上羞辱。对了，就连你三叔能在海城混得动，也是我爸妈当初介绍的人脉。我是脾气坏不讨喜，但我爸妈积了一辈子的德。你三叔发达后回报我们家，我可不觉得受之有愧。倒是你，我爸妈死了，我稍微说句让你听着不开心的话，你就纵容赵刚欺负我，现在还威胁不给我工作，这才是恩将仇报吧？田可不得不承认，从小是嫉妒季云熙的。自从考上大学，他可是觉得瞬间翻身了，可比曾经让他羡慕的季云熙高级多了。而季云熙呢，没有父母的庇佑，现在成了村里笑话，风水轮流转，可多么让他扬眉吐气啊！而此时，他这种高人一等的骄傲却被季云熙当众撕得粉碎。既然不同意给精神损失费，那下个站就去派出所，到时候我一定打电话给田三叔和村长，把你刚刚威胁我的事情告诉他们，我要让他们知道，你田可就算当了大学生又怎么样，狼心狗肺欺负恩人的女儿。对了，我最好再去你学校宣传一下，一定让你成为名人。季云熙现在简直活脱脱反派样，他的恐吓立马把田可吓到了。季云熙，你爸妈当初是干部，本来就应该为人民服务，可儿可不欠你们的。你要是敢胡说八道，我弄打你！你这是在恐吓我吗？再加一条，回头我会跟叔叔说的。我看你是铁了心的想找打，我看你是吃了秤砣的，想去蹲监狱。这可不是季云熙故意恐吓，穿过来的现在可是严打的时代。你以为我怕你？你怕不怕关我屁事，反正不是我坐牢。季云熙见车窗外火车已经停站了，嘴角勾起一丝威胁。到站了，马上去派出所，你们俩合起来欺负烈士家属的，都给我等着。季云熙这胸有成竹的气势就把两人唬住了。田可见他要走，脑海里全是季云熙方才的威胁。妍希，刚刚你说的对，毕竟女孩子的名声很重要，我这就劝刚子。停站只有6分钟，4分钟之内我要看到欠条和认错书。不写，我死都不写。欠条和认错书写的都挺好，记住了，从下个月起每个月还我100块，还完钱后我会把这2张条子归还，这次我就饶了你，以后最好别招惹我。同志，刚刚我们调解好了，毕竟是乡里乡亲的，就算他做错了事，但我也愿意多包容一次，就是给您添麻烦了。说完，季云熙才注意到躲在一旁角落偷看他的傻哥哥季南寒。妹妹，季南寒小心翼翼地开口，随后在所有人都没有注意时，一拳头向赵刚打去。不许你欺负我妹妹！
季南寒恶狠狠地威胁赵刚，而后他不小心对上季云熙的眼神，吓得缩了缩脖子，生怕季云熙会骂他。记忆里原主其实是独生女，这个傻子哥哥是被收养的。季家父母不嫌弃季南寒吃傻，但不代表季奶奶不嫌弃，而原主又是季奶奶养大的，自然也受影响，十分讨厌这吃家里白饭还让他丢脸的傻子哥哥。季南寒傻却异常懂事，十分清楚季家父母的收养之恩，因此原主对他再如何过分，他也从来没反抗过一次。而且按照剧情记忆，打工后原主一直压榨傻子哥哥，导致他一天最少上16小时的工，最后劳累过度，遇到意外成了残废。死傻子，你敢打我，老子今天就把你手废了！不准动手，不然把你们都送去派出所。列车员同志，我哥哥智商停留在7岁，只是单纯的知道我被欺负了，是保护妹妹的本能，您就饶了他这次吧。哥，快点给列车员同志道歉。季南寒听到季云熙喊自己哥哥，脑子里晕乎乎的，妹妹竟然喊他哥哥了，他好高兴。季云熙不懂他傻笑什么，只是靠近他一些催促。哥，在列车上打架是不对的，快道歉。对不起，我以后不会了。比起赵刚冲动的骂骂咧咧，季南寒的态度十分让列车员满意。季云熙瞟了一眼凶神恶煞的赵刚，声音虚弱地对列车员道：同志，还有卧铺空位吗？我们去海城还有1天1夜，回到座位，赵刚还是会嫌弃我胖。再者，刚刚一车厢的人都在嘲笑我，我实在没脸回原来的座位了。这个时代卧铺是很难买的，但列车员却有些心疼这因为身材被嘲讽的少女，并且也担心之后还会发生冲突，当场做主给她和季南寒免费升卧铺，免费的自然更香。那傻子和死肥猪凭什么可以免费去卧铺？列车员是瞎了眼，看不着那贱人的真面目。田可也是憋着一肚子不痛快，连安抚赵刚的心情都没有。刚子，先回座位休息。季南寒走了，大家堆放在火车连接处的行李也得赶紧找人轮流继续看着，不然行李容易被偷。就这个铺位，我也只能给你们俩申请一个爱心铺位，回头你们轮流休息。同志，真的多谢您了，您的帮助我会记一辈子的。我还要写感谢信，让大家都能知道你们是如何为人民服务的。列车员有些不好意思，但还是没有拒绝。送走列车员后，季云熙才把视线投向季南寒。此时他已经把行李都放好在货架上，然后听话地站在卧铺旁，浑身散发出局促不安的气息。哥，你先去铺位上睡一会。我不困，妹妹睡。从村里出来你就忙着帮大家搬行李、看行李，就没休息过。就算不困也累着了。你要是没休息好，生病了，以后怎么照顾我？怎么干活？季云熙的理由让同车厢的几人听得都十分无语，倒是季南寒感动得不要不要的。我在过道休息，妹妹睡铺位，妹妹也累。我说的话不管用了。季云熙故意板着脸，快点去躺着休息好了，还有好多活让你干，麻烦。季南寒见妹妹似乎生气了，立马听话的照做。季云熙前世算得上是高知家庭，每天除了工作就是宅家打游戏、写小说，可以称得上是高质量宅女躺平生活。而这个世界里，原主父母牺牲后，各种亲戚疯狂跑来吸血，奶奶病重没钱治，着急让原主扒上田三叔，就是给他人生找一条更顺的路子。再苦再难的日子还是得过，既然来了，那就别怪我了。哼，什么小说炮灰，我可不当。次日，火车终于到海城站了，火车车门一开，旅客们疯狂涌出。妹妹，我们不下车吗？现在下车要被挤扁，咱们最后下。季南寒听话的点头，默默地站在一旁。虽然相处不久，但我真的觉得季南寒这个哥哥太乖了，而且勤快又心疼妹妹。就算脑子有些问题，这样的哥哥我也喜欢的要紧。哥，你先把行李放下休息。我不累。回答后，季南寒又开心的偷偷傻笑。妹妹忽然对我超级好，感觉幸福极了。要是妹妹永远都对我这么好，那就更幸福了。两人一直等到车厢都快空了，才不紧不慢地下了火车。在途经火车站客服中心时，季云熙也不忘把写好的感谢信送上。季云熙、季南寒，你们能不能快点？烦死了！就因为你们俩让大家等那么久。季云熙随声音的方向看去，见同乡众人一个个带着比以前还厌恶他的态度，不用猜也知道都是为赵刚鸣不平的。既然决定了要赚这一笔精神损失费，就得接受这样的后果。况且这些同乡们本就不待见我，我又何必在乎他们的看法呢？有些人脸皮真厚，不就是衣服破了口子，竟还敲诈1000块，真不要脸。就是等见到田三叔，要他好好评评理。凯儿，这种品德败坏的人，当初你就不应该好心留2个打工的名额，就因为名额满了，我表妹都没机会来。同乡们这些话都是故意说给走过来的季云熙兄妹俩听的，因此声音没有丝毫收敛。田可纵容众人骂咧着，但见季云熙似乎不耐烦的要开口回怼，急忙大声阻止。别说了，大家都是同乡，村长说了，咱们出来要互帮互助，团结一致。哥，我可不想被当众再提起一次什么恩情之类的事情。我们倒是想团结，明明是有些人破坏团结，
赵小翠不甘心地阴阳怪气，盯着季云熙，简直想把她嘎了个心都有。季云熙回忆了一下，这赵小翠似乎就是小说里赵刚未来的老婆，她陪着赵刚舔了田可好多年，赵刚舔到最后一无所有后，转头就和她闪婚了。小翠，三叔还等着我把你们带去厂里，咱们先去坐公交车，有什么事情之后再说。坐了3天2夜火车的季云熙浑身不得劲，本就没心思跟这些人浪费精神闹情绪。哥，人多拥挤，别跟我走散了。你们可算来了。三叔，田三叔，都赶紧跟着我去厂里。武车见那孙子不打招呼，就多喊了20多个老乡，万一提前招满就麻烦了。此话一出，众人焦急的恨不得抱着行李用跑的。本来原主身体素质就胖虚的，此时累得想躺在地上休息的季云熙，只能心中大呼要命。带着大家往厂里赶的田三叔注意到后，直接来到季云熙身边。云熙，瞧你这身体素质，得好好锻炼才行。田三叔，您说的对，等安顿后，我一定好好减肥。这就对了，你乖一点，等报了名，我看能不能把你安排在轻松一点的流水线上。多谢田三叔您的照顾，什么活都行。三叔您只要把我和哥哥安排在一起就好。你也知道我哥的情况，我怕他一个人会被欺负。真好，要是以前季云熙这丫头不欺负他哥哥就谢天谢地了，想来是家庭变故后这孩子长大了吧。当年是你爸的推荐信和盘缠的帮助，走投无路之际的我才有机会来这里当工人。你爸妈是英雄，如今他们走了，三叔就是你们俩的亲人。田三叔认真的许诺，让季云熙心里都没有那么惶惶不安了。原主父母积的德真的创造太多方便了。不远处带队的田可偷偷注意到亲三叔在和季云熙说悄悄话，心里异常的烦躁。报完名后，季云熙便跟着女工的队伍来到女生宿舍，其他年轻的新女工们丝毫不知疲惫，飞快地抢夺宿舍的下铺位。季云熙依旧是最不紧不慢的那个，毕竟从一开始他就清楚自己的规划。当流水线工人只能是暂时的过渡，我肯定不会在这里住很久。你就是季云熙吧？这时，方才带领新女工来宿舍的中年女人走过来开口：“姐，您叫我有事吗？”“什么姐？我是你三婶。”唐秋池笑道，十分开心自己被认年轻了。我还怕认错，你三叔跟我说放眼望去最胖的丫头就是你，我这一看还真容易把你找出来。倒也不必非要找我出来。你三叔说怕你胖睡上铺不安全，刚刚给你留了个位置。唐秋池说着就领季云熙到最里头边上的下铺。这远离大门，不会被来来往往的女工打扰休息，并且也是里头最靠近窗户的，光线也是很好的。不错。虽然这三婶半句不离笑我胖，但是这个位置是真的收买了我，谢谢三婶。没事，你先把床铺收拾好了，休息休息，到点就下楼去食堂吃饭。下午你们还得忙着领厂服、开大会，等忙完后，晚上你和你哥来家里吃饭。而后，唐秋池大声地把刚刚跟他说的流程大致向其他新女工传达了一遍，便离开了。偌大的宿舍里，女工们都在整理行李，季云熙是真的一点力气都没有了，直接躺在床板上就这么休息起来。在村里搞特殊，现在在厂子里打工，大家都辛辛苦苦抢铺位，凭什么有些人还搞特殊？恰好在季云熙旁边铺位的赵小翠大声地表达不满：“明明是我冲得最快，若是没提前占位置，季云熙这个位置就是我的了。”可季云熙是真的累极了，即使听到对方说话，浑身无力的他都感觉是在做梦听到的，丝毫没有力气给出一点反应。赵小翠见季云熙不搭理自己，更是火大，收拾的时候弄得噼里啪啦响声，嘴里继续说着季云熙难听的闲话。休息好的季云熙准备下楼吃饭，没想到此时季南寒竟站在女工宿舍门口等着他。妹妹，吃饭。下次你要等我也跟其他工人一样，站在楼下喊我一声，不要再这么傻傻的站在门口等。好。你等我一会，我先去打饭。我去打，妹妹吃这个，这个是田三叔去小厨房打的，饭菜比普通工人的好，有肉。说完，他把饭盒塞给他，拿着空饭盒就飞快往食堂去了。看着对方高大的背影，季云熙心里暖暖的。不多时，季南寒就打好饭菜回来了。季云熙的盒饭勉强和以前大学食堂的普通的1荤2素套餐相比，而季南寒去打的除了米饭就是白菜和豆芽，仔细看都找不出一丝油光。尽管如此，季南寒却还是像吃山珍海味一般吃得津津有味的。季云熙似乎被他感染，给他加了一半的肉菜后，也开始努力干饭。哥，在男工宿舍里，赵刚他们没欺负你吧？季云熙的话让季南寒身体一怔，眼睛看着饭盒摇头。看来我的担忧是对的。那些挨霸凌的坏人给我等着。哥，要是在我不知道的时候有人欺负你，比如喊你干不是你的活，骂你，故意丢你的行李，污蔑你，你要是遇到了，你知道怎么做吗？季南寒被询问，一副小学生被老师喊起来回答问题一般，生怕说错，因此不敢轻易给出答案。要是遇到了，你就指着对方鼻子说你要跟田三叔告状，懂了不？傻子哥哥本就会因为自身缺陷，可能会在集体生活中被霸凌，更别提季云熙把赵刚一伙人彻底得罪了。而田三叔是厂里的小领导，用他的名号，终归他们会忌惮一些。可以这样吗？在老家的时候，奶奶不喜欢他，每次在外面受欺负了，他都不敢让家里人知道，怕被奶奶骂，因此他超级羡慕妹妹可以告状。现在我也可以告状了吗？
当然，刚刚来场子的路上你没听到吗？田三叔把咱俩当亲生人一样，就算赵刚也是同乡，他们能跟咱们比吗？所以就算遇到矛盾，田三叔100%还是会护着我们的，甚至哪怕是我们犯了错被赶出场子，他也一定会帮我们找更好的场子打工。季南寒感觉自己有了底气，认真的点头，激动不已，但却没想到两人的话被路过的赵小翠等人听到了。季元熙，你们都麻烦田三叔这么多了，你居然这么得寸进尺。田三叔就爱宠着我，不只给我安排最好的铺位，还会给我安排最轻松的活，你再嫉妒也没用。你真丢我们村子人的脸！我不只要叫我哥告状，还有你们，要是你们谁得罪我们了，我就让田三叔把你们调到最累的流水线上。田三叔才不会同意。有本事你惹我试试！你就威风吧，你等着，田可现在说不定都把你敲诈刚子的事告诉了田三叔，等田三叔知道你是什么人，他绝对会对你失望的，到时候还理你。随便你怎么说，反正我赌你一定会去干最累的活。只要没有什么变故，按照小说剧情，赵小翠被分配的活是最差的。真的很想看看我的话让她上班时气急败坏的生气样子。赵小翠气得当场想冲上去教训季云熙，但还没踏出一步就被同伴拽住了。想来在场的几人其实都清楚，季云熙有个好爹妈创造了条件让她得到各种村里长辈的偏爱，被威胁了还真不敢造次。不远处，原本按丈夫的嘱咐给季云熙兄妹俩送生活用品的唐秋池看到季云熙得意的笑容，立马脸色复杂。之前我还觉得这小丫头胖点懒点也没啥问题，怎么着背着人的时候是这个品行了？精心准备的日用品都不想给这样不省心的穷文人，省得人家还觉得理所应当。她带着一肚子不满转头就离开了，计划着等找到机会好好提醒丈夫，别因为报恩任由这不省心的人折腾自家。季云熙倒是不知道唐秋池来过，他瞧着季南寒饭盒都见底了，直接把自己饭盒的分了一半给他。妹妹吃，我不要。快吃，我够吃了。这份盒饭压的实，一盒顶2盒，想来是田三叔为了多打点菜给他们故意压的那么实的。按以前的饭量，你一定没吃饱。让你吃就吃，哥哥你记住了，什么事都得听我的，不接受任何反驳。好的，妹妹。三婶，您回来了，我做了几道家乡菜，不知道合不合您口味。田可，你怎么干起家务来了？都怪我不好，没照顾好你。没事，三婶，我在家4岁就开始照顾弟弟妹妹，而且进工厂招工大会，您和三叔忙得脚不沾地，我能帮忙一点也觉得开心。这懂事的亲侄女，简直比丈夫要特殊照顾的胖丫头好不知道几百倍。三叔还在厂里忙吗？您给我找个饭盒，我给他送饭去。说着，他敏锐地发现唐秋池手里的日用品，顿时心中沉思起来。肯定是季云熙把三婶得罪了，哈，就季云熙那种让人生厌的脾气，也没谁能忍受。可儿，你跟三婶说说季云熙那兄妹是怎么样的人？三婶，我知道在背后说人坏话不太好，但是云熙平时在村里任性一些都无所谓，但在来的路上，他真的太过分了。你们在路上出什么事了？田可带着委屈讲述着季云熙敲诈赵刚1000块，自己调解还被骂的冤屈经历。下午，新员工大会召开，台子上站着好几位厂领导，其中烈日炎炎穿着西装皮鞋，外表极为绅士帅气的成熟男人格外醒目，但却让季云熙觉得有病。如果我没记错，这位应该就是书中的深情男配之一。听说他是厂老板特意从港城请来当咱们厂总经理的，现在整个厂都归他管。总经理长得真帅，跟知己上写的那个深情港城老板一样帅。要是以后能找个港城人当丈夫就好了。本就想快点赚到足够的钱，解决家庭困境的季云熙，听着周围女工的小声谈论，忽然间眼睛一亮。知己，一本集各种奇葩感情为一体的小说刊物，在80、90年代极为火爆和风靡。他是写过1000万字的业余网文作者，他觉得他可以了。季云熙激动的此时脑海里就开始构思狗血大纲了，书名他都想好了。结婚当天，最好的小姐妹竟躺在我的婚床上。大会开完，季云熙嘱咐了季南寒几句，就马不停蹄地去小卖部买了纸笔，并在小卖部外面的旧桌椅上洋洋洒洒地撒狗血。大致3个小时后，他第1篇狗血初稿成功撒完。太过于兴奋的他根本不觉手酸，立马开始第2篇狗血的初稿。被家暴前夫扫地出门后，华侨老板爱上我。云熙，你在这里写什么呢？一个声音传来，季云熙全是狗血剧情的脑子有些恍惚。三叔，您怎么来了？这不是过来叫你去我家吃饭吗？我记得你以前读书天天逃学，现在怎么忽然这么努力写字了？就随便写写日记。三叔，我刚刚写的入神，对不起。你这孩子道什么歉？写日记可是优良的品质，快跟我回去，你三婶特意买了不少海鲜做给你们吃。三婶，有什么需要我帮忙吗？你这孩子也忒勤快了，你刚洗了澡，别进来又惹一身油烟。没事，您就让我帮忙吧，不然让奶他们知道我来你们家好吃懒做，一定会生气的。你这孩子就是乖。
客厅里，季云熙听到厨房传出的声音，虽然不想多想，但还是觉得自己又被田可阴阳怪气的讽刺了。云熙、南寒，冰箱还有雪糕和汽水，你们想吃什么？季云熙露出笑容，管田可那些阴阳怪气的干啥？田可勤夸他的，我吃我的。三叔，我和哥哥现在想先吃雪糕，等吃饭时再喝冰汽水。纠结2选1的俩孩子惊呆了，没想到还能2选2。我也要一样。对，现在吃雪糕，一会喝汽水。在学校老师教你们懂礼貌都白学了，哥哥姐姐都没喊，还想吃雪糕。有美食诱惑的俩孩子瞬间乖巧了，嘴甜的一直喊人。你也看过白雪公主吗？你最喜欢里面的谁？田可从厨房端着海鲜出来，诧异的发现刚才还不理人的堂妹竟缠着季云熙说话了。我喜欢恶毒皇后。云熙姐姐，你怎么可以喜欢坏皇后？她是坏人。妹，等你长大就懂当王后的好了。两人玩耍的越亲近，田可心里就越不是滋味。要知道，金小堂妹上完兴趣班回来后，田可是花了好长时间才清楚芭比娃娃、童话公主这些新鲜的洋玩意，然后投其所好的。结果如今辛苦讨好的小表妹围着她讨厌的人转，她顿时有一种自己的领地被占领的感觉，好心情一扫而光。马上吃饭了，露露、小宝，快去洗手了。这回轮到俩孩子不搭理她了。洗手吃饭了，等吃了饭，堂姐陪你玩。堂姐，你什么都不懂，还是云熙姐姐陪我玩好玩一点。露露倒是聪明，吃的玩的在老家可没有谁比你云熙姐姐更懂。田三叔开玩笑的话让田可敏感的内心有些不是滋味。我若是家里有当初季家的条件，也能懂这些乱七八糟的。什么吃得完的，小孩子就要学你堂姐那样好好学习，将来当大学生。田三叔不解唐秋池为什么忽然甩脸色，顿时笑容也僵在脸上。倒是心中委屈的田可被自家三婶维护后，顿时所有怨气都消散了。姐，季云熙讨好小娃娃有什么用？三婶还不是更喜欢我？季云熙再次注意到田可略带得意的眼神看向自己，这人内心戏怎么这么多？而季云熙也很快发觉唐秋池的态度和在女工宿舍时的不同，但此时此刻，季云熙是真的没精力想其他的，因为桌上的海鲜也太香了。三婶您做的海鲜真好吃，那些大酒店的大厨一定都比不上您。喜欢吃就好。若是之前甩脸色，田三叔还猜测可能是唐秋池对孩子教育严格，担心孩子学习，但此时的态度才让他发现不对。你三婶做海鲜那可是一绝，在整个新平村都是这个。云熙还有南寒要是喜欢，以后有空经常来吃。哪有这空？本来晚上还要上班，竟都可以请假回来忙的。就连平时忙的时候，孩子都照顾不了，要做你做。季云熙是怎么样的人，我可是已经了解得清清楚楚了。这要是客气几句，招惹他们3天2头来吃，还活不活了？若不是还有客人，田三叔真的想当场质问妻子到底是抽什么风。我做就我做，过2天我轮休给你们做，尝尝我的手艺。季云熙也不是那种爱占人便宜的，更不愿意3天2头来看人脸色。他没答复田三叔这话。三婶，田可小声地喊了一声，有些欲言又止的提醒。唐秋池表情略微有些恍然大悟。云熙，我听说你在火车上敲诈了一个男同乡1000块，有这事没？什么1000块？哼，三婶您知道这事，那事情的来龙去脉，田可应该就跟您说了吧。赵刚大庭广众之下撕坏我的衣服，我就算长得不漂亮，但也是清清白白的姑娘。结果赵刚让我名誉受损，还嘲笑我，甚至后来列车员调解他都拒不配合，各种言语侮辱我。还有这样的事？这小子怎么这么不规矩？可不是，大家都是乡里乡亲的，但凡赵刚再扯破我衣服，不是我大庭广众之下嘲笑，而是给我披件衣服跟我道歉，我也就算了。但他行为这么恶劣，本来都应该进派出所解决的，现在只是要个精神损失费，有错吗？可儿说那小子撕破你衣裳，也是把你从位置上拽起时不小心的，怎么在你嘴里人就变得这么坏？人家家里1年收入才几百块，你张口就要1000块，这真的过了？三婶，要是哪天您在大街上撕了衣服暴露，您愿意原谅始作俑者吗？这能一样吗？而且可儿说当时够了，田可，你来说说，你今是怎么跟你三婶说这件事的？田可被震怒的田三叔吓得瞬间脑袋一空。三叔，您什么意思？您是觉得我在挑拨离间吗？火车上的事咱们一起的其他人都知道，您不相信我可以去问其他人。就是田老三，你这人好赖不分，凶你侄女干什么？别人已经认定的，季云熙知道他再怎么解释也没用，最重要的是自己和哥哥已经吃饱了。多谢三叔三婶的款待，时间不早了，我和哥哥也该回去了。至于火车上的事，在我看来，赵刚是失去了一笔钱财，但我失去的是清白，一辈子都挥之不去的噩梦，这就是我的态度。说完，他拉着用力瞪着田可表达愤怒的季南寒起身离开。你今天发个什么疯？我看是你发疯，自家侄女的话还不如外人的话真嘛，可不是我有偏见，就今天下午我亲眼看到。够了，懒得跟你这娘们说。说完，田三叔便追了出去。此时的唐秋池瞬间就没胃口了，他扫过桌上的海鲜壳，有1/2都堆积在季云熙兄妹俩刚坐的位置，而自家侄女这边就一小堆，堆的还是整整齐齐。真是乡下来的猪八戒，怎么不把壳吃了？
幸亏我刚才克制了饭量，没成为被看不起的粗俗乡下人。云溪，你别跟你三婶计较，她这人脾气就是太直了。田三叔承认自己对季云溪兄妹偏袒，但任谁也看不得恩人的孩子被欺负，只想用自己的方式报答那深厚的恩情。三叔，我知道的，我不在意，也习惯了。毕竟从我爸妈牺牲后，我在村里就一直被欺负，早已长大了，知道自己以前任性的不对。哼，田可背后说闲话，这伎俩谁不会？我还能叠加一个苦肉计 buff。于是季云溪直接说出来，因为自己以前脾气不好，得罪很多人，父母去世后那些人偷偷欺负他的事，也详细讲述了曾经和赵刚因为田可结下的矛盾。原本已经是很催人泪下的苦肉计了，季南寒这傻哥哥还红着眼眶应和。孩子，怪不得你这么懂事了。三叔，我承认要1000多补偿费是带着有以前对他欺负我的怨气在的，但我不会松口。他给我带来的伤害不是对不起就可以解决的。三叔知道了，要三叔说1000还少了，这事就这么着，谁不满三叔帮你解决。在家吃饱了吗？走，三叔带你们去吃当地特色夜宵。虽然知道太占人家便宜不太好，但我是真忍不住啊。穿越过来的季云溪知道流水线工人苦，但这苦亲身经历后才会清楚其中滋味。努力不一定成功，但不努力一定会很舒服。到了工厂车间，田三叔所谓的特殊照顾，竟然是把季云溪兄妹俩分配在妻子唐秋池管的流水线上。好的是唐秋池按照田三叔的意思，给两人安排的电子安装步骤是所有步骤中比较好操作的。不好的便是唐秋池毫不掩饰生气的态度，对上两人就板着脸挑错，并且赵刚竟然也在这一条生产线。唐拉长，您看一下我这操作合格吗？新工人学习操作还没有5分钟，赵刚像学校里的好学生一般，十分积极求关注。不错，很少遇到像你学得这么快又这么好的人了。按照这个操作水准，再把速度练上去，就能成为合格的流水线工人了。拉长，我会努力的。正所谓有人的地方就有江湖。有些老员工每次遇到新员工加入，都会想看他们出丑，故意提速，造成后面新员工产品堆积的情况。结果这次赵刚还故意那么的高调，这不一眨眼的功夫，流水线后面堆积了一堆产品，让本来就因赵刚内卷而紧张的新员工们更慌了。季云溪环顾了一圈流水线的情况，立马看出了端倪。哥，咱们慢慢来，不用管别的。可是那是老员工他们的游戏，咱们在流水线前面不需要参与。妹妹，我听不懂他们在哪玩游戏。听不懂没关系，按我说的慢慢做，不要做错就好。季南寒乖巧的点头，速度也重新放缓了。挨着两人比较近的老员工听到两人的谈话，都忍不住对季云溪好奇起来。小姑娘，老家哪的？瞧着你这身材，还有你这白嫩的小手，家里应该不穷啊，怎么想着出来打工了？姐，我们是温省的，我家以前条件是还行，但后来父母为保护国家财产牺牲了，没了大人，家里光景也就不一样了。原主父母牺牲是值得敬仰的，季云溪也是存在小心思故意透露的，主要是能缓冲田三叔对他们特殊照顾引起的非议和不满。原来是这样啊，我们还以为你们是车间主任的亲戚呢。说实话，就你哥哥这情况，厂子一般是不会要的。那年长的女工不小心把心里话说了出来，顿时有些不好意思。季云溪并不在意，当场官方起来。也多谢厂子的老板和领导们对我们家的照顾。你们爸妈都是伟大的人，你们兄妹俩也不容易，以后在厂里有什么事情都可以问婶子。姐，您这么年轻，怎么自称婶子呀？季云溪故作一脸不敢置信的样。我的娃比你们都大，现在都社亲了，怎么不是婶子？主要是您看起来太年轻了。季云溪继续吹捧，见方沈乐的不行，他话音一转，其实能有机会赚钱给奶奶治病，我已经很满足了。我唯一担心的就是我哥。我哥干活是很厉害的，等学会了操作，正常上班一定不输其他人。但我就担心他因为智力问题在宿舍被欺负，这种集体生活弱者最容易被欺负了。真是可怜的孩子，别担心，回头我跟那些住宿舍的新平村小伙子们交代，让他们在宿舍里多照看一下你哥。也不知道对方是真热情还是爱吹牛，但万一是前者，季南寒在宿舍的安全可就有双重保障了。初来乍到，能多和老员工交朋友，总归是在很多事情上方便不少的。于是季云溪立马拉着季南寒道谢，季南寒一边道谢一边忍不住鼻酸，他是比普通人傻一些，但是却听懂了妹妹刚刚说的那些话都是为了他。中午下班的铃声响起，吃饭积极的老员工风一般的冲了出去，好似去迟了就是对吃饭的不尊重。方婶，您是回家吃还是吃食堂？我哥跑得可快了，他帮忙打不用排队。厂子的饭没有水，儿子心疼我，非要我回家吃。您儿子真孝顺，哥快冲！收到。季南寒接收到指令，向着门口就冲了出去，一溜烟就消失了。对比吃饭积极的季云溪兄妹，其他新来的被赵刚内卷的一个个都在拼谁最努力，谁最后离开生产线。这个年代普通人也不会了解什么叫做资本的压榨，你卷任你卷，我只顾加盐。季云溪活动了一下发酸的筋骨，跟着方神有说有笑的出了车间。
车间里，唐秋池是一直都有留意季云熙兄妹两人的。哼，第一天上班就不好好工作，只知道讨好那些老油条们，这个小胖子是没救了。大家都去吃饭嘛，要熟练手头的操作也不是一蹴而就的。有了拉长的发话，新工人们才松了口气，一个个疲惫的从位置上起来，除了劳模赵刚。季南寒打饭的速度没有让季云熙失望，他慢悠悠的到了食堂门口时，季南寒已经端着2碗饭在等他了。哥哥真棒，不用排队打饭。原本中午吃饭的1小时，我们可以节省半小时用来休息。我还让打饭阿姨压得很实，饭特别多。哥哥更厉害了。今儿中午的菜是豆芽和白菜，依旧没什么油水。一上午的工作又累手又酸，季云熙一口气把压得实实的1盒饭炫完了。妹妹，你去宿舍把脏衣服拿给我，中午休息我帮你洗了。不用，我脸皮再厚，也不好意思让成年男性帮我洗衣服啊。可是你不会洗衣服啊。季南寒表情变幻莫测地看着他，脑子里不知道在想什么。妹妹，你是不是要赶我走了？你怎么这么想？村里的婶子把孩子卖了的时候，都会给买好吃的，对他们特别好。从火车上到工厂，妹妹对我好的都不真实了，跟村里那些卖孩子的人家的做法一模一样。哥，你别乱想了，我只是觉得我长大了，自己的事情可以自己做了，所以不用麻烦别人。不麻烦才不麻烦，明明以前也是我洗的，现在妹妹连衣服都不让我洗了，我都不知道该怎么照顾妹妹了，我真的好没用。季云熙感受到他急切想证明自己价值的冲动，也只好慢慢来。中午时间太短，而且也没水桶和洗衣粉，这样我们先去生活用品买齐全，等晚上下班后我再把衣服给你。季南寒听了后眼睛瞬间亮了，明明是干活，他好似得到奖励一般。宿舍门口，季云熙把买好的生活用品1分为2给了季南寒后，就急匆匆回女工宿舍去修改稿子了。但他刚进宿舍，就被赵小翠带着一群同乡女工围住了。死肥猪，是不是你告状？田三叔才故意安排最辛苦的工作给我的，你这人心肝怎么这么黑？季云熙环顾了众人，眼里没有丝毫胆怯。昨天学的工厂制度里就有不能打架这一条，你们现在是要准备群殴我吗？是想干了1天不到就滚回老家吗？像季云熙这坏心眼的人，若真的得罪了，绝对能干出赶走我们的事来。原本跟赵小翠关系好的女孩们，一个个都下意识畏惧的往后退。小翠，算了吧，田三叔这么偏心他，咱们斗不过他的。气急败坏的赵小翠不管不顾的再次质问：季云熙，我问你话呢，耳朵聋了？人家其他地方的工人都是老乡团结老乡，你就是我们村的老鼠屎。赵小翠，你是出来打工的，又不是当大小姐的，干不下来你滚回老家去。要是对工作不满，你直接去找领导啊，跟我吵算什么本事？欺软怕硬狗。你才是狗，你真以为我不敢找领导吗？我现在就去。你找不找关我屁事。不过要是你找了领导后发现，就是人家分配工作的人见你丑，见你不顺眼，把你放到最后安排的，那可就闹笑话了。你这头猪不比我丑。季云熙，明明就是你让田三叔做的。田三叔费尽心思给村里的你留了工人名额，改变了你的命运，对你全家都有恩，结果你却无凭无据举报他，你可真有良心嘞。你赵小翠嘴里说不出一句反驳的话。你这智商也就适合晚上数月亮，白天数太阳。季云熙，我撕烂你的嘴！在赵小翠扑上来的一瞬间，好在赵小翠的小姐妹们理智地控制住了她，不断地告诫她打架闹事要被开除的后果，试图让她冷静下来。比起不公，赵小翠自然更怕被开除，只能蹲在地上大哭。被赵小翠纠缠，季云熙好不容易挤出的改文时间都没了，还没动笔就要去上班了。他不高兴地狠瞪了赵小翠一眼，这眼神是在警告我，是在威胁我吗？赵小翠更恨更委屈了，被那死肥猪骑在头上，这日子没法过了。小翠，别冲动，你和田可关系不错，等晚上下班后，咱找田可帮忙。对，田可是大学生，他肯定有办法收拾这个死肥猪。刚穿越过来的季云熙发现了一个奇怪的现象，每当流水线上有新员工加入时，一直消极怠工的老员工就会像打了鸡血似的拼命工作，他们不为别的，只是想看新员工出丑，让他们服软。没想到这次竟遇到了不懂事的赵刚，这不，为了表现自己，别人都去吃午饭，他却在不知疲倦的加班赶工。他想向领导证明作为新人的自己有多优秀，也正是因为赵刚的无知，进场的第一天就使整个车间加班到深夜。中午吃完饭，工人们陆陆续续的都回到自己的岗位开工。此时，加班的赵刚正在工位上大口吃着同乡好友给他带的盒饭。刚子，你也太厉害了，一午休的时间就把积攒在咱们工位的产品都做完了。刚子哥，你这速度不止我们比不了，简直比有些老员工做的还快。赵刚听着同乡们的夸奖，瞬间美滋滋的骄傲。他一边扒拉饭菜，一边对同乡们讲述自己的经验。我已经把技术练熟了，而且还找到了更巧的法子。季云熙一进车间，就见所有的新员工都围着赵刚，而赵刚作为新人领袖，不止在车间吃盒饭，甚至传授经验过于激动，说话间还在喷饭。这下有意思了。待赵刚把仅有的一上午经验传授给新员工，并被各种夸张和吹捧后，和赵小翠是小姐妹的一女工才找机会把中午的事跟同乡所有男工说，几句话的讲述瞬间让所有同乡同仇敌忾。那死肥猪也太不是人了。
死肥猪以前不就这德行？那时候他爸妈面子大，再讨厌咱们都不敢得罪。后来老实了一段时间，现在有人撑腰了，就又作妖了。田三叔真的是瞎了眼了。我还差点忘记了，中午田三叔特意来南宫宿舍找刚子，我跟他说刚子在车间加班后，田三叔还特意问我们有没有欺负季云熙兄妹俩。男生把中午的事叙述后，众人对季云熙的憎恨又上了一个台阶，小声的谩骂也越来越难听了，每句都离不开妈呀爹的。你们在干什么？循声望去，见拉长唐秋池进车间里，众人立马跟犯了错的孩子一般，纷纷回到自己的工位。唐秋池脸色凝重地走到赵刚面前，扫视了他面前做的一堆还未被传送带传送到后面去的产品，还有他手中的盒饭，整个人好似控制不住情绪了。赵刚见唐秋池视线落在盒饭上就没有移开，赶忙把最后几口盒饭扒拉到嘴里，再用制服擦了擦嘴，准备继续干活。住手！谁让你在车间吃饭的？唐拉长，因为我们是新员工，早上堆积了不少产品，没来得及做完。我担心没做完会影响下午的工作，就自己单独加了下班。我的朋友也关心我中午没吃饭，我就让他们在来上班时顺便给我带饭。车间不能吃东西，要保持卫生，这是写在员工手册上的。昨天开大会的时候说过一次，今早上安排你们进车间，我还强调过不止3次，就连车间门口都贴着警示语。你是聋了还是瞎了？这是生产电子产品，为了零件不被灰尘污染，在后室都有单独的防尘工作服。如今这车间没后室专业，但也有一定标准的。赵刚对这一堆没安装完成的电子产品喷饭，那简直是致命的错。季云熙偷偷看好戏，见赵刚此时似乎都不清楚自己犯了多大的错。唐拉长，我知道了，我以后一定不在车间吃东西了。你以为说句错了就没事了？你知道这会给厂子造成多大的损失吗？就你这样，要不是……唐秋池咽下想说，若不是他是丈夫介绍来的，早就把他开除了。违反规定扣10分，还有这些被你不卫生行为导致有风险的产品损失全扣在你工资里。这样的结果，对根本不懂车间卫生严重性的赵刚自然很不满。唐拉长，我不服，我也是第一次打工，第一天自然有很多不明白的。我做错了可以郑重道歉，但也没出什么事就要扣钱，这也太不公平了。这不是我饶不饶你的问题，这是厂子的规章制度。我希望你们新来的员工都记住。什么规章制度？我看是因为季云熙告状，三婶你和田三叔故意教训我。正在看戏的季云熙瞬间无语至极。关我屁事。赵刚，请你端正你的态度，这是车间，不是拉人情世故的地方。不是拉人情世故，那为啥季云熙能去那个位置，但得罪季云熙的赵小翠一个女孩子却去最累的位置？唐秋池脑子都炸了。赵小翠是谁？季云熙也从八卦看戏到现在脸越来越臭。赵刚，你可真行啊，真的是什么屎都要往我面前蹭。赵刚，你这人要不要脸啊？自己上班违反规定，还胡说八道污蔑人。怒喝后，季云熙瞬间吸引了全车间的目光。你知道为什么车间要保持卫生吗？那是因为我们安装电子零件时，即使是空气中的粉尘，都会导致静电积聚，从而影响元件损坏，导致产品不合格，造成成本流失。原本觉得自己只是犯了个小错的赵刚，听季云熙的科普后，内心在懊悔和觉得季云熙在恐吓他这2个观点之中徘徊。连最基本的知识都不懂，就知道勾心斗角，都对着元件表面喷饭，造成经济损失了，还不认错，真有你的！季云熙成功扭转局势，见好就收，在嘲讽完赵刚后，立马坐下干活，并用不算小的声音对季南喊道：“哥哥，别被不相干的人影响进度，耽误下班，快干活！”唐秋池眼眸深深地望了季云熙一眼，内心莫名有些复杂。而后，他深吸一口气，克制自己的怒气。带着你吃过的碗，还有这些被损耗的产品，给我出来！赵刚委屈地跟着唐秋池出去，他忍不住瞪了季云熙一眼，回想前几分钟季云熙进车间时幸灾乐祸的样子，恍然大悟。好啊，原来这歹毒的女人早就算计好了。赵刚被唐秋池带出车间后，车间里传来不少叽叽喳喳的议论声。云熙，你这丫头以前读书一定很好吧？手里没停下活的方婶好奇地道：“我以前也只知道厂子规章制度要求工人要讲卫生，倒是不知道居然还有这些道理。”婶子，我读书不好，但我好不容易有机会能来沿海打工，是一辈子都难得的机会，就得做足功夫，这样才能成为一个好工人。我觉得做人不能像有些人似的假努力还勾心斗角，这样哪能把活干好？季云熙自吹自擂，还不忘嫌弃赵刚：“你们同乡还真是个不听话还冲动的小伙子，不适合干流水线这活。他这急性子又冲动，做不了多久。”这长者看晚辈还是挺准的。剧情里赵刚的确没干多久流水线，尤其是在田可跟港城来的总经理打得火热的时候，他疯狂地想要证明自己不比对方差，可赚了不少乱七八糟的钱。赵刚，你田三叔把你们从大山里带出来，还对不起你们了，以至于你就这么想闹坑害了你三叔吗？在唐秋池质问下，赵刚也冷静了下来。三婶，唐拉长，我不是有意的，我知道错了，耗损的产品我赔，我也甘愿认罚，您就饶了我这次吧。
唐秋池眼里全是冷意。之前听田可说的赵刚还以为是多懂事的孩子，结果呢，刚刚若不是季云熙跳出来大骂了那几句把什么走关系的事情给说成勾心斗角，事情的后果绝对会对丈夫的工作有所影响。你知道你田三叔这些年在兴平村奋斗的多辛苦，才坐上现在这位置的吗？你就算不感恩他帮你找了活，也不应该恩将仇报啊！不知过了多久，唐秋池嗓子都骂得有些沙哑了，而赵刚一个大小伙子也被训得红了眼眶。去洗干净手，赶紧干活，今天耽误的工作补完了才准下班。赵刚带着感激的再次道谢，他懊悔自己在车间犯错了，也懊悔冲动差点给田三叔带来职业上的麻烦，但不过他依旧憎恨那个充满算计和小动作的季云熙。晚上10点，季云熙从来没有发现原来一天居然有这么长。此时他重复了上百次干活动作的手已经在缓缓发抖了。说实在的，他心态真的有些破防了。太可怕了，太可怕了！妹妹，我学练熟了，明天我多做点产品帮你做，你就可以轻松一点了。行，我的好哥哥，明天就靠你了。季云熙舍不得拒绝，兄妹俩离开时，新员工有羡慕的，有生气的，而他们还得因为赵刚继续加班。工作了一天的季云熙经过小卖部时，海鲜面的香味扑面而来。季云熙和季南寒不约而同地咽了咽口水。这小卖部还真行，白天卖各种小吃就算了，晚上还卖夜宵诱惑人，是恨不得把工人们的钱都赚干净吗？真是太不像话了。哥，走，咱们吃面去。季云熙实在忍不住，季南寒激动的又吞咽了几口口水。但很快，小卖部老板介绍海鲜面3块1碗时，他立马感觉不饿了。妹妹，我不想吃，我其实一点都不饿。我对这小胖子有点印象，应该是刚进厂还没发工资。我们这海鲜面不止海鲜足，面也很足，特别大一碗，你们兄妹俩买一碗也能吃饱。哼，我现在终于知道996的打工人为什么没几年就能胖成球了。精神和身体的劳累过后，只有美食能抚慰。老板，来2碗，多放海鲜，多放面。好嘞，妈，煮2碗海鲜面。感情让它多加海鲜多加面的话，是能自动过滤的。几分钟后，一碗海鲜面就被端了出来，碗很大，里面的虾又大又多，就连鱿鱼都是那种很大一条的。爽，这3块值了。老板见两人疯狂席卷，满意的露出笑容。就冲这小胖子的身材，我敢保证以后的夜宵常客又要增加了。把最后一口汤喝光后，季云熙终于感觉自己活了过来。哥，吃好了你就回宿舍去，我想在这里多坐一会。妹妹，我陪你。我不想你陪，你回去洗漱了就早点睡，不要理其他人，睡精神了明天才能帮我干活。我是不是应该提醒妹妹把她的脏衣服给我，我好回去给她洗？不行，妹妹迫切的想赶我走，妹妹一定是没吃爽，想偷偷再吃一些，不让我知道。对，赶紧走，不能提脏衣服的事。识趣的季南寒想通来龙去脉后，立马同意先行离开，并不知道季南寒心里怎么想的。季云熙见季南寒回去后，便掏出本子和笔修改稿子。这个时期的受众文风偏虐，而之前写的稿子的剧情是从头到尾打脸渣渣，得增加内容。对，虐读者得一波又一波的加强虐，效果才能好。于是他的第一篇稿子：结婚当天，最好的小姐妹竟躺在我的婚床上。原本当场手撕渣男的女主，带着伤心和委屈跟渣男结婚，被塑料小姐妹和渣男欺负了一次又一次，才终于醒悟，开始打脸。小胖子，你写个啥？是情书吧？不然怎么笑得这么猥琐荡漾？正写着打脸写得很嗨的季云熙，吓得手里的笔都要掉了。你才猥琐荡漾！我猜对了吧？你就是写情书。现在年轻人都流行写情书，你不用害羞。说着，老板还八卦地凑上来想看，好在季云熙眼疾手快挡住了本子。你才进厂子就有喜欢的男的了，跟我说说是谁？我在这里开小卖部好多年了，厂子里的很多人都认识，没准我能帮你呢。你走开，别打扰我写东西。左，你该不会是也暗恋你们厂那个港城来的霍总经理吧？给他写情书的漂亮姑娘可多了，小胖子你可有点吃亏。你再废话，我就不来你家吃东西了。小卖部老板见季云熙不经斗也不再闹了，自顾自地开始忙活清点货物和零钱。季云熙继续刷地写着，硬生生熬了一夜，虽然疲惫，但他却把第一篇稿子改好了，天一亮就寄了出去。而后拖着困意疲惫的身子去上班的季云熙并不知道，仅仅一天，工人们就流传了一个八卦。你听说了吗？一个新女工给总经理写情书，写了整整1本子的情话，听说还写了1页呢。我还听说这个女工长得不漂亮又胖，自卑比不过长得漂亮的女工，所以情书才写了1本。我真的想锤爆小卖部老板的狗头。就算这个身体再年轻，在本就疲惫的情况熬了一夜，季云熙也是很难吃得消的。幸好工作的时候季南寒帮忙，这才让疲惫的他在第2天上班还是能咬牙熬过去。几天后，知己编辑部，一个年轻的女编辑全神贯注地看着稿子，在看到女主醒悟后崛起，马上要跟渣男和闺蜜见面了，稿子却看完了，这如何能忍？
真想砍死这个作者。是看到什么稿子让你这么生气？女编辑把季云熙写的长篇稿子递给同事，你自己看了就知道。同事见他的表情只当是一份惹人生气的垃圾稿件，好奇地读了起来。然后稿件标题就让他拳头硬了。再然后，小姐妹竟然是未婚夫多年的女神，未婚夫是为了接近女神才和女主在一起的。未婚夫跪地道歉，女主原谅了。结婚后才发现未婚夫是为了图女主钱财和地位，得手后让女主流产，家破人亡，然后小三上位。靠，死男人太坏了！后面的稿件呢？3年后女主崛起遇到这狗男女后怎么样了？在还没有网文小说的时代，在这都市男女的小说都偏真实化和生活化的情况，这类网文都写烂了的情节，对于90年代的编辑而言简直闻所未闻。次日，季云熙迎来当流水线工人后的第一次假期。早上早早的，他就喊季南寒去吃念念不忘的海鲜面。小胖子，你可来了，我等你好久了。季云熙还没走到小卖部，就听到老板热情挥手。见老板一脸八卦的样子，他心中暗叫不好。妹妹，那老板肚子里肯定又装什么坏水。瞧，就连哥哥都看清了。老板见两人听见他的呼唤，立马停下了脚步后，更是热情的从小卖部出来。小胖子，咋的？这么嫌弃我？季云熙深吸一口气，努力克制对小卖部老板的厌烦。什么事？知己杂志社竟然给你寄信了！小卖部老板那兴奋的样子，好似是他收到重要信件一般。小胖子，你快跟我说说，你该不会写了什么缠绵悱恻的爱情，投稿成功了吧？这八卦老板竟猜准了我投稿的事情。不对，他怎么知道我的名字？我问你，我叫什么？季云熙啊，有什么问题吗？对了，我叫涂文彪，你叫我彪哥就好。我似乎没跟你说过我的名字吧？拜托，你那几10个同乡一天骂你几百遍，天天季云熙那死胖子的，季云熙那贱人怎么这么恨不得把你大卸8块？要不这样，你告诉我信件的内容，我告诉你，你那些同乡谁骂你最狠？哼，我才不会接受这种交易呢！把信还给我，并且你私自拿保卫科存放的信，我完全可以去投诉你。你这小胖子胃口大心眼小。涂文彪撇了撇嘴，把口袋的信件给他。我爸是厂子看大门的，保卫科的信件就是他负责的。要不是我昨晚发现你的信件，以他整你的速度，你明天都不一定在保卫科收到。哦，行吧，那这次暂时不投诉你。2碗海鲜面，多加海鲜，多加面。涂文彪眼巴巴地望着季云熙手里的信。作为投稿时多次都被知己退稿的我，渴望的真相还没解开呢。既然他态度这么强硬，那我也只能先打好关系了。妈，2碗海鲜面，多加海鲜，多加面。大清早的家里哪有海鲜？既然没有，我们就不吃了。随后他拉着季南寒便走了，任由涂文彪依依不舍地看着他们的背影。信件内容里，编辑表达了希望刊登结婚当天的长篇版本，其次表示杂志1月3刊，希望他在9月内把10月的3刊内容写够邮寄过去。信件最后，杂志社给的是很高的签字10元的稿费价格，算是对他的重视。一刊7、8千字，1个月3刊就能赚200多，这还不算之后是否提价。要是手里还没投的2篇也能过稿，那收入都能秒杀电子厂的领导。哥，走，今我们去城里吃大餐。就当他带着傻子哥哥准备取钱出去吃大餐时，正好遇到了死对头田可和其他同乡。算了，刚子，大家一起去玩，哪有我坐车去，其他人走路的。你现在不爱晒太阳了，坐车才不晒。而且你今天打扮得这么漂亮，我舍不得让你满头大汗。舔狗赵刚生怕心上人受一点委屈，可田可听到他这话，身体不自觉往后退了退，似乎是在和赵刚保持距离。你这样安排也太不像话了，要坐车大家一起，要么就大家一起走路，反正这去海边的距离还没以前乡下赶集远。赵刚面露为难，可我昨晚收了大家 A 的5块钱后，都给田可买了高档的化妆品，现在手里的钱根本不够再负担30多人的车费啊。看着穿着和气质越来越像城里人的田可，赵刚一咬牙，那就都坐车，我可不能委屈了心上人。季云熙在不远处瞧见这场面，也注意到赵刚细微的表情。其他的我倒不在乎，我就担心赵刚欠我的1000块钱会不会受影响。忽然，伴随着尘土飞起，一辆小汽车从不远处行驶而来。小哥，你这是要去哪？依旧是西装革履的霍文峰对田可打招呼，显得十分熟络，带着港城口音的声音让众人有一种腔调高级的羡慕感。田可身边的女同乡们一个个激动又兴奋。我马上要去大学报到了，今趁着同乡的朋友有空，就一起去海边玩。可儿，你和我们厂的总经理还认识呢？霍先生来三叔家的时候见过2面。赵小翠见田可害羞，余光瞥见吃醋的赵刚，好似故意一般，当中调侃：就见过2面，都叫你小可了，我才不信。我只是跟霍先生请教过问题而已，而且他人很好，对谁都很热情的。田可低着头解释，此时边啃肉包子边看戏的季云熙都舍不得找车先走了。有意思，真的太有意思了。毕竟没有网络的日子，好久没见这么有意思的修罗场了。你们这么多人出去玩，坐车也不方便。霍文峰说着，拿出100块递给附近一个跑面包车的中年男人。再叫几辆车，今天你们就负责扶好这些年轻人。我们不需要。田可害羞的还没把客气的拒绝说出口，赵刚就带着敌意道。一时间，田可觉得有赵刚这样的朋友十分丢脸，
生怕霍文峰会因为赵刚的态度生气。道歉，霍先生，是我朋友没礼貌。没事，我不在意的。正好我今天有空，若不然给我一个机会，让我载你去看海。这样热烈的追求，从山咖咖里出来的小姑娘们哪见过？一个个替田可激动的好似自己要结婚了一般，甚至不少女孩都在偷偷的劝田可赶紧答应。最终，在女孩们的怂恿下，田可终于放下矜持点头了。上了副驾驶后，田可下意识看了看车后座，在老家男女定亲了才会孤男寡女的相处的，现在我这样会不会？田可正想着，耳边传来霍文峰贴心的声音：车后还有空位，需要叫你的朋友一起吗？霍先生真是太细心了，我从小到大也只有在电影里见过这样完美的男人。他害羞地点了点头，然后看向偷笑的同乡们，到底还哪2个人上来呢？首先男性是不行的，女的最好别打扮得太好看压过我。对了，就他了，小翠。我能坐小轿车吗？天啊，我今天也太幸运了！就在赵小翠准备上车时，田可眼尖的看到了季云熙兄妹俩，一瞬间，渴望把季云熙踩在脚下的他立马改变了主意。妍希，原来你们还是来给我送行了，你们来这里坐。我就是想看看戏而已，怎么会被 Q 到了？他们俩说了不去的，也没交聚餐钱。那是老田格外关心的兄妹俩嘛，那就一起吧。中午我请你们吃饭。一句请客让一起去玩的众人极为高兴，霍文峰还真的很热情，不断的对季云熙挥手，让他们快上车。想来这热情来源于田三叔对他们的特别在乎。小胖子，快去啊！一会路上遇到什么有意思的，回来跟哥分享一下，到时候请你吃鸡腿。季云熙耳边忽然传来一个声音，把他吓了一大跳。他转头看去，是涂文彪。真是阴魂不散啊！你不盯着小卖部跑大门口来干啥？运货啊！没想到能看到这么一出。啧，我就跟你一个人说，别看全场的未婚女工都喜欢霍总经理，我听厂长孙子说，这男的在港城有老婆有孩子了的。知道所有剧情内容的，我自然知道这事。就是这涂文彪那句只跟你一个人说，怎么听都不靠谱。你看，我都分享给你听了，你也快打入内部分享一些新故事。我没答应好吧？不过说实话，我虽不想掺和这些人的聚餐，但我想到一招可以阴赵刚一回。那这样，4碗海鲜面。你这小胖子胃口也太大了吧！我们家的海鲜面可是有放龙虾肉的，你知道这要是在那国际饭店要多少钱吗？你这小卖部多赚钱，海城富一代就是你了，还心疼几块肉？抠抠搜搜，请辛苦给你收集狗血故事的朋友吃顿饭的态度都没有，还想问东问西，想屁呢？季云熙也说中了涂文彪的内心，这几年靠小卖部已经发家致富，家里修了3层楼的他需要的是精神上的愉悦，小钱能买开心也无所谓。我是要努力成为情感作家的文学人，故事尤为重要，这买卖值成交。但要是你打探的新故事不有趣，一碗海鲜面都没有。欧克，就田可和霍文峰未来的爱恨情仇，只要涂文彪感兴趣，我能靠着这俩的故事吃4年的免费海鲜面。田可原本以为喊不来季云熙，正失望不能扳回一局呢，却见季云熙带着季南寒走了过来。田可，真的是这位霍先生请客，把车费和吃饭都包了吗？不会回来后赵刚又要找人收5块钱吧？季云熙大声询问，随后还特意强调，我一天累死累活都赚不到5块，可舍不得就这么没了。曾经那个在村里最爱显摆的季云熙，如今也有没钱的时候，说出这种丢脸的话，真是风水轮流转啊！当然了，你不用担心。那就好，赵刚的人品我可信不过，他之前收了大家100多，就算私吞了跟我也没关系，不要让我5块钱就好。季云熙再次挖坑，要知道同村30多人，不是人人都和田可关系格外亲密到舍得合出100多给他买礼物的，我就要让这小团体因为金钱纠纷闹矛盾。季云熙，刚子才不是这种人呢，你这人少抹黑人。谁知道呢？就算田可和霍先生这么配，但万一有的人非要挽留心中所爱，把大家的钱用来给自己讨好喜欢的人，那我交钱岂不成了冤大头？这次的坑可是连环坑，一来让赵刚买昂贵礼物的意义从大家送礼变成了他自己献殷勤，二来有了这话，田可收礼就会显得脚踏2只船，自然看不上赵刚的礼物。于是赵刚献殷勤，田可拒绝，礼物8成也买了，钱是大家出的，要想还钱，赵刚还欠了一屁股债没还呢。季云熙得意一笑，我可真是当反派的料，几句话就能打破这个小团体的团结。带着做了坏事的兴奋感，季云熙拉着季南寒自然地坐进了后车座。车上，赵小翠一副被挤得不痛快的样子，而田可吃惊于季云熙竟会当中承认他和霍文峰般配。虽然有些不好意思，但这也算死肥猪第1次有这么好的眼光。驾驶座上，霍文峰依旧带着浅浅的笑，似乎看透了季云熙挑拨离间的小动作，但并没有表露出来。都上车吧，出发了。车外的众人一股脑地往霍文峰包的面包车上挤，其中有把季云熙的话听进去的人，还不忘对赵刚道：“霍总经理太豪气了，咱们这趟赚翻了。刚子回头，你把钱退给我，我拿去买烟抽。”
此时嫉妒和愤怒已经到达极限的赵刚哪管得了钱的事，他目光死死地盯着飞驰离开的桑塔奈上。行了，虽然大家一起长大，但人家田可考上大学就已经跟我们不一样了，不属于自己的就别强求。住口！我这辈子就认定可儿了。那现货的老男人不就是有几个臭钱吗？有什么了不起？好友本想说人家还是国外名牌大学毕业，但见赵刚悲痛的样子也舍不得再说，以免让他更伤心。我不太舒服，你们去玩吧，我回宿舍休息。赵刚说完沮丧地转头回场子，看起来落寞极了。桑塔纳行驶在铺了水泥的马路上，霍文峰和田可聊着一些上大学的话题，后座季云熙还正啃着刚刚没吃完的包子。季云熙，你就不能别在小汽车里吃包子，真不文明。你把自己抹得跟鬼一样，出来吓人就文明了。原本前排还有说有笑地，两人瞬间被后排的吵闹打断气氛。想知就知，我车上没有这么多规矩。可赵小翠却不依不饶，十分激动地对霍文峰夸赞。之后几分的内，车内格局直接变成了赵小翠夸霍文峰，霍文峰亲民附和。田可想转移话题，偏偏赵小翠没有眼力劲。有意思，真有意思。这一趟出来真是值了，给原主奶奶汇50块回去，多剩点钱买之前舍不得买的日用品，然后改善伙食，等下个月再给老奶奶多汇点钱。决定后，季云熙就去给奶奶写信。写着写着，忽然脑海里又冒出来一些邪恶的小想法。他弯着嘴角，一直写了5大页的信后，立马决定给奶奶汇150回去。季云熙看着自己对于那些讨厌的同乡恶意满满的信，恨不得直播乡里人知道信内容后的反应。一旁，季南寒瞧着季云熙忽然傻笑，十分不解，只能安静地站在一旁。此时小卖部内，涂文彪激动地询问季云熙经所见所闻的后续。还有呢，还有呢，这也太有意思了吧！欲知后事如何，请听下回分解。说完，他起身准备带着海鲜离开。小胖子，你这说故事说到一半，真没意思，我都让我妈帮你免费做你哥捉到的海鲜了。季云熙才不管他的不痛快呢。只有留足悬念，下次来兑换海鲜面才会方便。我得给田三叔送一碗去以表孝心，这去晚了赶不上人家吃夜宵，那就不好了。阿姨谢谢了，我先走了。那个老男人有什么好？可儿，你应该知道我从小就喜欢你的。远远的季云熙就听到赵刚悲痛的声音。刚子，我从小就把你当哥哥看，从来没有其他感情。或许对咱们村里的很多女人来说，差不多就结婚过日子了。但是我不想过这种麻木的生活，我想追求爱情。是不是我也有钱，能开得起小轿车，你就能喜欢我了？刚子，在你眼里，我难道是这样贪慕虚荣的人吗？我不是这个意思，我是想说，我对霍先生有感觉，不是因为他多有钱，是因为他懂我的内心。我们能一起聊泰戈尔，还能一起畅想未来，我们的思想是在一条水平线的。刚子，你懂吗？就算这样，我还是觉得姓霍的看着不是什么好人。一个老男人还是港城的，你知道他家什么情况吗？你知道他有没有结过婚？够了，田可脸色越来越难看。刚子，我费尽口舌也跟你说不清楚，你不懂我，也请你不要干涉我的生活。赵刚此时心如刀割，他忍着委屈把精心准备的礼物递给田可。这是我跟本地人打听后特意买的化妆品，有了这个，你也不用小心翼翼问田三婶借，也能打扮得漂漂亮亮的。赵刚的这礼物可是送到田可心坎里了。就在田可伸手准备接过来的时候，他忽然想到白天季云熙的讽刺，偏偏一想到季云熙这让他生厌的人，余光却发现他正在不远处偷听。田可原本都抬起来的手下意识缩了回去，他表情难看地质问：妍希，你不觉得偷听很下流吗？季云熙一愣，我站在树下的阴影里，这都能被发现。这路不是你们家的，我要从这里过。你们说的那个激动，正常人谁好意思打扰？再说下流也不是我下流。田可恨极了，这离田三叔家挺近的，我不能对季云熙发脾气，影响自己在田三叔心里的形象。于是田可只能对赵刚更加冷淡道：刚子，话我也跟你说清楚了，你回去吧。还有，既然我们没什么关系，礼物你应该送给更适合你的女孩子。赵刚见田可语气那么避嫌，直接把所有的错都归咎在季云熙身上，他恶狠狠地瞪了季云熙一眼。而此时他更着急田可的态度。可儿，就算我们没可能，但礼物也是我精挑细选的，而且也代表我和其他同乡庆祝你上大学。田可不耐烦赵刚的纠缠，尤其是现在季云熙还光明正大看好戏，眼神一副你做什么反应，我回头一定要宣传的人尽皆知的态度，似笑非笑。他憋着对季云熙的怒气，再次冷声道：不用，我不需要，很晚了，我得回去了。说完，他转身就往田三叔家的方向走。可儿，赵刚简直是彻底心碎了，他带着冤屈怒瞪季云熙：你给我等着，别以为有田三叔撑腰就了不起了。啧，你这是威胁我，我现在就去告状去。哥，我们走。你敢？站住！赵刚堵在两人面前，季云熙嘴角弯弯，拽住要出手干架的季南寒，随后大声喊：三叔救命啊！赵刚要打我和我哥，救命啊！季云熙，你不讲武德！赵刚瞬间慌了，季云熙微微一笑，狠狠往他裆部踢去，趁着他吃痛，狠捶了几拳，恨不得把对方欺负原主的拳头全还回去。
就你这垃圾，欺负女人，欺负弱者，真以为你天下第一了不起啊？小肥猪，真以为我不敢对你出手吗？住手！赵刚，你在干什么？不远处响起田三叔的声音，纪云熙对着赵刚得逞一笑：“三叔救命啊！我不就是给您送夜宵，不小心听到赵刚和田可说话，他就要揍我。”赵刚，我警告过你，你要是再欺负云溪，就别在厂子里干了。三叔，这小肥猪就是装的，是他打我。你都当领导的人了，怎么被一个女的给蒙蔽了眼睛？是他欺负妹妹，妹妹没有打他。纪南寒看着有些慢半拍，却也很给力。纪云熙一脸满意的偷偷给纪南寒眨眼睛，兄妹搭配，事半功倍。来海城打工的第一个假期，纪云熙是赢妈了，免费蹭吃蹭喝一整天，对哭了赵小翠，气疯了田可，顺便还冤枉了赵刚。不止如此，不久后，纪云熙老家，纪奶奶收到信后就找到村长识字的孙女，激动的在村长家等着开始听信。而聚集在村长家的妇女们也很好奇，纷纷都在说起自家出去的娃写的信都写了些啥。亲爱的奶奶，您好，我是云溪。宝丫声音好似在朗诵，一看就是经常上台演讲的娃。虽然流水线工作很累，但是一想到能快点赚到钱给您做手术，我就充满了动力。我和哥哥每个月都能拿到100块工资，在厂里包吃包住，我们根本不需要花钱。本来想把200块都汇给您的，但刚去免不了买生活用品，所以我给你汇了150。等下个月就每个月给你汇200。您要吃好喝好，不舒服让叔叔婶子随时送您去检查，不要担心钱。等存够钱后，咱就回来带您去做手术。原本就随便听一耳朵的妇女们听到纪云熙这么快汇150回来，瞬间来了兴趣，然后一个个全部细心听接下来的内容。以前爸妈在的时候，我不懂节省，现在我长大了，会担起顶梁柱的责任。看到同乡的大家出去玩一趟就花5块钱，赵小翠他们还能打扮得跟城里人一样漂亮，我一点都不羡慕。我最大的愿望就是奶奶您能好起来。哥哥虽然脑子不好，但工作很厉害，经常被夸奖，不像赵刚，才上工就犯错，被扣了好多钱。所以奶奶您也不用担心哥哥干不好，我们很适应。食堂的饭菜吃几碗都不要钱，我和哥哥吃的可饱了，不像。信件内容读得越多，众妇女们越不淡定。刚子那死小子第一天就犯错扣钱了。云溪那么调皮的一娃娃，去打工学好了，怎么我家小翠那死丫头去大城市心都野了，还妖里妖气的打扮？云溪汇钱了，我家那孩子怎么还没汇钱回来？我家的也没有，写信回来说什么吃的差，吃不饱。人家云溪和南寒怎么吃得饱？这些孩子怎么就不知道跟云溪学学？我家孩子说发工资后汇20回来，说什么城里花钱多，人家云溪和南寒怎么就能汇那么多？他们哪有曾经的云溪娇气？妇女们议论纷纷，恨不得立马飞到厂里去揍自家不听话的孩子一顿。于是厚厚的一叠信读完，纪奶奶感动的抹眼泪，而读信的宝丫苦命的被众妇女们喊去帮忙写信骂孩子，那是一个骂的比一个激动。9月上旬，知己杂志发售了。纪云熙比市面上要早一些拿到杂志，是杂志社专门寄给他的。这次封面最大的标题就是纪云熙写的那篇：结婚当天，最好的小姐妹竟躺在我的婚床上。你好，就在纪云熙看到出神的时候，一个声音传来：你好，我远远的看到你的知己是我没收藏过的，是这个月的新刊吗？怎么这么快就到了？这个纪云熙思考着如何解释，这是我一朋友从城里回来特意帮我买的，因为运输问题，杂志到村里还是要比城里慢一些。原来如此，我就说你这本的封面我怎么没有见过？少女嘴里解释着，目光却全在杂志上。你要不要先翻一翻？少女想都没想就拿了过去，沉迷的都来不及跟纪云熙道谢。这一期的头版竟然是一个新作者，我要吃肉，笔名怎么这么难听？你礼貌吗？身为作者本尊的纪云熙想说些什么，见这小姑娘彻底看入迷的忘乎所以了。行吧，你先看吧，看完到女工宿舍304还我就成。下午上班的时候，纪云熙照常的打瞌睡，工作量有不少都是纪南寒帮忙的。那男的怎么这么不思人？告破鞋也就算了，竟然还在结婚，这天在婚床上告。然后呢，他未婚的老婆闹了没有？就应该把这狗男女拉出来批斗。本来要闹的，后来那男的说糊涂啊，这女的怎么这么傻？原本昏昏欲睡的纪云熙听着方婶和另一个本地嫂子的家长里短，这个剧情怎么那么熟悉呢？方婶，你们说的是谁啊？我也不知道，刚刚休息的时候，我听另一个车间的丫头聊的，就是这中途上厕所只有10分钟，我还没听完就得赶回来干活了。这没听完我浑身不舒坦。这狗写文的影响力已经这么大了吗？
当天晚上，那借了纪云熙杂志的小姑娘特意来还书，除了小心保护的杂志，她还特意提了一大袋水果表示感谢。我叫苏娇娇，谢谢你。我是太喜欢看知己了，所以今天一不小心入迷都没考虑你的感受。才一天你就看完了？我上班的时候偷偷在看，要是我才拿到杂志，是死活都不愿意借人的。但你借给了我，我不想耽误太久。没关系，你喜欢看就好，也谢谢你的水果。晚上你快看，这个月的头版故事超级好看，就是太虐心了，而且竟然是一篇连载，我都看哭了。我跟你说。纪云熙听着苏娇娇疯狂地安利了4、5分钟都还不够，还得加班写字的她真的是舍不得再浪费时间了，只得打断。被打断的苏娇娇回过神来，才又觉得自己过于激动吓到人了。我现在恨不得去知己偷稿子，我从来没看过这么虐恋的爱情故事。你先看，明天我们一起交流阅读感想。此时此刻的纪云熙莫名后悔借书了。我可不想交流什么阅读感想啊。送走苏娇娇后，纪云熙便回宿舍。一个女工眼尖的看到她手里的杂志，忍不住问道：纪云熙，你拿的是知己吗？听说这期有篇特别好看的文章，就是你不看的时候，能不能借我看看？纪云熙望向那以前从来没说过话的女工，愣了2秒，随后还是点头同意。你一会没夜班，今天晚上就借你看吧，我晚上还要写日记。我会好好翻，不会弄脏弄破的。那女工拿过杂志后，激动的立马翻阅，和她要好的其他女工也凑了上去，并且还小声的议论，感觉这纪云熙似乎没有她同乡们说的那么讨厌。是呀，我刚刚也是试试，也没想到他会这么轻松就借给我。我跟你说，这可好看了。之前上班天天听苏娇娇说里面的故事。很快，几人没怎么说话了，一个个认真阅读着杂志里的故事入了迷。这场景放在后世几十年或许会觉得夸张，但在这个娱乐并没有那么发达的80年代，真的很让少女们着迷。杂志自从借给了同宿舍的女工后，陆陆续续有不少眼熟的女工都主动来询问借书，有的还会带上1颗糖或者1点老家特产来表示感谢。就这样，原本从进厂子后就受同乡排斥和诋毁导致名声不好的纪云熙，就这样不费吹灰之力就把宿舍的关系给维系好了。哎，这都是虐恋爱情的力量啊！那个纪云熙，又是一天晚上，一个同乡的女工来到纪云熙铺位旁，扭捏的开口：那个，你也是想要借杂志吗？对方更不好意思了。虽说他和纪云熙没有严重的矛盾，但是他站队的。之前不止在赵刚他们欺负纪云熙的时候冷眼旁观，而且以前他也跟着赵小翠他们偷偷说纪云熙的坏话。你要借书排队吧？你去问问他们，好像现在排在最后的是大红姐。真的可以借给我吗？对方忍不住情绪的激动，也是真的没有想到纪云熙这么大度。云熙，我以前听别人说你小气讨厌，我真的误会你了。在纪云熙眼里，跟着霸凌者当跟班的人，就算什么都没做，那也是令人生厌的。我愿意搭理他，可不是想和对方化敌为友，只是恶趣味的想在这群人的小团体已经闹出矛盾时继续破坏。很显然，比起小团体赵刚的冲动，还有小团体积极分子赵小翠遇到事情就骂人爹娘的冒犯，我稍微用点小算计，对方就立马无从招架了。哼，一群墙头草，小胖猪不就有本杂志吗？一个个至于跟奴才一样低三下四的吗？小翠，借人东西本来就应该客客气气的，你这话也太难听了。难道谁都应该像你一样，求人开门不好好说个请帮忙，只知道骂人爹娘？你什么意思，王小芳？你以前在背后说纪云熙多少坏话，别以为我不知道。你嫉妒人家有个好爹吗？骂的可不比我狠。纪云熙，你不知道吧？这些个墙头草可是私下偷偷分析过，讨好了你才能讨好田三叔，他们就是想利用你。王小芳没想到赵小翠把这些事情说出来，一瞬间对赵小翠恨极了。纪云熙嘴角的笑容更浓了。去吧，看完还还我就是。我就喜欢看那些欺负原主的同村年轻人，从朋友到老死不相往来的仇恨样子。此时，王小芳和其他来借杂志的同乡都羞愧难当，而原本想挑拨离间的赵小翠只能吃惊地看着一切，然后被成功借到书的王小芳拽出宿舍单独说话。啊，又是美好的一天。80年代的大学生地位有多高？一个不开心就可以怒对领导撂挑子罢工，根本不用担心被辞退，因为整个厂子会用电脑打字的也没几个。而为了第2天工作的顺利进行，背对的领导也不得不亲自去求。可大学生没想到，这次却遇到了穿越过来的纪云熙。秋池，不好了，你家老田跟人打起来了。车间里，办公室的女秘书急匆匆跑来找拉长堂秋池。出什么事了？还不是咱们厂里的金疙瘩大学生，昨天和老田吵了一架，经他气得没来上班，早上老田只能亲自去请，结果那大学生还不依不挠，死活说因为老田左瞎指挥，电脑出问题了。什么人嘛，我家老田怎么说也是领导，当年跟着厂长一点点把这个厂子建成现在这样的，就连霍文峰都对老田客客气气的，这大学生还真当自己是什么人物了。这不是年轻气盛吗？你也先别生气，把2人劝下再说。车间里，2人的声音越来越远。现在的大学生可真有地位啊！
季云熙不由感叹，忽然他脑子一紧，等等，似乎我的机遇要来了。哥哥，我有事先离开一下，你帮我做一下产品，下班我带你去吃海鲜面。妹妹你去吧。好，我会尽快回来。季云熙说完就冲了出去。方婶瞅着他消失的背影，叹了口气。季云熙这孩子挺善良的，也好相处，但是这孩子比我们这些个本地老油条还爱偷懒。小季，你妹妹又去偷懒了，你不生气吗？方婶像是过年欺负小孩一般的逗他。我妹妹最好了，我才不生气。季南寒手里灵活的安装产品，丝毫没有因为说话而耽误工作。你们兄妹关系倒是挺好，虽然你这妹子又懒又馋，但她比其他人都强，不嫌弃你啥。你跟着她将来的日子不会差。季南寒忽然停下手里的活，带着怒气看向方婶。我妹妹才不是又懒又馋，我妹妹是最好的妹妹。是，方婶说错了，明我给你们俩小黄鱼吃，算是给你的赔罪。反正今天你不想干了，也得把这电脑给恢复成原来的样子。这可是电脑，上万呢，这可是你负责的。办公室里，田三叔的声音显得极为愤怒，是季云熙从来没听过的。又不是我弄坏的，是你瞎指挥才坏的。我要报警，我要警察同志给我讨回公道。就在此时，季云熙走了进来。电脑是哪里出问题了？我能修。季云熙本来想说可能的，但话到嘴边了，得先自信起来。云熙，你这孩子怎么过来了？田三叔见来人是季云熙，说话声音都克制住。唐秋池不由皱眉质问：季云熙，谁准你私自离开工位的？毕竟是他管着季云熙所在的那条流水线，季云熙私自离开工位，不务正业也影响他。给我一个机会，我能解决。云熙，你别闹，这事不是你能解决的。上万的东西，田三叔是不敢让季云熙闹腾，万一出问题，那可不好脱责任。50%能摆脱流水线的机会就在眼前了。这电脑看着还比较新，不像是硬件出问题。思虑一番后，季云熙对自己能处理好问题的比例再次拉高了一些。于是他鼓起勇气走到电脑前。此时，一个烫了个爆炸头的少年正坐在电脑前各种倒腾着，脸上全是疑惑。看样子对方不像是修电脑的，也不知道为什么敢在电脑出问题的时候随意倒腾。这位帅哥，能让我看看吗？什么？你叫我什么？我就知道我是帅哥。他的反应怎么这么大？我只不过习惯了后世那种对陌生男生好听的称呼而已。许是因为帅哥这个称呼，对方根本不在乎季云熙干啥，立马挪开了屁股，并且依旧沉浸在帅哥的称呼之中。见季云熙直接坐在电脑面前，不只是田三叔，唐秋池也着急冲上来阻止。季云熙，别给你三叔找麻烦。这些个丈夫老家来的，尤其是赵刚，可真的给他们夫妻找了不少麻烦。这是电脑安装了盗版系统才出的毛病，问题不大。确定了问题后，季云熙也松了口气。云熙，你会电脑？什么时候学的？会一些。我以前读书的时候，学校有专门的计算机类的书籍，我读了不少。靠着墙的大学生觉得十分可笑。这位小胖墩，知识和实践还是有距离的。我建议把电脑送去专门的地方修理，以免问题越来越……修好了。还没说完话的大学生完全惊呆了，一直在偷偷学习计算机，也看了一堆计算机书的爆炸头，瞪大了眼睛，难以置信。同样是看书学习，区别怎么这么大？办公室安静了好一会，季云熙只能自己打破僵局。三叔是需要做些什么工作吗？跟我说。田三叔终于反应过来，凑近电脑瞧了瞧。我们现在需要一个文件，就在这里进去，然后这里进去，这个需要修改。在田三叔的指挥下，季云熙快速地完成了他的一切要求。在文件被打印出来后，田三叔似乎更有底气了。你看，人家一个高中生干得比你一个大学生还要快。那大学生感觉到被侮辱了。田主任可不是这样比的，你让你亲戚改的就几个字几个词，你让他把昨天说的报表改试试。报表是这个报表吗？三叔要改什么？你跟我说。季云熙着急显示自己的能力，立马同意了。田三叔虽然不懂电脑，但是和这有文化的大学生吵了这么久的架，他也大致知道了。在一颗塞的格子文件里改报表是比较复杂的工作，因此他本来想让季云熙算了，结果季云熙已经把一颗塞打开了。田三叔只有怀疑态度指挥着，就这，往这边拉，这个不对得改一下。季云熙了解后就开始噼里啪啦的操作一通。而这个时候，傲气的男大学生又忍不住凑上来看了。在见到季云熙操作软件的熟练度，甚至用快捷键都不需要思索时，瞬间脸色都有些发白。他知道他被一个高中生打败了。好了，全部问题的图表表格都替换完成了。田三叔顿时大为欣喜，这次他家云熙可好好给他长面子了。就在田三叔得意的哈哈大笑时，季云熙直接毛遂自荐。我听说这位大学生帅哥不想干了，那请问这个岗位能不能先试用一下我？我高中生用我厂里还能节省1大半的工资呢。那男大学生也颇为不自在，本来就脸皮薄，爱冲动，事情都闹得这样了，就算季云熙不主动毛遂自荐，他感觉自己第2天都没脸来了。
可一想到私营工厂给的丰厚的薪水，他又生气季云熙抢他的工作。田三叔可是彻底和大学生闹僵了，见季云熙有能力还提出这个要求，他自然愿意帮助自家人得到这个机会。云熙，你的能力三叔很满意，这个岗位空着你就先暂时帮忙接替，但办公室的任命是需要霍经理同意的，等他出差回来，你好好面试，三叔相信以你当能力，霍经理一定会同意的。季云熙十分高兴，见脸色不断变化的大学生一言不发，他不好意思地走了过去。没本事的人自己难过，有本事的人让别人难过。不好意思抢了你工作，但私营企业都只讲究2点：优胜劣汰和谁便宜。你还年轻，更是大学生，以后一定有更好的地方大展拳脚。大学生没有说话，转身离开了。这一战局，田三叔彻底获胜，整个办公室都弥漫着他的笑声。成功摆脱流水线，从车间到办公室，季云熙感觉自己高兴的想飞。若是再能找到机会，让哥哥也能摆脱枯燥的流水线，就更好了。带着对未来期许的美好心情，季云熙看向唐秋池道：“拉长，我能再进一趟车间吗？我想跟我哥哥说这个事，不然怕他久久不见我回去，会着急的。”唐秋池此时心情极为复杂。我不明白为什么侄女嘴里那个不学无术的季云熙是这么有本事的。若是抛开对季云熙的各种偏见，无理取闹只在同乡的小圈子里，在本地人普遍排斥穷僧外地人的环境下，她是最快融入本地人圈子的。而且这次也是因为她的能力，才让丈夫在和厂子里的金疙瘩大学生的矛盾中成功胜出。若季云熙不是田可嘴里的那样，那岂不是说明田可这个侄女不像表面那么乖巧勤快，而是一个背地里挑拨离间的人。有了这个质疑，唐秋池忽然感觉自己跟傻子一样，一大把年纪了还被小年轻当枪使。三婶这么久不说话，一定是拒绝了我的要求。本来从一开始三婶就不喜欢我，那我现在继续在这里工作，您回去能跟我哥说一声吗？虽然哥哥很懂事，但他毕竟是小孩子智商，季云熙还是很担心的。要是办公室现在没有迫切的事情需要你处理，你就去吧。季云熙急忙客气道谢，跟田三叔招呼一声后，飞快冲出了办公室。田三叔对妻子的态度十分不满意，在季云熙走后，他才忍不住道：“人家云熙多乖一丫头，你怎么就对人家那么有偏见？”唐秋池想到刚刚的假设，解释的心情都没有了。你说的对，以前是我有偏见，之后我对他们好点，这就对了。回去的路上，季云熙异常兴奋，哈，又是阳光灿烂、心情美好的一天。80年代的钱有多好挣？穿越过来的季云熙只会简单的电脑操作，就从流水线工人变成了办公室职员。只因在这个年代，整个厂子会用电脑打字的也没几个，更有甚者愿意花费50块1小时拜他为师，这可是有人辛苦1个月也挣不到的钱。可令人不解的是，傻子哥哥知道后却不开心了，生气了。季南寒摇了摇头，委屈的眼睛红红。哥，我不喜欢你这样，有什么就直接告诉我，这样我才会更喜欢你。妹妹，我真的没有生气，我也不知道为什么，就是难过，就是想到以后上班，你不能一直在我身边就难过。妹妹，我是不是好贪心？你怎么会这样觉得？自从来了海城，妹妹你就对我超级好，比我做梦时见到的还要好的好。虽然流水线很累，但是有你在身边，我就特别开心，想要永远这样。说着说着，季南寒声音变得没有底气了。奶奶说的对，我就是个贪心不知足的人。明明妹妹都这么好了，我却还这么难受，我是个坏孩子。季南寒越说，声音越哽咽。哥哥，你不是坏孩子，你只是害怕改变，这没有错。真的吗？真的。见季南寒不再往死胡同里钻，季云熙才继续开导。但你听我说，流水线很辛苦，咱们要从早干到晚，手都干得发抖，还要干活。咱们现在年轻能这样赚钱，但是以后老了呢？我去办公室工作是在进步，只有进步咱们才能赚更多钱，然后给奶奶治病，住大房子，随便吃什么好吃的都不担心没钱。解释了一堆后，季云熙见季南寒若有所思，他小声问道：“哥哥，你听懂了吗？”季南寒迟缓地点了点头。妹妹，我知道了，进步是好事，我也会努力进步。哥哥你真聪明，你再等等，等我找到机会，就让你也跟着我一起进步。还有，你要记得，我不在的时候，只把自己负责的活干完就好，知道吗？千万不要听谁夸你几句就帮别人干活，就算拉长夸你，你也别傻勤快。如今新员工中，就季南寒是干活最厉害的，偏偏他好骗。季云熙觉得自己的担心是至关重要的。好，我记住了。安慰好了傻子哥哥，季云熙便拖着一身肉再次往办公室的楼层爬，爬完后整个人都气喘吁吁的。一个声音把季云熙吓得够呛，他循声望去，是方才在办公室的爆炸头。办公室是有要紧的事情要我做吗？爆炸头没有回答他的话，而是十分严肃地问道：你刚刚喊了我帅哥，又喊了那个大学生，
在你眼里，那种怂包跟我一样帅吗？啥？季云熙觉得莫名其妙，爆炸头似乎对此十分在意，并且因季云熙把他和大学生的颜值归为一类帅哥，很是不满。你要是没事的话，我就先回办公室了。季云熙懒得和这感觉脑子有包的人纠缠，可爆炸头再次堵住了他。我还有事要说。你说。季云熙还是延长了自己的耐心，毕竟以我仅有的一点点眼力劲看得出来，这样在厂子里行为嚣张，穿着异类还能在办公室干活的，多半是关系户，而且比我这个关系户后台还硬。我想跟你学习计算机知识，我看你懂得很多。我懂得不多，仅有的一点知识就那些了。那已经比那个半瓶水的大学生厉害了。你刚刚敲击的那些字母是咋修好电脑的？还有那些快捷键，我都想学。我真的也是半瓶水的水准。帅同志，你要想学，可以去找真正专业的地方学，不要被我误入歧途。爆炸头忽然拿出一张皱巴巴的报纸。你知道电子邮件吗？你对电脑这么溜，我猜你一定知道。咱们国家首封电子邮件从京市发往德国卡尔斯鲁厄大学。我想学计算机，发展国内的计算机市场，说不定将来计算机就能像国外一样，不少家庭都买得起，用得上，我们都能通过网络看世界。季云熙被爆炸头这番言论惊呆了。说实在的，对于爆炸头的第一印象，我也是带着刻板思维，觉得对方本质就是个没本事的街溜子。结果瞧瞧人家的宏伟志向，若是他真的有本事，那可是能改变时代的人。爆炸头慷慨激昂地说了一堆，随后眼巴巴地望着季云熙，似乎季云熙再次拒绝他，就敢躺在地上打滚。俩人就这么对视了半分钟，爆炸头忽然后知后觉地想起，对了，我忘记说了，要是你答应教我，我给你50块1小时的辅导费。多少？50。钱不钱的其实无所谓，我就喜欢帮助别人实现梦想。哥们，以后我一定倾囊相授。嘿嘿，这小子果然是有钱的仔，眼都不眨1小时就给50块，这可是老家辛苦1个月都不一定赚到的钱。爆炸头见季云熙忽然的热情，有些无语。感情说了那么多豪言壮志，都比不上50块香吗？早知道我就不废话那么多了。而且我刚刚还特意去找了好久才找到这报纸的。谈好学费后，爆炸头恨不得当场拽着季云熙去电脑旁开始1对1上课。毕竟是上班时间，季云熙本来是不愿意冒着被人说闲话在上班期间教学的。不过他很快了解到，原来爆炸头竟是厂长的孙子，怪不得那么嚣张，感情这个厂子都是他们家的，他是可以为所欲为的。原本就有田三叔护着，办公室的一众对季云熙即便心中有些许意见，都比较客气。如今收了厂长孙子当学生，季云熙可以说是背景 buff 加满。不过流水线上都有勾心斗角，更别说办公室了。田三叔对季云熙今在办公室里的工作还是很担心的，毕竟调令也是他暂时口头的，怕季云熙被欺负，他忙完手头的事后就赶忙去办公室瞧瞧情况，并且还特意买点吃的招待大家。就在他带着这般忐忑的心情去办公室时，让他不敢相信的是，办公室大部分人都已经以妹子或者小侄女称呼他了。我在忙工作的时候，到底发生了什么？老田，你来了，你家小侄女可真有本事，刚刚抽空正叫我们大家用电脑呢。以前那个金疙瘩大学生说我们都不懂的那些，小侄女几句话就把大家都教会了。负责财务的中年女秘书激动地阐述，并且一直夸赞季云熙的大方善良。毕竟在如今，会电脑的人才是稀罕宝贝，他把自己吃饭的本事教给大家，可不是一般人愿意做的。是呀，田主任，云熙可厉害了。我之前借书学打字，口诀背会了，都操作不来。云熙教了我一会，我就懂了。田三叔听着众人的夸奖，极为开心，一边给大家递吃的，一边毫不委婉地夸奖季云熙多么懂事优秀。另一边，没有季云熙陪伴的季南寒感觉孤独极了。不止如此，一下午的工作内，他还真的遇到季云熙所说的别人求他帮忙的情况。反正你不用帮你妹妹做产品了，闲着也是闲着。季南寒听了，直接恶狠狠地瞪着对方，按照季云熙教他的拒绝加告状。我才不帮忙，而且等下班了，我要告诉田三叔，你欺负我。人这傻子的便宜还真不好占。但为了不得罪领导，他只能被迫道歉，然后辛苦帮季南寒干活，以此来表示道歉。原本对季云熙兄妹的看法有不少变化的唐秋池，在不远处注意到季南寒的做法，瞬间又无语了。傻子哥哥思考好久，才犹豫地拿出藏了很久都舍不得吃的肉干，而后他组织好语言，走到一个少年面前。你好，找我有事吗？虽然两人是一个宿舍，但在此之前从来没说过话。少年对季南寒的印象也只是脑子有问题的关系户。真是奇怪，从未有过交集的季南寒来找我，看样子还是来给我送礼的。你戴着眼镜还爱看书，你一定很懂文化。你能当我老师，教我认字读书吗？我是爱看书，但我也没多少文化。
少年是初中毕业，因为家里穷读不起书，后来才来这里打工的。季南寒认真地跟少年说着季云熙那些进步就能吃到肉的言论，并且认真道：妹妹都在进步，我也要努力进步。妹妹说只要进步，我们的日子就会越来越好。说着，季南寒把吃的放在对方床上，请你教我学习吧。少年被季南寒的话给惊住了，更让他吃惊的是，那个季南寒同乡一口一个死肥猪的季云熙，竟然是这么优秀。我可以教你，但我文化不高，教不了你多少。我很想知道，等你学习了文化后呢，然后就能改变每天做枯燥流水线的命运了吗？季南寒挠了挠头，他也被这个问题难住了。我不知道，但妹妹说进步就能过更好的日子，反正我努力进步就是。我妹妹说的话绝对没有错。忽然，赵刚不知道什么时候回到了宿舍，在听到季南寒的这些话后，整个人义愤填膺。切，什么进步？季云熙能有什么本事？当初在村小学的时候，他年年倒数第一，如今忽然会什么电脑，不是鬼扯吗？一看就是干不下去流水线，找田三叔通融的。季南寒和赵刚住在一起有一段时间了，每次赵刚骂他傻，他都可以当作没听见，但是此刻他实在忍受不了妹妹被骂。我妹妹就是进步了，是变优秀了，才不是你说的那样。季云熙是个什么东西？村里谁不知道？其实按照以前赵刚的性格，虽然脾气恶劣，但是也没这么嘴碎。可能是如今事事不顺，他直接把嘲讽季云熙当作宣泄情绪的窗口。他靠关系进了办公室，然后说些冠冕堂皇的鬼话，不过是给外人听听而已。结果你一脑子有问题的人，还痴心妄想多认识几个字也进办公室，真是笑话！一个傻子，一个废物。一直听妹妹的话，克制自己不要冲动的季南寒真的忍不住了，尤其是在赵刚骂季云熙的话越来越不堪的时候。我不许你说我妹妹，你给我妹妹道歉！死傻子，你敢打我！赵刚火冒三丈，冲上去还手，两人瞬间扭打在一起。戴眼镜的少年也是懵了，急忙起身拉架。女工宿舍，季云熙洗漱好，都已经躺到铺位上了。云熙，楼下男工宿舍的人说你哥跟人打起来了，让你赶忙去劝架。什么？季云熙蹭的就往外冲，3步并2步的赶到季南寒宿舍。哥，别打了！季南寒听到妹妹的声音，瞬间意识到自己做错了事，手上的拳头也松了开来。可偏偏这时，赵刚好像是找到突破的机会一般，一拳头往季南寒挥去。赵刚，你这鳖孙，敢这么打我哥哥，我跟你没完！季云熙气得捡起地上不知道为啥放的砖头，猛地朝赵刚扑去。原本都被季云熙勒令停手的季南寒见妹妹都动手了，于是也扑了上去。2打1很快就成了兄妹俩的单方面殴打。特意把季云熙喊来阻止打斗的眼镜少年，此时有些蒙圈。我这该不会好心办坏事吧？赵刚被4只拳头揍，浑身疼得都麻木了。姓季的2个打我1个，算什么英雄？英雄，你这龟孙是不是搞错了？我们这不是在练习防身术吗？谁他妈跟你练习防身术？哦，不是吗？难道是打架斗殴？那随便你，反正我和我哥也不过是第1次记大错，你第3次立马被开除。冲动的赵刚这才清醒过来，虽然不甘心，但也不能承认是打架斗殴。龟孙还不给我爬起来，是等着厂领导来扶你呢？赵刚捏紧拳头，眼神全是憎恶。季云熙当众嘱咐了季南寒不要再打架了。临走时，他忽然停下脚步，扫视了众人一圈。哥，下次有谁再欺负你，别在宿舍打，你跟我说，回头我叫几个人把他拖到厂外的巷子里，打断他的爪子。季云熙丢下这句话，徒留季南寒宿舍里一片安静，大摇大摆地离开了。季南寒，你这妹子也太厉害了吧！季南寒得意地扬起嘴角，那是当然，我妹妹最厉害了。季云熙冲进男工宿舍揍赵刚的事情，在第2天上午就因为事情新鲜而在流水线工人中传开了。以前并没有多少人知道季云熙是谁，这次1个月不到从流水线升到办公室，回头又冲进男工宿舍打人，现在大家都知道季云熙的大名了。赵刚昨天晚上被揍，今中午一下班就被季云熙再次围堵。赵刚看着一脸嚣张样子的季云熙，真恨不得把他的脸打成烂泥。季云熙，你还想怎么样？每个月发工资还我100，你脑子是去粪坑滚了一圈，忘记了？原本还十分有底气的赵刚，瞬间就像泄了气的皮球。我知道，用得着这么着急？你这什么态度？欠钱了还当大爷？赶紧的，我知道你没钱，你不是一群好兄弟好姐妹都发工资了，快去借钱还我。曾经的小团体早已分崩离析，赵刚严重怀疑季云熙这话是故意嘲讽他的。我知道了，给我一点时间，我晚上上班之前凑足给你。那你最好别出尔反尔，还有下个月的时候，请你主动给我把钱送上门来。说完，在赵刚又要被点燃暴脾气的时候，季云熙和季南喊道：哥，今天领导食堂有红烧肉，可好吃了，我们快去多打一点。看着2人离开的背影，赵刚烦躁极了。曾经村里一霸的他，现在只能舔着脸去跟朋友借钱。
可他是真没想到，曾经的好朋友一个都舍不得借他。刚子，真不是我不愿意借，你又不是没收到家里的来信。季云熙不止在厂子里压着我们要5洋位，还故意写信回姥姥家阴我们。我妈说了，要我不准来了大城市就心野，人家兄妹俩一个月寄200回家，给我宽松一点，1个月90。说着，他也是极为无奈。现在这年头，而且是海城这样的大城市，10块钱1个月能花多久？我现在都只能靠加班多挣钱零花钱。赵刚感觉从当初在火车上开始，季云熙这死肥猪就开始了不断给他挖坑，导致他出来打工就没一天顺畅过。厂子今才发工资，死肥猪之前是怎么寄工资回去的？谁知道？我们一村的人没人和季云熙关系好，问那傻子哥哥，他什么都不知道。反正我妈第1封信还各种关心我，第2封信就把我骂得狗血淋头，还说什么？说让我不要跟你鬼混乱花钱，多学学季云熙懂事上进，早点赚够钱回家娶老婆生孩子。赵刚听完更气了。赵刚的100块欠款，在晚上上夜班的时候，终于还给了季云熙。钱是赵小翠借给他的，因为和赵小翠一个宿舍，季云熙更是知道赵小翠是把到手的所有工资都拿出来了，1分都没有留。赵小翠这行为傻不傻？我才不在乎，反正我的钱到手就成。晚上，季云熙正在给爆炸头补习电脑知识。小胖子，我还正要去找你呢，门口有一开面包车的青年找你。小卖部老板涂文彪替他父亲跑来传话，我不认识什么开面包车的呀。见涂文彪一脸八卦地打量他和爆炸头，又若有所思，季云熙知道他脑子里肯定没想什么好事。果不其然，季云熙才这么想，对方就抱着手评价：小胖子，没想到你竟这么受男同志的欢迎，厂花都比不上你。你这么八卦，应该听说过我和我哥揍人的故事，你想体验一下吗？爆炸头好奇地看向季云熙，眼睛都亮了。你还会揍人，真是太好了！回头我们新平村迪斯科天团抢跳舞场地的时候，你也来。之前对方队伍有个女的打架超级厉害，我们也不好意思打女人。爆炸头一脱离计算机的话题，就变成了个混子。我到底认识的都是些什么人？我懒得跟你们说，都让开，我还得去门口。请问您是季云熙，笔名我要吃肉老师吗？我是，你是杂志社的？对，我是知己杂志社的责编周文，特意来拜访您的。这是杂志社给您买的一些礼品，还有最新1刊的知己杂志。您的续集依旧是头版。看来杂志卖得很好，卖得不好也不会专门来跑这一趟了。是呀，您的故事新颖又抓人，自从刊登后，杂志简直是不够卖。对了，您的读者信件，我这次也给您带过来了，很大一箱。我在电子厂干活，现在住的是集体宿舍，可能暂时不太方便带回去。说着，原本就嫌集体宿舍太吵的季云熙再次渴望单独住的想法。现在只有等霍文峰出差回来，正式任命我的工作，到时候就有单独宿舍住了。东西先放到你车上吧，我们去镇上的酒吧谈吧。都听吃肉老师的。不久之后，酒吧内，周文开始和季云熙谈独家的事情。除了各种优待条件，甚至因为结婚当天在第2刊的时候又打破杂志社的记录，更是愿意把价格再提升一些。而他这次的任务不只是想签独家，更想努力把下一本提前定下。要是能完成这2项任务，那我之后的奖金可就不用愁了。季云熙和对方大致商议了半个多小时，不只得到了满意的稿酬价格，签字20，而且独家的合同更是逐字逐句修改的，让季云熙极为满意。对了，您这本准备写多少字数？下本新书您可有什么想法啊？周文的催稿时发问不就一个习惯，他也并没有期待能问出什么。结果季云熙却从随身携带的包里拿出一个本子。正好，结婚当天后2个月的稿子我已经写好了，这段时间还写了2个新故事的开头。什么？我从业以来可从没见过这么自觉的作者啊！怎么，稿酬只能按月字数付吗？我还想着这个月再努力，尽快把结婚当天这本写完。周文听了，欣喜的都傻了。季云熙是想早点赚到更多钱的，前世有网文经验的他，并不觉得一天几千字是什么大问题。有了时代视角，我想尽快赚到足够的资本去吃时代的红利。时代机遇下赚的钱，可比辛苦付出劳动的赚得更多更快呢。能，您这么勤快，咱们杂志社总编绝对会高兴死。能遇到这样文章卖得出去又勤快的作者，真的是可遇不可求啊。此时2人并没有发现，不远处一双眼睛在死死地盯着他们。霍文峰见刚刚还像小兔子的田可忽然失神，绅士地询问：若是你不喜欢这里，我们换一个地方。没有不喜欢，你出差那么多天一定很辛苦，为什么回来第一时间不是想着回家休息，而是来学校接我出来玩？你说呢？你讨厌。 2人腻歪的甜蜜让周围人都有些受不了了。
这一刻，他真的好感谢从小努力读书的自己。因为10年如一日的努力，我不用在老家当村妇，而是能和这样儒雅绅士又完美的男人谈恋爱。若是等我将来嫁给霍文峰，还能过上港片里那种富太太的生活，每天在别墅里起来，有佣人伺候，去金碧辉煌的商场购物，然后打扮得美美的去参加上流人士的宴会。田可越想越觉得美好，恨不得大学都不念了，现在就跟霍文峰回港城。霍文峰见他小鸟依人的害羞样，眼里带着一切尽在掌握的自信。老田特喜欢的小季是他吧？竟然也在这里。就在田可沉浸幸福忘记一切的时候，霍文峰也看到了在酒吧的季云熙。刚刚田可之所以装作没看见，也是因为他发现季云熙太爱搞事，每次都把他气得够呛。好不容易这么甜蜜的约会，他自然不愿意被破坏。卡座上，季云熙循霍文峰的声音望去，见霍文峰和田可腻歪的身体紧贴。总经理好，您和田可来这里约会呀，你们真相配。不管田可有多么的想要炫耀有钱有势的男朋友，都影响不了季云熙。他只想嘴甜讨好霍文峰，把办公室的工作正式确定下来。是吗？这是你的朋友，似乎不是我们工厂的。对，他在海城的城里工作。总经理要一起吗？你们俩喜欢喝什么？我才发工资，我请客。田可见季云熙如此谄媚，带着一些轻蔑的眼神，淡淡的瞥了他一眼。如今我可和这死肥猪不是一个阶层的了，这种感觉还真不错。你赚钱不容易，这事还是我请吧。我不在厂里的时候，你帮助修理电脑，没有耽误厂里的工作，做得不错。看他这态度，事情应该能成了。我是厂里的员工，电子厂就是我的另一个家，这些都是应该做的。总经理，我不止熟练掌握各种办公程序，最近要给欧美合作商的资料都是我日以继夜精心做出来的。还有，我最近还做了给自己的工作添加了不少修饰词后，季云熙才问道：总经理，您应该会给我正式的任命吧？霍文峰被他丝毫没有隐藏的询问逗笑了。好，我就正式任命你在办公室当文员。虽然你文凭上是有些缺憾，但能力据我的秘书汇报，甚至是比办公室的老人都专业。总经理，您过奖了。这样，工资我给你500。除了之前大学生的那些工作，厂里还需要有一定外语基础的人，在我分部开身的时候接待外宾。多谢总经理提拔。果然优秀的人干啥都优秀，瞧瞧吃肉老师，妥妥的国内收入顶端人群啊。周文在一旁羡慕，田可在大致听懂了来龙去脉后，顿时坐不住了。季云熙这种人，1个月500块工资配吗？文峰，云熙高中毕业证都没拿到，学历不高，成绩也差。刚刚你说的什么接待外宾，不是我取笑，他能认完英文字母都难。田可当中接短后，又急忙找补。云熙，我知道把你这些事情说出来不太好，让你没有面子。我也不知道你是怎么让别人传你会这么多东西的，但是欺骗人不好，总会被拆穿的。我不想你闹笑话，也不想你什么都不会，然后净给三叔和文峰添麻烦。人做自己能胜任的工作还是比较好。田可此话一出，霍文峰先是感到疑惑，随后立马判断出田可这是小女人极度吃醋了。不过女人这种生物最爱吃醋了，她并不介意田可也有这点小毛病，只不过她是有原则的人，并且不会因为女人的小嫉妒就放弃一个有能力的员工。季云熙小姐的能力是全办公室有目共睹的，她能胜任这项工作。霍文峰颇具耐心地跟田可解释道：基于她的英语水平，那份给欧美合作商的资料我今天看了，已经比我在内地遇到的很多人优秀不少。亲爱的，她只是工作上让我满意的员工而已。麻酥酥的气流冲进耳朵里，田可心中的不满并没有因为霍文峰的解释而消散。季云熙见职位板上钉钉，十分的开心。这日子有盼头了，等明天办理好手续后，我就可以搬进单人宿舍了。当然，他也很识趣，是敲定后就准备离开。总经理，我和我朋友就不打扰你们约会了，你们好好玩，时间也很晚了，我也回厂里了。天黑了，你怎么回去？不如我给你叫一个车。不用了，我朋友开了面包车来，刚刚也没喝酒。田可气的拳头越来越紧，我的对象怎么能对季云熙那么贴心？一直等到季云熙离开后，才抱怨道：你刚刚为什么对季云熙那么好？我刚刚不是解释了，他是一个很不错的员工，你就当这是员工福利吧。况且他是老田极为在乎的晚辈，我和老田关系不错，关心他也是举手之劳。怎么记住了？田可把头扭到一边。好女孩是应该在自己男人的事业上扶持帮助的。亲爱的，你这样任性让我很困扰。可我真的不觉得他有资格1个月拿500工资。你不信我，等你真正见识到他是什么样的人，就清楚我说的没错了。是，那我就等着瞧瞧。但今天晚上是属于我们2人的，从现在开始，我不希望你再聊和我没有关系的外人。那你也是。
次日一早，田可是在霍文峰的别墅里醒来的。大大的落地窗，软软的床，虽说不是他期待的港城，但别墅的很多条件已经满足了他幻想的要求。作为一个保守地区成长的女孩，田可昨夜是犹豫过的，也在心里给自己这突破性的开放找补了很多理由。今天是周六，田可准备趁着周末去田三叔家玩一趟。桑塔纳快驶入电子厂时，田可小声道：“文峰，就在路边停下吧。”怎么觉得我见不得人？我不是这个意思，我就是怕三叔太突然知道我们的关系，觉得我不是好女孩。亲爱的，这有什么？现在又不是封建社会，你家乡的女人都这么保守吗？我还是喜欢昨晚你的样子。田可迪脸颊红透了，害羞的下了车，并催着霍文峰赶紧开车离开。妹妹，这家的大肉包还有茶叶蛋你喜欢吃吗？要是喜欢我，下次就买这家的。感觉比昨天那家的好吃一点，但明天早上我想吃糯米饭。不远处，季云熙兄妹俩一边吃着早餐，一边讨论着明天吃啥。田可下了车后才发现，两人似乎坐在不远处好一会了。季南寒那傻子和他对视一眼后，就又转头和季云熙说早餐的事情。季云熙，你们刚刚都看到了。享受了一夜富太太生活的女大学生田可，怎么也不会想到，偏偏就那么巧，偏偏就在工厂老总一大早把她送回来的时候，偏偏就被那个最爱搞事的季云熙撞了正着。季云熙，你刚刚都看到了。正在大口吃肉包的季云熙很疑惑，公共场合难不成还要来来往往的人不能看你，都得自戳双目吗？田可总是能被季云熙瞬间气到。昨你跟一条狗一样讨好我对象的样子，我可还没有忘。今天他不在了，你就露出真面目了。季云熙，你要知道，其实只要我一句话，你随时会被辞退。我能容忍，你也不过是看在三叔的面子上。哦，知道电子厂的老板好好的要请一个港城人来管吗？那是因为厂老板是希望自己的厂子能科学管理，不任人唯亲，让厂子能得到长期有效的发展。你让霍文峰因为私人感情辞退我，那厂老板花大价钱请他来干什么？当吉祥物吗？田可被他对的更是哑口无言。明明我这次是真正的踩着季云熙这垃圾，站在季云熙根本触及不到的位置了，为什么还是会被季云熙羞辱？田可心中不甘。季云熙，你就不怕我把你这番话告诉文峰？我说的是事实，怕什么？我是厂里的员工，他是我上司，又不是我主子。田可，你想怎么做随便你。不过我可是看到你昨晚和霍文峰这老男人泡酒吧，看样子还一起过夜了，我可是会说出去的。你敢？此刻田可才想起，他走到季云熙面前的真正目的，就是为了警告他不能说出去看到的事情，结果被他带着绕了一大圈，气都气饱了。季云熙，你昨天也是和什么男人出入酒吧？你敢说，我也敢让所有人知道。面对田可的威胁，季云熙可不怕。你说就是，我可没有些人表面装的跟什么一样，私下这么 open。我身上难听的谣言多的是，狮子不怕多，到时你的形象可就崩塌了。明明应该他把季云熙踩在脚下的，此时他愤恨自己的确一两句话就被季云熙拿捏了。再说了，跟男人过夜的可不是我，我也不为难你，100块封口费。季云熙，你怎么不去抢？你不要乱讲，我可是遵纪守法的公民。怎么跟了霍文峰这种有钱人，100块都没有？你该不会被白睡了吧？住口！我和他是对象关系，自由恋爱，这又不是什么封建时代，你别嘴里喷米田共。你怎么说都好，没有100块，我就立马让全电子厂都知道，田三叔那大学生侄女昨天晚上。够了！田可又怒又羞，随后他从崭新的小皮包里拿出霍文峰今早上才给他的零花钱，丢给季云熙。季云熙也不嫌弃，蹲下捡钱。好了，你成功的封住了我的嘴。田可见他捡钱的模样，眼里全是轻蔑。季云熙，你嘴巴再厉害也不过如此，你还真是个不择手段的乞丐。是，我是乞丐。不过作为拿了你钱的乞丐，我也好心提醒你，我们这边2个人，你似乎只封口了1个。季云熙，你不要得寸进尺。季云熙给季南寒一个眼神，兄妹俩默契十足。季南寒道：妹妹，刚刚你们说的话我都记住了，而且记得很牢，比我昨天学习的知识都牢。哥哥，你一定要好好记住，忘记了就在宿舍多背诵几遍。等这个月放假，我带你去海城大学玩，你到时再多背几遍。季云熙，你怎么这么阴险？我就是这种人，出于100块的礼貌，我建议你老实花钱抵灾，以后离我们这种极品远点。当然了，以我个人的立场，我希望这种事情再多发生一些，这可比工作赚钱多了。田可真的太不服气了，而且霍文峰知道他经济困难，特意给的200块零花钱还没捂热。这时刚吃完饭准备往车间走的赵刚眼尖的看到了田可。可儿，
田可瞥了一眼赵刚，又看向一脸得意的季云熙。我敢肯定，以季云熙这种没底线的，不满足他的要求，他绝对不会放过我。田可咬着牙，把剩下的100直接塞给季云熙。你必须说到做到，现在马上给我滚！放心，我是一个有原则的乞丐，而且我敢肯定，以后还会有下次，一定会好好让你看看我们的诚意。说完，季云熙见赵刚走了过来，直接喊季南寒一同离开了。哥哥，这100是你的。刚刚我和田可说的话，不管听懂没听懂，都不要往外说。说实在的，田可身为女主脱离双 C 的设定是季云熙没有想到的。或许这其中也有我对付赵刚，让田可没有了暂时的钱袋子，然后我又升职了，让他有危机感等等的改变，从而蝴蝶效应影响了田可女主路没有那么顺畅。不过我可不会因为田可内疚，本质他就是忘恩负义、贪慕虚荣的人，不过是剧情掩盖并美化了他的本质而已。你拿着，我的就是妹妹的。现在咱们条件好了，你可以身上放点钱。我身上还有8块5块，可以用好久。等用完，妹妹再给我发零花钱。这个钱存在给奶奶治病的医药费里。老话都说，捡到钱要马上花掉，才不影响运气。咱们这也算捡钱。这样，一会我下午下班要出去一趟，我就去镇上给你买几套新衣服。那妹妹也买多多的漂亮裙子。都买，天气也凉快了，不能一直睡凉席了。我们再买点床上用品。200块巨款任我花，怕是今申请的单人宿舍都能被囤货填满。哈哈，又是美好的一天。田可觉得季云熙简直就是生来克他的，被威胁走了200块后，又被赵刚纠缠，因为没钱了，他只能找打工的同乡们借钱。结果曾经还亲密如一家人的大家，现在都跟死敌一样，没有一个愿意借钱给他。虽说大家借口钱会回家了，但所有人基本都这个借口，谁信？原本憋着一肚子气的他，最后去三叔家，结果之前很满意他的三婶竟然对他爱搭不理，甚至还一再询问他当初说季云熙不好是不是都是骗他的。所有人一夜之间都不在乎他，让他委屈极了，一瞬间让他回到了曾经爹不疼娘不爱的日子。无论是家乡还是这里，似乎真正在乎我的只有文峰了。在田三叔家吃了中饭后，彻底想通了的田可也不再讨好唐秋池。三婶，你们也忙，那我就不再叨扰了，我先离开了。唐秋池表情有些严肃，作为经济不错的职场女性，她可很清楚田可身上衣服的价格。今天要不你先留在家，你看你来了后都还没见到你三叔，你三叔也想你了。这样晚上我要上夜班，要不你下午帮我接一下孩子，等晚上让你三叔带你们出去吃饭。唐秋池找借口想把田可留下，然后等丈夫回来后处理她的事。说实话，我是不想管的，但田可在海城就我们一家亲戚，这要是误入歧途了，丈夫老家的亲戚得多恨我们。田可本来就被气了一路了，结果还被唐秋池使唤去接孩子。三婶，我又不是保姆，而且我学校真的有事，接弟弟妹妹的事情您就让别人去吧。唐秋池一下子不知道该回什么，迟疑了好久，他才问道：小可，你身上穿的这衣服是谁给你买的？我记得这个牌子得上百了吧？三婶，您这是什么意思？我只是我自己买的。我宿舍有一个很有钱的本地女孩，她买了穿不下，然后就便宜卖给我了。三婶，这有问题。唐秋池十分无语，当初我肯定是瞎了眼才觉得这织女乖巧，就算是便宜买，但我听说你家条件不太好，当年你读书都是季允熙的父母帮助的，我觉得你好不容易考上大学，应该以学习为主，打扮是其次的。够了！田可一天的憋屈终于爆发了。当初季叔叔夫妻是帮过我，难道就因为这个我就要一辈子都矮季云熙一头吗？难道就因为这样我这一辈子都欠他们家吗？从小到大村里人3句不离我欠他们的，我也从小就去帮季家干活。季云熙在外面疯玩，我去他家帮他洗衣服；季云熙去镇上逛街，我跟丫鬟一样伺候着。说着，田可眼泪都下来了。我还要做什么大家才不会一直提？我好不容易扬眉吐气，我只是想漂亮一点，不想自卑而已。我难道犯了天大的错吗？为什么季云熙可以为所欲为？我只是好不容易喘口气都是错。唐秋池懊悔自己刺激到田可敏感的自尊心，也被他的话感触到了。小可，对不起，三婶不是这个意思，我只是怕。三婶，我还有事，真的都走了。田可在田三叔家受到刺激的事情，季云熙并不知晓。相较于田可的心态崩溃，今天的季云熙可是春光满面。上班时成功办理了升职的手续，并申请了单人宿舍。下班后和季南寒2人一起3两下就搬好了新屋，没有集体宿舍的霉味和吵闹，简直是棒极了。哥，要不你也跟我一起住吧，我把宿舍用帘子隔开，一人一半。季南寒难得有主见的摇头拒绝。
我现在每天晚上都在宿舍里学文化，我答应过妹妹的，我也要进步。对于学习，季云熙还是表示支持的。那好，你就继续在宿舍住，等我再努力，有更多条件的时候，我送你去学技术。到时候你有技术了，就比干流水线更赚钱。季南寒坚定的点头。为了将来学技术不拖后腿，我以后得学习的更加努力才行。自从住上单人宿舍后，靠写狗写文挣钱的季云熙更是得心应手了。结婚当天，最好的小姐妹竟躺在我的婚床上，在杂志上才发行3篇，她就已经把一整本10多万字给搞定了。在交稿后，季云熙领到了2000多巨款稿费，再加上手里存的和这个月的工资，钱款已经超过3000了。在稿费到了后，她并没有忘记远在老家的原主奶奶，立马去汇款1000块作为手术费，并又写了一封声情并茂的信寄回。老家依旧是村长家，这次季奶奶来找宝丫读信，村里的不少妇女甚至有的放下手里的活也要去听。奶奶，我给你汇了1000块作为手术费。我和哥哥在厂里走不开，你让大姑姑带你去，一定要把病治好。要是不够，回头你让大姑姑给我打电话。我现在升职了，1个月500块工资，哥哥工作也很努力，1个月还挣100多呢。这次是问厂里预支了一些钱，你一定要把病治好，我们兄妹俩才能安心工作。1、2千的小钱，我们兄妹俩3个月就挣到了。信里的内容不止让村里妇女们极度的眼红，就连读信的宝丫都恨不得早点长大去沿海打工。云溪这丫头也太厉害了，1个月不到就坐办公室了，500块啊！我家1年都赚不到500。可不是，当初就是家里宠着，这老纪夫妻俩的孩子自然也是聪明的。你看他说的什么电脑，我们都没听过，就他会用。老田家的，你们家3叔子什么时候有写信回来？要是他们电子厂还要人，我家娃也送去。田可的母亲烦躁的骂骂咧咧说着不知道。田可那死丫头读大学还想问家里要钱，人家季云熙都能赚1000的往家汇钱了，真是气死老娘了。和他同样气愤的还有赵刚和赵小翠的母亲，因为季云熙把赵刚是唯一没工资的人，而赵小翠把所有钱都给了赵刚的事情也都写了出来，坑人季云熙是绝对专业的。全场也就季奶奶心情最好，高兴地炫耀着，我家大孙女就是厉害，回头我就让老三跟我去取钱做手术，不然我大孙女知道我没按照她说的做，一冲动回老家了，那岂不是耽误了她的未来？季老婆子，你还有脸炫耀？要不是季允熙坑我家刚子1000块，他能没钱？赵刚的母亲见不惯道。季奶奶还没回话，赵小翠的母亲就骂起来了。人家云溪信里说得很清楚，是赵刚在火车上耍流氓，本来要送去派出所的，要不是同乡，他才不会同意1000块撕了。再说了，你家儿子赚不到钱，一直在厂里犯错误，跟这件事有关吗？我告诉你，要是你们家不还我女儿的工资，我和你们没完。10月一到，季云熙身体的假期 DNA 瞬间躁动了起来。但是让他极为失望的是，国庆7天假期现在都还没有开始实行。好在国庆当天休息，季云熙一打开门就见季南寒已经在他的单间门口等着了，手里还拿着本子复习昨晚学习到的知识，看样子默默背诵了许久的样子。妹妹，早上好。你怎么这么早？下次到了直接敲门。可我想让妹妹多睡一会，而且我现在开始进步了，都起得比较早学习。哥哥，你进步是好，但是也得注意睡眠。你现在每天工作10多小时，学习时间再太长，容易睡眠不足。我不困。季云熙见说不听他，无奈转移话题。咱们出去吃早饭，然后包个车去城里玩。去城里还差一个，还有没有人要坐面包车？最后一个位置了。季云熙走出工厂时，外面热闹的跟过年一样，那吼的最厉害的只有最后一个位置的面包车，其实已经挤得超载了。最后一个位置是加塞的小凳子，还有最后一个。环顾一圈，季云熙准备找一辆空的面包车。这时，开着面包车从厂子里出来的涂文彪看见了季云熙。小胖子，你们要去城里啊？要不要捎你们一段路？同一时间，爆炸头也骑着摩托从厂子里出来了。出去要不要载你们？季云熙实在忍不住多打量了一下他的穿着。顾子木，你觉得你这样穿好看吗？怎么不好看了？你从内陆来的，自然不知道有一个词叫时尚。我这一身在海城都不一定买得到，就这鞋我去港城买的限量版。季云熙嘴角抽了抽，不想跟他再掰扯关于时尚的事情。他现在主要关注的应该是如何去城里。他先走到涂文彪的面包车面前询问：彪哥，你到城里什么地方办事？那地方方便坐3轮吗？你下午什么时候回来？涂文彪第一次见顺路搭车问这么多的。你该不会想到城里还要我送你到逛街的街区吧？虽然我不是那种得寸进尺的人，但你非要这么做，我自然是高兴的。况且你不是一直在说我们是朋友吗？
这个时候就跟我是朋友了。季云熙同志，怪不得你们那些同乡天天在背后骂你，你也得好好反省一下了。那哥，你先等等，我问问小炸。涂文彪难以置信地看着季云熙，又走回到顾子木的面前，同样询问刚刚类似的问题。涂文彪去城里是有进货送货的工作，但是顾子木就是纯玩的，而且逛街跳舞看表演等等都规划好了。坐顾子木的摩托还不会有堵车困扰，大家去的地方都是一处，来回都能蹭，完美。他都懒得走回到涂文彪车门口前，只是挥挥手。老板，我选好了，我和我哥坐摩托车，你的邀请我先欠着，等你下次去城里记得问我一声。你做梦吧！涂文彪无语，并熟练地对他翻了个白眼。我怎么会跟这么极品的小胖子成为朋友呢？季云熙这般丝毫没有掩饰的选择，让周围人都惊呆了，尤其是恰好在门口的同乡们。死肥猪这么丑，那俩男的是眼瞎了吗？赵小翠嫌弃的吐槽。一个家里有楼有小卖部的有钱人，一个厂长的孙子，季云熙还真有手段。赵刚也嘲讽道。和两人一路的其他同乡，甭管心里有没有意见，倒是没有两人那么嚣张的离这么近的吐槽季云熙了。毕竟在很多人眼里，季云熙可是有手段的人，傻子都不会去得罪呀。笑喜，你们找到车吗？要不要上车一起去城里看国庆表演？这时，不远处经过的拖拉机，方婶在上面挥手询问。方婶，我们找到了，也要去看表演，说不定一会还能在城里相遇呢。没成，我们先走了，回头聊。刚拒绝方婶，办公室的一个相熟的同事坐着三轮经过，也热情询问。季云熙又一次拒绝后，一脸得意的凡尔赛：“我这人缘也太好了吧，还真让人困扰。”一直找租车都被加价，闹得还没找到合适价格车的赵刚几人顿时无语了。即使天崩地裂，季云熙还是一如既往的让人讨厌。女生只是和奇装异服的青年说了几句话，就把同行的朋友吓得半死。毕竟脏乱素质差是80、90年代沿海对很多打工外乡人的偏见。我妈说外地来打工的人都乱极了，他们一放假就出去乱搞。真的假的？那些农村来的这么不知检点吗？我骗你们干啥？我亲戚的厂子里就有一个女工，基本上跟所有男人睡了，后来名声臭了，就去那些有颜色的发廊工作了。明明是极为离谱的谣言，其他女孩一听，竟然震惊的好似真事一样。田可，你三叔不是也开了厂？厂里真的是这样？原本总是在季云熙面前吃亏的田可正躲闪着，生怕季云熙发现他又来闹事，然后破坏他在学校里好不容易经营的形象。这一下子被 Q 到后吓了一跳。这个那个，田可吞吞吐吐的，随后一股脑热的编排道：那个胖女人就是我三叔厂里的。我听其他工人说，她不止经常去酒吧和男人暧昧，而且还为了点吃的勾搭厂里的小卖部老板。真的假的？田可说的有模有样的，原本就是八卦一下的大家更是好奇了。看来这些私营的工厂真的很乱，这要是在国营厂，早就被打歪风邪气，然后开除了。田可原本还想继续说，余光却注意到季云熙似乎发现了他。好在这时，他包里的 BB 机响了起来。田可看了上面的信息后道：抱歉，我男朋友说要带我去吃西餐，今就不和你们一起了。虽然同行的不少都是家境不错的本地女孩，但是能去吃西餐也是大家都极为羡慕的。而巧合的是，田可刚出商场，那熟悉的桑塔纳就停在门口了。田可这是什么命啊？读书好，性格好，人又漂亮，家境又好，现在找个对象还是这么有钱的。就是，田可真让人羡慕。你瞧啥呢？没什么，刚刚似乎有个捡钱的机会，可惜了。不是我说，就算捡钱也要交给警察叔叔，幼儿园都学过的道理，你不懂吗？看小炸这形象，怎么感觉这种话从他嘴里说出来显得很荒谬？都是你朋友，要不要我请他们一起吃个饭？对于这个建议，田可内心是有些矛盾的，想是因为内心自卑的田可十分渴望被人羡慕，而霍文峰是他最拿得出手的东西。至于不想，他在同学面前美化了不少自己的家庭等情况，他还是有些担心会露馅。像什么呢？这么出神？他们基本都是海城本地的姑娘，吃喝比较讲究，比起我的那些同乡要破费多了。没事，给你花钱赚什么破费？田可听了一脸的甜蜜，霍文峰自动默认他是同意了，于是直接返回商场。田可，你们怎么又回来了？我男朋友说今大家表演都很累了，想请大家吃顿饭。哇，你男朋友也太好了吧，请我们这么多人，不怕把他吃垮了？瞧你说的，田可的男朋友这么有钱，你就算是个饭桶也吃不垮，是吧？同学这些恭维的话让田可十分受用。霍文峰是典型的生意人社交，平时在这个时候都会说几句让大家不要客气之类的话的。田可下意识望向他，却看到他视线望向了别处。田可心中暗叫不好，脸上的笑容也僵在了脸上。他的余光瞥到了还没走的季云熙。
文峰，你知道我跟季云熙脾气有些不合，今天我就想开开心心和同学吃饭。霍文峰对田可安抚的笑了笑后，大步走了过去。吉木，真巧，没想到在这里遇见你，要不要一起吃饭？我请客。顾子木和他关系似乎不错，一点都没有客气。行啊，不过得带上我的兄弟还有姐妹们。顾子木不忘记带上季云熙他们。那是自然，我本来也是想把季云熙两人一起邀请的。一旁看了许久戏的季云熙见又能蹭饭，开心极了，大款愿意请，他自然乐意去。不远处，田可敌朋友见霍文峰和混混们关系好，都不由得十分好奇。田可，你男朋友怎么认识打扮的这么浮夸的混混？是呀，你不是说那个女的私生活混乱，虽然胖得要死，但是说不定她很有勾引手段呢。你瞧她笑的样子，还不快去宣誓主权？田可此时脑子是空的，我就知道遇到季云熙就没好事，若是遇到季云熙和我在乎的人合适，那更没好事。他听从同学的意思走了过去，主动挽着霍文峰问道：文峰，这些事？这位是电子厂的大少爷。大少爷。田可回想前一次回新平村，同乡的好友是说过季云熙勾搭了厂长孙子的事情。霍叔，您可别打趣我，我说的可是实话。将来你要是继承电子厂，说不定我还是你的员工。季云熙瞅着霍文峰自谦的打趣，心都好奇的在各种分析。就霍文峰对小诈过分关心和拉近关系的态度，不就是纯纯打工人讨好老板家属的行为吗？而他说那句说不定我还是你的员工，却带着一丝不甘的嘲讽，这可都是剧情里根本没有的细节，有意思，有意思。此时西餐厅内，田可的同学们看到菜单的价格后，只能小声讨论，最后识趣的选了一个实惠的套餐，而不识趣的季云熙一个人点了一盘牛排、一盘羊排，外加其他的前菜和甜点，充分体现了薅羊毛就要把毛薅干净的极品行为。哥，你想吃啥？这上面有图。和你一样。季南寒想都没想就到，此番行为不由得让田可的一热心同学打抱不平。这位女士，西餐不便宜，就算别人请客，你们也不能随便薅羊毛啊。此时田可也是极为心疼霍文峰的钱，若不是霍文峰在现场，我肯定会立马大骂季云熙不要飞丝的。霍文峰依旧绅士地说着不用客气这类的话，丝毫没有心疼钱的样子。季云熙没有理他，一副脸皮厚的姿态，又向服务员道：再给我来一份意面。好的，那这位先生呢？我也要一份。我虽然不知道意面是什么，反正妹妹吃我就吃，跟着妹妹都永远不会错。和前一次蹭吃一样，大家围着田可和霍文峰各种追捧，季云熙依旧是埋头大吃，田可则感觉和跑了场马拉松一般，累得虚脱了。毕竟要转移饭桌上所有人对他不利的话题，真的很辛苦。他也庆幸季云熙就是一头猪，食物成功的堵上了他的嘴，这才让即使季云熙似笑非笑的看着他表演，好似一切都看穿的样子，也没有当众揭穿一切。庆幸之后，田可又开始心疼霍文峰的钱了。用餐结束后，一顿饭直接吃了1000多，这放在几十年后都不是小数字。霍文峰这人可真是个有钱人，要是能在工厂外多碰到他几次就好了。季云熙对霍文峰离开的方向格外感叹，再次惹得田可的同学们一致嫌弃。我可不在乎他们对我的看法，做极品就要发挥到极限，不然被骂可就亏了。季云熙不止把刚刚顾子木点了还没动过的泡芙打包，并且对服务员询问：请问国庆没有什么活动吗？我们这桌消费了这么多，应该可以送点什么礼物吧？女士，我们店里的活动就是国庆套餐。可我们消费了这么多呢，我刚刚吃饭注意到隔壁桌都有送新品小蛋糕给他们尝味道的。还是你觉得付钱的不是我，我将来消费不起，不是你们的目标客户，所以我没有。女士，不是这样的，新品蛋糕原本只是有 VIP 的老客户才送的，但鉴于你们这单消费高，我给您送一份。行吧，请帮我打包。薅羊毛他是不会放过机会的。我从没见过这么厚颜无耻的人。最有正义感的女生大声吐槽，原本好些个羡慕季云熙等人免费得了蛋糕的女生都不好意思提起自己心里的想法。小诈，你们家给霍文峰开多少月工资？就这么1000块，他眼都不眨。电子厂的事情我怎么清楚？反正应该挺高的，但他也能干。自从他加入后，厂子里获得了不少海外订单。那么厉害，看起来还有钱。那什么疯的，怎么没自己开厂子？一个弄潮好奇道。按照书里的剧情，霍文峰后期还真的自己开厂了，不止抢了绝大多数的海外订单，还挖走了办公室的核心人员。小诈家里被偷光了才反应过来，害得顾家老爷子直接气得中风。也是和顾子木关系更近一点，季云熙忍不住提醒道：小刘海说的没错，有能力有野心的人是不甘于给人打工的，你还是提醒你家人防着点。顾子木却不以为意，觉得季云熙等人杞人忧天了，而小刘海却恨炸毛。你给我起的什么外号？一点都不阳刚，你看着也比我小，请你以后叫我彪哥。好的，刘海哥。
与这群在普通人眼里是不学好的混混成为了朋友。纪云熙身上的谣言更是多了，甚至超越想靠怀孕嫁给本地人的某女工的丑闻，成为大家嘴里的八卦第一名。而在这个时候，曾经视纪云熙如蛇蝎的同乡们竟然集体凑钱主动请她吃大餐，这可真的是世界奇迹啊！曾经视纪云熙如蛇蝎的同乡们竟然集体凑钱主动请她吃大餐，只因她没往家里写一封信，就能让同乡们的日子苦不堪言。云熙，我记得你从小就喜欢吃糖，我今天去城里买了一些，还有特别好吃的巧克力，都给你。同乡王小芳率先开口，把自己都舍不得吃的糖果递到纪云熙面前。纪云熙先是细细的打量对方，随后又不动声色地扫视了所有人，大家基本上都是有着5分憋屈、3分认输，还有2分不甘的感觉。我似乎想到了一些他们忽然转性的可能性了。心中有了底后，纪云熙依旧装作不知道，大方接过对方的礼物。其他人见同伴送的礼已被收下后，也开始把准备好的东西拿了出来。这样吃的那样玩的，有些手头拮据的，还只能几个人一起拼凑着买。待收完礼物后，纪云熙催着一旁带着防备和不解的纪南寒快点吃，并根本不会过问一句你们给我送礼干啥，甚至还把桌上最贵的海鲜放到自己面前。组织好语言的众人看到这一幕，真是又憋屈又愤怒。我看大家也没什么食欲，不介意我把这盘油焖大虾打包吧。众人的怒气真的快憋不住了。就在这时，送糖的王小芳代表所有人开口了：云熙，你就不好奇今天我们为什么请你吃饭吗？不好奇。纪云熙一句话堵住了他盘算好的所有话，王小芳无奈只能生硬地把话题再扯起来。那你猜猜？我猜我人缘比较好，早上你们也看到了，我都不需要叫车，就往大门口那么一站，一堆人求着我坐车，不像有些人讨价还价，死活都租不了一辆便宜的车，真是倒霉，是吧？王小芳感觉她真的聊不下去了，跟其他人使眼色，希望换个说话代表。但经历在海城这段日子，大家是深知纪云熙现在可比以前在老家的时候厉害多了，因此此时都怂了。王小芳无奈，只能硬着头皮夸了几句，刚又想扯到真正的事情上，纪云熙却抢话了。说起来，不只是坐车，放眼这电子厂，想请我吃饭的人多了去了。今天中午我就跟总经理他们吃了1000多的西餐呢。我也是顾及你们是同乡，就算以前你们白眼狼，看我死了，爹妈就欺负我，但无奈我重感情啊，不然我干嘛跟你们来这种档次的地方吃饭？纪云熙这话可差点把个别脾气冲动的气得要掀桌子了。云熙，当初我们关系不好的时候，我问你借杂志，你想都不想就借了。我从那时候就知道以前误会你了，你其实是一个很好的人。我知道我人很好，这个不用你提醒。王小芳3番几次都没把重要的事情找机会说出来，众人焦急的屁股都坐不住了。同乡江勇直接站了出来。纪云熙，我们请你吃饭，给你送礼，就是希望你以后别写一些乱七八糟的信回老家了。什么？你刚刚说什么？我的信是乱七八糟的信？纪云熙带着一丝威胁的眼神，嘴角微微上扬。不是，在场的不少人异口同声。纪云熙这臭脾气，大家可是见识的够的了。这次就算完成不了任务，也不能多生事端。云熙，你是一个能干的人，咱们同时到电子厂，没多久你就已经住上单间，坐上办公室里。咱们这些泥腿子根本不配和你比。就是，我们这辈子都比不上你。以前不喜欢你，就是因为嫉妒。大家一年到头也吃不了几次肉和糖果，你却能天天吃。大家都是4、5岁就跟着家里干活了，你却能天天玩。是我们没出息，还嫉妒人。云熙，我们已经知错了，以后再也不敢那样对你了。我们也不求你原谅我们，只要你写信回家，别提你赚多少钱，寄多少钱回去后，又提我们谁做了什么花钱或者不认真工作这些事，好吗？你第1封信回家，我爸妈要我上交70块的工资；你第2封信回家，我爸妈直接要我把所有工资上交。你这都可以了，我爸不止让我全部钱上交，还说我是大家伙除田可之外读书最好的，要我2个月升领导。开了一出抱怨的口子后，所有人都真情实感，委屈巴拉的抱怨着，有的说着都哭了。而始作俑者纪云熙呢，扒开壳吃肉，好似在享受的听小故事一样。大致半小时过去了，不少人也抱怨完了，而纪云熙也吃饱喝足的揉了揉肚子。那也真怪我太优秀了，才衬托着你们这些山鸡那么废物。云熙，你说什么都对，我们就是废物，是山鸡，是到处乱飞的狗。为了未来的日子好过，为了不被家里强制喊回老家，纪云熙再难听的话我都能忍。要知道，当初来海城的火车上，江勇和赵刚挨着我左右2边坐时，他可是和赵刚一样嚣张的不可一世。瞅现在，纪云熙脸上的笑容更浓了。
看来这群乱吠的狗成功被我打怕了，真的是一点挑战都没有呢。老板，打包，顺便都给我个塑料袋，我装点东西。季云熙没有第一时间答复所有人，在众人或是失望，或是感觉被耍的愤怒等等目光下，季云熙这才慢慢开口。给家里人写信，不就是写个自己看到的生活琐事吗？当初有些人非要在我面前晃悠，我看到的多了，分享的自然就多了喽。这难道怪我？众人心中自然是责怪，但没人敢说出口。有句至理名言叫做先聊者贱，跟着尬人犯浑，就算你没尬人，也是从犯。怎么你们当初跟霸凌者一起欺负人，如今我能立起来不被欺负了，你们就能无辜了吗？真是够可笑的。云溪，我以前不懂事，是受有些人影响不喜欢你，但我从来没参与过欺负你的事情。一个女同乡急忙表态，所以我在信里写了别人在海城的事情，也没提你的名字。你没惹我，我也没惹你啊。咱们村一同出来的大家，今天绝大多数都来了，那我就好好说说这个理。季云熙眼神变得锋利，大家更是被压制着老实了起来。大家一致不喜欢我的原因之一是我压榨田可，那我请问，我家给他吃喝，给他上学，他一姓田的花我家的钱比你们花自家的钱都多，他主动干活回报我家就成了我的压榨。我哥也是被我爸妈好心救助的，一直给我家干活，就没人说压榨了。众人继续沉默。怎么，曾经不是很会打抱不平吗？现在怎么哑巴了？众人继续沉默。我爸妈死了，赵刚带头欺负我，当初我跟村长告状，你们可是做伪证说我瞎告状，让村长认为我无理取闹，我死了，爹妈活该让你们所有人都欺负我吗？众人依旧没有说话。季云熙慢慢收起怒气，笑道，有些事情可不是一句道歉能解决的，我没收拾你们，让你们滚回老家，那是因为你们父母是我父母庇佑了一辈子的村民。当然了，之前的我就随便玩玩，你们中间有谁觉得已经不堪其扰，想要反抗，那就来和我交手试试。我有能一跃升办公室的能耐，也有一跃让你一无所有，负债累累，滚回老家都活不下去的能力。众人瞬间想到了赵刚此时的处境，一个个更是呼吸都不敢大声了。此时，老板已经把剩下的海鲜都打包好了，包括那份油焖大虾。我和大家也是多年长大的情分，今天就教大家在大都市的几条生存法则。第一条，大都市人心狡诈，可不像老家知根知底的，必须能办成公事才会收礼的。说着，他看了一眼和别人一起凑钱送礼后，又说以后还会重新送礼的同乡。第二条，礼多送可能没有回报，但是没送好可能会有灭顶之灾。被看的同乡吓得打了个寒战。第三条，谁也不是傻子，当面求人跟孙子，背着骂人18代祖宗，这种人最没出息。要知道，在社会上混，就算什么都不做，因为让人看不顺眼，遭遇麻烦也是很正常的，更别说你们这种没出息的废物。想要在海城这种大城市混，你们这群废物还有的学呢。季云熙脑子里很清楚，受到欺负的是原主，他就算对这些人没恨意，也不可能帮原主原谅他们。众人钱花了，海鲜没吃到几口，找了顿骂，事还没办成，大家都沉默地坐在位置上消化季云熙的话。哎，老板，刚刚那小姑娘瞧着还有点能耐的样子，你知道她是哪个厂里的人？回头我挖去我厂里干活。好像是顾家电子厂的人，听说小年纪才干流水线，1个月不到就直接把人顾家唯一的大学生的职位给抢了。那大学生离开咱们新平村时哭了一路，所以但凡在顾家的电子厂干活的人都知道这事，他可是名人。哟，那还真厉害，那我能挖到就更好了。原本已经憋屈到极限的众人更是情绪复杂了。这位先生，你怎么就知道他有本事了？咱们2桌离得那么近，刚刚你们说的话我都听到了，就不说别的，一个人单挑你们一群人，最后让你们吃亏，果真有本事。难道你不觉得他连同乡都这么戏耍，很过分，很恶毒吗？中年男人听江勇的话，忽然哈哈大笑起来。人家小姑娘说的对呀，你们想在大城市混还有的学呢。说着，中年男人又找上了海鲜店老板打听季云熙的事情。吃了哑巴亏后，众人更憋屈了。海鲜已经被季云熙2兄妹吃个精光，众人再饿，只能捂着肚子往厂里赶，希望能赶上晚饭。惨，他们是真的惨。傻子哥哥把女工的肚子搞大了，这在季云熙看来纯粹就是天方夜谭。可当女工有理有据地把事情说出来后，他才意识到，原来早在3个月前，傻子哥哥就掉入了别人设计好的圈套。听说你肚子里的孩子是我哥的。小妹，我和你哥瞒着你私下接触是我们不好，但是事情如今已经变成这样，我因为怀孕，领导也不让我继续工作了，这是你们老季家也应该负责的，是吧？
首先，我可不是你什么小妹。其次，你说和我哥私下接触，什么时候？你详细说说。其实你们刚进工厂，我和南韩就认识了。我无意间遇到南韩和赵刚一伙偷偷打架，当时季云熙听到打架，下意识看向季南寒，知道自己犯错的季南寒头低得更低了。后来赵刚他们走了后，南韩还特意叮嘱我不能说出去。从那时候我们就认识了。再后来，季云熙淡定地听着他诉说和季南寒的感情深入，在他隐晦害羞的讲完后，季云熙依旧冷漠开口：“你说你可怜我哥哥被欺负，总是偷偷帮助他，又说你因此和他日久生情。那假设这是真的，请问你什么时候和他发生关系的？”魏红梅没想到季云熙会当众这么直白的询问，顿时脑子都空了。你一个姑娘家怎么问这些事？魏红梅，咱们可是一个宿舍住过一段时间，虽说咱们也不熟，但宿舍里的乱七八糟谣言我也是听了一些的。魏红梅脸色不好了。你什么意思？你是说我在外面乱搞，然后诬陷你哥的？我可没这么说，你非要这么想我也没办法。只不过咱们厂子流水线一天得干10多个小时，再除去我哥在南宫宿舍睡觉休息的时间，一天内也没多少时间在外面。这点时间他基本上跟我在一起更多，因此我也得看你们的时间对得上对不上。魏红梅脸色铁青，似乎在忍受羞辱的怒意，偏偏漂亮的脸蛋上挂着泪珠，又显得我见犹怜。她环顾田三叔等人，见他们集体沉默，那种委屈感更浓了。好一会她终于开口了，而且还真的有凭有据。8月放假那天，我记得那天你们出去玩了一整天，回来后还给了南韩50块生活费。那时候很晚了，他送你回宿舍后还特意等我回厂里。其实在更早之前他都会等我，每次都会送我回去后才回宿舍。那天我们在外面逗留了一段时间，然后那晚我们没回来，你不信可以去打听。季云熙从进来之前是很自信，季南寒是被因为脑子不好被当冤大头用，但对方很多有理有据的事情说出来后，他也懵了。他不想再听魏红梅的叙述，直接对田三叔申请道：“三叔，我想单独问问我哥。”田三叔对此事也极为担心。你好好问问，这可不是小事。魏红梅确实有些担心。你该不会暗地里教唆他不承认吧？我可没那么下作。说吧，到底是怎么回事？妹妹，我真的不知道他会这么坏。之前他帮助过我，我以为他是好人。那你们认识我怎么不知道？他帮过我后，我都不知道他叫什么。刚到厂子那天，赵刚就带着同乡们打我，就是那次他帮了我，我害怕你知道，让他不准说出去。他说他每次去镇上玩，回厂的路上有一段没路灯，他不敢走，只要我每次去接他，他就不和你说我打架的事。那过夜呢？那天我接他，他非要让我再跟他去镇上一趟。去了后他说有事情要做，还给我打了个房间休息，说等他办好了就喊我一起回去。他说答应他去了后，以后再也不会使唤我去接他走没路灯的路了。季云熙听完季南寒的说辞，更是迷糊了。我怎么有一种对方就是冲着哥哥来的感觉呢？哥哥是长得不错，但问题是就他这坏了的脑子，一般女生也看不上，更何况是魏红梅这样漂亮有资本的。而且就算是看中了现在我们兄妹的条件，可8月的时候，在大家眼里，我们也只是大山出来的穷乡巴佬啊。在他们毫无可图的情况下，魏红梅非要撒谎，唯一的可能就是知道自己怀了，想找个老实人。可就算这种情况，她那么漂亮，怎么也能找到一个条件更好的老实人啊？去了镇上，他就给你打了个房间休息，什么都没做，有没有什么不同寻常的？我跟他去时，他和开小轿车的人小声说话，说的是霍总经理他们口音的话，我听不懂。但那个男的看我就好像人贩子一样。季南寒叙述时十分严肃认真，丝毫没觉得把对方比喻人贩子是夸张的口吻。我知道了，不管那个陌生的港城人和魏红梅是什么目的，明面上的哥哥和魏红梅就是大半夜出去，然后开了房，第2天回来了。要真是这个情况，那问题可就不好解决了。云溪怎么样了？到底是什么情况？季云溪简单的把真实情况说明，田三叔顿时也皱起了眉。现在玩得疯的小姑娘脑子还真够好使的，早早就找了咱们家南韩当冤大头，这情况还真不好处理。让我洗，让我去洗算了。忽然，办公室里传来魏红梅的尖叫声和桌椅的磕碰声。三叔，魏红梅确定怀孕了吗？管他的那个拉长凭经验说的，他也承认了。你别担心，他不就是想利用南韩得到什么吗？我去跟他好好谈谈。三叔，不用麻烦你，这是我有法子。
您在厂里还有整个新平村都和不少人交情深，您帮我查一下魏红梅所有信息就好。说着，季云熙带着浅笑直接进了办公室。田三叔一时摸不准季云熙的主意，脑子也都是空的。从这段时间的相处来看，季云熙是个聪明机灵的人，想来是真的找到了什么法则。魏红梅的日子不好过喽。怀孕女工下套让傻子哥哥当接盘侠，季云熙3巴掌教他做人。别闹了！季云熙对着大哭大闹的魏红梅道：“你的情况我也了解了，不就是想要进我们老季家的门吗？我同意。你说的是真的？真的愿意让我和南寒结婚？这人虽然是傻子，但他真正的身份是我一辈子都触及不到的，我必须要赶快抓住坐实，这样哪还需要钓男人？靠着这傻子就能享尽荣华富贵。”魏红梅眼睛都亮了，立马抓住机会。你既然答应了，那我要马上和他办理结婚手续。你也是女人，你应该理解，这肚子不等人。我必须趁着季南寒的亲人被带来之前成为他的妻子，这样才能名正言顺地跟着他离开。季云熙见他激动的样子，嘴角笑意更浓了。我是说同意你进门，但可是有要求的。什么要求？第一，我们老季家都是以我为尊，以后你不只得伺候好我哥，也得伺候好我。以后每天记得来我的单间宿舍洗衣打扫，1日3餐必须在我下班时送到我手上，当然饭也得是热乎的。魏红梅知道季云熙脾气不好惹，但真正接触才发现他这般极品是真不讲理。反正她又不是季南寒的亲生妹妹，甚至将来季南寒被出国的有钱父母接回后，还不一定会带着她。行，我同意。第二，老季家的钱袋是我管的，以后你的工资必须上交，除了固定给我和我哥买饭菜的钱，你要零花钱就自己加班赚。魏红梅简直恨不得当场咒骂季云熙黑心肝，但还是敷衍答应了。此时在场的田三叔夫妻还有那位拉长都看懵了，季云熙这操作简直是把恶婆婆的极品学得有模有样。第三，我老季家人丁稀薄，你要进门传宗接代，给老季家生儿子是你的使命，所以你得先生出儿子，才能有资格去扯结婚证的。季元熙，你不觉得你太过分了吗？怎么，我这胎不是儿子就不能进吗？你一女的怎么也这么重男轻女？这就是我家的规矩。还有啊，我家在我们老家可是有地位的，你这种女人能嫁进来，必须给4大件。魏红梅是彻底被季云熙的极品气笑了。你让我陪嫁4大件，那你们给多少聘礼？没事吧？你没事吧？你真的没事吧？你现在都揣着身子没人要了，就这种水准的赔钱货还想要聘礼？季元熙，你这女人良心被狗吃了。魏红梅明明清楚自己只要等季南寒亲生父母来，就可以不管季云熙这些屁话，但此时此刻还是被气得不轻。季云熙直接对魏红梅就是1巴掌。我老季家的规矩，不准在我面前这么无理。念你是第1次，这次就算了，再有下次，我让我哥拿着棍棒揍你。魏红梅更是憋屈了。季云熙刚刚的长乖可没有留力气，他的脸都被打得火辣辣的。这叫什么？这次就算了。季云熙靠着极品直接把局势碾压住了，顿时满心愉悦。他抱着手，带着傲气地看着魏红梅。咱们电子厂可是正规的厂，按照规章制度，妇女怀孕是不会被辞退的。结果你这肚子都还没带多少，就惹出这幺蛾子，那你得多拖你们生产线的后腿。我现在就以老季家当家人的身份命令你，现在马上立刻去跟你的拉账道歉，然后滚回你的工位老实干活。以后你们还得养孩子呢，除了临产那月，其他月份敢给我偷懒试试。季元熙，你别得寸进尺。季云熙反手又是1巴掌。当我的嫂子就得守我的规矩，你要是不听话，那我就教训到你听话为止。魏红梅破防了，当场嚷嚷着她敢再打人就找叔叔。于是季云熙又给了她1巴掌。如果你在刚刚之前找叔叔，那我还算是欺负人。不过我已经同意你进门了，我们这属于家庭矛盾呀，我的好嫂子。季云熙带着危险的笑意，特意喊了她一声嫂子。魏红梅被季云熙碾压着无法翻身，但说不出一句自己不嫁了的话。她咬着牙，带着怒气：家庭矛盾是吧？当我不会打人嘛？就在魏红梅往季云熙扑上来时，季南寒眼疾手快，挡在了季云熙面前。他趔趄的差点摔在地上。季云熙一脸得逞的坏笑：都说了，我这都算轻的，你不老实，我让我哥揍你。魏红梅除了哭，她没有任何办法。嘴巴是聋了还是耳朵是哑了？道歉，赶快给你的拉账道歉，然后赶紧去给我赚奶粉钱。田三叔3人目瞪口呆地看着这一幕，甚至在魏红梅被吓得只能照做的跟拉账道歉时，对方拉长都还是懵逼的状态。直到魏红梅抹着眼泪往车间里面走去，3人才后知后觉地回过神来。搞定了，三叔不要忘记帮我查信息哦。
季云熙丢下这句话，便带着季南寒潇洒地离开了。秋池，田主任，你们家这小侄女还真不好惹。唐秋池不好意思地大笑了一下。现在我才知道，这丫头真要是对付起人来，手段可比我厉害多了。以前我故意刁难她，她也没啥表示。现在想来，许是人家不愿跟我计较罢了。云溪怎么说也是电子厂的名人，因此连带着季南寒是一直都很受关注的。其实早在季云熙兄妹俩开始吃香喝辣的时候，就有女工私下偷偷开玩笑，季南寒除了脑子不好，无论是相貌还是能力都没话说，甚至在家境上，就算是大山的，不也有一个当主任的三叔和坐办公室的妹妹？要是能嫁这样的男人，绝对比一些下班就去鬼混的男人好不知道几百倍。如今终于有女工做了他们开玩笑的假设了，大家这才发现设想的一切根本就是奢望。那季云熙是疯了吧？真的这样对魏红梅的？人家还大着肚子呢。我今天亲眼看到季云熙催魏红梅去他单间帮他洗衣服，不像是开玩笑。魏红梅这么漂亮一女的，多少条件好的男人，甚至是电子厂的领导都对她有意思，结果她一本地人居然选了个傻子，还被这样对待，她怎么能同意那些要求的？谁知道呢？许是魏红梅故意散播有利于她的消息，她未婚先孕后被小姑子欺负的事情被不断的发酵传播，季云熙彻彻底底的成了奇葩极品。没过多久，田三叔终于通过各种人脉查到了魏红梅非嫁季南寒的目的，这还没来得及跟季云熙说，魏红梅等待的人就来了。怀孕女工下套让傻子哥哥当接盘侠，即使被小姑子百般刁难也没一句怨言，因为他知道在傻子哥哥被家财万贯的亲生父母找到时，他就可以野鸡变成金凤凰。一个穿着精致的中年女人在电子厂领导的指引下走了过来，一眼就认出了季南寒。孩子，我的孩子，我终于找到你了。他看着季南寒饭盒里简陋的饭菜，心中难受极了，恨不得立马把世界上最贵的食材做成珍馐美味送到他面前。不过他的热情却让不明情况的季南寒产生防备，下意识躲开了对方的触碰。女人有些伤心季南寒的小动作，视线落在季云熙身上时，立马变得有些冷意。你就是季云熙吧？对方打量了季云熙一番。我是你哥哥季南寒的亲生母亲，几经周折才找到他。季云熙愣了好久，不止惊讶傻子哥哥的亲生父母家底竟然这么厚，更惊讶魏红梅之前非季南寒不嫁的举动。就算傻子哥哥的父母找人，也应该是找到老家才能有踪迹啊。那魏红梅是怎么提前知道这一切的？思考不出答案，季云熙也礼貌地回应：你好，请问你有什么证明来证明你是我哥的亲人吗？季云熙询问时，季南寒本能地往他靠了靠，亲疏远近表现得很明白。孙艳霞对此十分不满：我自然是确定了他是我儿子才会来接人的。孙艳霞对季云熙道口吻不算太好。我打听过，我儿子在你家过得并不好，你从小欺负虐待他，不过是当一个佣人在用。凭借这些，我应该告你们家虐待的。但再怎么说，的确是你们家养育了他。在此之前，我的助理已经在你们老家和你奶奶谈好了曾经的收养费用，结算并且偿还了。孙艳霞的话直白中带着威慑力，那气势让一旁的电子厂领导都有些被吓到。但季云熙可不是被吓大的。哦，你先把你是我哥亲妈的证明摆出来，再谈其他的。还有，你要偿还恩情，就请你客气点，别一副好似对我开恩的样子。季云熙从不是一个热脸贴冷屁股的人，对方一上来就对他表达出不满，他可没那么好的脾气。孙艳霞更是恼怒：你还真如传闻中那么心思歹毒？我没心情在一个陌生人身上浪费时间，在你能拿出证据之前，请不要打扰我的工作。哥，咱们走。季南寒带着防备和敌意瞪了孙艳霞一眼，才对季云熙点头回应。站住！孙艳霞怒喝一声，身边的保镖直接排成一排。季南寒立马感觉到危险，把季云熙护在背后，一副做事要和保镖们打架的态度。你们想干什么？儿子，你……孙艳霞有些恨铁不成钢。你怎么这么傻傻的被这女人欺负？季南寒防备更甚。就在这剑拔弩张之际，田三叔终于赶来了。他大致是清楚一些情况，先是让孙艳霞叫退了保镖，随后让孙艳霞和季云熙兄妹去会议室谈。孙艳霞同意了，在一群保镖的跟随下，十分有气场的往会议室去。飞快想来，插一脚的魏红梅异常激动。这下恶毒的季云熙碰到钉子了，而我飞黄腾达的机会终于来了。云熙，怪我没及时跟你说情况，但你这孩子平时也知道轻重，怎么遇到魏女士闹成刚刚那样？她是你哥的亲妈，你这闹台江真的不太好。
往会议室去。田三叔小声的劝告。面对田三叔的他父又有实力就要懂得识趣的建议，季云熙对此很不认同。三叔，首先我不是一开始就对他这种态度的，其次本来有些事情就得弄清楚才成。咱们就假设我哥有一个财富难以想象的亲生父母，一切也有太多不确定了。万一这只是跟魏红梅一样想利用我哥捞钱的人呢？还有，当初为什么丢下我哥，现在为什么又来寻找？万一是人到中年，丈夫找了更漂亮的女人，他想把我哥当豪门争宠的工具呢？您可看到了，来接人的就他一个，我哥的亲爸呢？季云熙小声地说着各种有可能的猜测，这让田三叔都无法反驳的惊叹他的缜密。你这孩子是我这辈子最看走眼的，看似不着边，但比我这大老苏懂得多，也想得多。三叔，这件事我有数，季南寒是我哥，我会为他把控一切前提因素，确定对方没有对我哥不利的情况，才会让他去选择。来到会议室，任由孙艳霞多强烈的气场，或是拿出多少投资砸工厂，让工厂领导给季云熙施压等等，季云熙依旧顶住压力，一步步来。首先要求是做亲子鉴定，然后是需要提供他们家的各种信息，包括是如何找到季南寒的。孙艳霞见季云熙油盐不进，虽然碍于季南寒对季云熙的袒护，只能答应，但还是不情愿的。季云熙，我是来认回我儿子的，你以为闹腾这些能改变什么？季云熙还没回答，之前对他忍无可忍的魏红梅开口道：婶子，季云熙人品不好，这全厂子的人都知道。我看他就是怕捞不到好处才搞这些，就比如什么要亲自盯着做亲子鉴定，怕鉴定被搞小动作的理由。我看他就是想利用您先跟着去港城，然后想办法彻底赖上你们家。季云熙对魏红梅这苍蝇无语极了。喂，这里有你说话的份吗？季云熙，我可是南寒未来的妻子，怎么没有我说话的份？孙艳霞也是了解一些情况的，知道魏红梅也不是什么好东西，两人吵架自然谁也不帮。而这次的商议因为季云熙的苛刻要求而暂时宣告失败。商议结束后，季南寒就被季云熙带走了。婶子，季云熙最会给南寒洗脑，让他忠心耿耿了。您可不能让他们单独说话，不然他一定能哄着南寒给你提要求。孙艳霞对魏红梅过于的亲密和热情十分反感，请叫我萧太太或者孙女士。还有，在你和南寒的事情调查清楚之前，请你认清自己的身份。季云熙把季南寒带回了单间宿舍，一点点把事情掰开了，揉碎了跟他解释事情的来龙去脉。哥哥，你听懂了吗？季南寒好似 CPU 被烧了，好一会才有一丝反应。妹妹，我不要亲爹吗？我就要妹妹就够了，而且我讨厌他，他总是凶妹妹。季云熙感觉心头一暖，这个哥哥没白疼。咱们现在还不知道他们是不是好爹妈，不能立马做判断。万一他们是真的很思念你，你不在他们身边的20年，一直想方设法想找到你，对你好。若是这样，哥哥你是可以考虑的。血缘上的感情，还有财力上对季南寒的帮助，我都比不上对方。虽然我是很舍不得季南寒这个傻乎乎的哥哥，但为了哥哥好，我就应该告诉他什么是最好的选择。季南寒摇着头，早在妹妹变成对他超好的妹妹了后，他就认定要一辈子和妹妹生活在一起。我不走，我就要妹妹，就算亲爹妈多好多有钱，都不及妹妹在我心中的万分之一。为了让失散多年的儿子回到身边，富豪亲妈设计让原本亲密无间的季云熙兄妹俩产生隔阂，最终分道扬镳。季云熙看着孙艳霞送来的资料，还有让顾子木调查的信息，倒是很惊讶。哥哥这亲妈虽然看着不好相处，找孩子的确是认真的。那你是怎么考虑的？既然事实证明我的考虑是多余的，那我也支持我哥认亲。顾子木圆圆的眼睛似乎在探究季云熙的情绪。那就让你哥离开，你们关系那么好，你不难受吗？询问后，他倒是有些惋惜。你前段时间托我去技校弄的名额都弄到了，报名费都交了，就等着下一个班开班，你哥就可以去学了。可我现在能给他最好的未来，就只有让他去技校学习，以后靠手艺过活。而他亲生父母不只能让他一辈子躺赢，更是能找全世界最权威的脑科专家帮他治脑子。顾子木很赞同季云熙的话，但是心中还是略微觉得遗憾。你说我们这样优秀的人，是不是都是这样？怎样？就是总是被人误解和嫉妒啊！你看，就因为我家有钱，我随便就能自己开一个计算机方面的小公司，大家就嫉妒诋毁我是个废物。你看你，就因为你比其他女的聪明能干，大家都说你长得丑，还勾引人，还说你贪婪恶毒。哎，优秀的人承受的嫉妒真的太多了。顾子木这自恋的发言真让人无语，不过至少他是在夸我，虽然我不想说谢谢。宿舍门被敲响，来的人是孙艳霞的助理。季女士，我代表太太来跟你谈一些事情。顾子木和季云熙对视了一眼，随后从椅子上起来。那我先走了。
季云熙点头告别，顺便给助理倒了一杯水。季云熙的单间卫生还是很不错的，只不过屋里很多物件都十分陈旧。孙艳霞的助理一副嫌弃卫生的高傲姿态，当然也或许是一个归国华侨见到贫寒环境的自我优越感。毕竟80、90年代，甚至千禧年后，很多崇洋媚外的人都是如此。季云熙也不惯着谁，对方不喝水，他直接把水杯拿过来自己喝了，然后独占凳子，让对方站着和他说话。我不能和这种没素质的乡下村姑一般见识，完成太太交代的任务要紧。思考后，助理直接拿出好几叠100元大钞。原本以为能看到乡下村姑没见过世面的惊吓样子，却没想到季云熙还是那副臭脸。5万都还不能堵住她的贪婪，这女人还真够有野心的。这是太太给你的一点心意，只要你能说服少爷不要对太太产生敌意，并且跟我们回国，5万也只是定金而已，事成之后少不了你好处。华国的情况我这些天也了解过，普通人拥有1万元的财产都是大名鼎鼎的万元户了。我们给的定金也是能让你成为5个万元户的水准。看来萧太太还真够阔绰呢。一切都是为了少爷，太太才愿意屈尊，并且对你一而再的忍让。所以季女士，这是你最有利的选择。这些年，华国不少人都很向往更发达的外面，我猜你也是如此。但你就算靠少爷去到国外又如何？你这些天的行为可是彻底得罪了太太，你觉得你去了能好过吗？季云熙有些厌烦和孙艳霞助理这样崇洋媚外的人打交道，回去告诉萧太太，我会劝我哥回去的。并且你们也放心，我不会跟着去国外。季云熙给出自己的态度，而他并不知道孙艳霞他们的手段不只是给他送钱，还有安排了季南寒用对讲机在不远处亲自见证他的真面目。孩子，真的不是我对你妹妹有偏见，你单纯善良，对她一心一意，但是她却为了点钱就立马愿意利用你。季南寒眼神委屈的都要哭了，一句话都没有说。妈妈长了你好多年，来接你回家是想让你过上更好的生活。你是妈妈的宝贝，就算这样，你还舍不得你妹妹，妈妈也可以带她一起出国。季南寒对孙艳霞的亲昵很不适应，委屈的直接跑走了。我愿意我哥回去只有2点：一来，我的确没发现萧太太对我哥有什么企图；二来，他们家的确资产雄厚，我哥回去后能有更好的人生，仅此而已。对讲机里，孙艳霞听到这话不由眉头微蹙。而宿舍里，孙艳霞的助理也只是带着轻蔑的笑容，微微颔首应了一声，似乎是表达我知道你无私的态度，但我就是不信。季云熙并不想跟对方多解释什么，把钱收起来，赶快滚。季女士，您能照做就好，这钱你也别不好意思收，这可是华国很多人一辈子都挣不到的。你这二狗子在国外待了几年，是连中文都听不懂了吗？我让你拿着你的钱滚！你在外面为了点钱当狗当习惯了，真当我们国内的人跟你一样见钱眼开？助理怎么说也是大企业工作的，就算是在国外被种族歧视，回到华国还是自动觉得自己高人一等的。如今被这样羞辱，如何能忍？季女士，我可是华尔街精英，请你注意自己的修养。不好意思，我对二狗子这样的牲畜不需要修养。季云熙颇为不耐烦。原本我还觉得我哥回到萧家是好的选择，你这种到处乱飞的牲畜倒是让我对这件事动摇了。5秒内给我滚出去！季云熙，你这村姑算什么东西？助理话还没说完，季云熙直接拿起桌上的钱就往他头上砸去。怎么说，对方也是文化人，习惯了靠虚伪的嘴皮子处理事情，结果遇到季云熙这种油盐不进还要动手的人，嘴皮子再利索也是没用的。在对季南寒的未来有了理性的最优选择后，季云熙一直想找机会跟季南寒好好谈谈。不过他也不知道怎么了，季南寒忽然就变了，他不会拒绝和孙艳霞的单独相处，并且母子之情不断的增温。他也忽然莫名其妙对季云熙冷脸，这总让季云熙有一种错觉。哥哥是不是也听信了什么谣言，觉得我在利用他达到什么目的？可偏偏至此之后，直到季南寒做出来选择要跟亲生母亲回家，直到孙艳霞包下机场，带着季南寒要坐私人飞机离开，季云熙再也找不到一个两人可以单独说话的机会。季南寒离开这天，孙艳霞一行人的派头比来的时候更甚，而曾经的傻子农民、流水线工人，季南寒已经被一群保镖包围保护，不是周围那些普通人再能接触到的存在。看着这场景，一直想找机会跟季南寒说清楚问明白的季云熙，一声歌都马上到嘴边了，到最后还是没有发出声音来。季云熙站在看热闹人群的最远处，明明很不容易被发现，被保镖包围的季南寒却一眼就找到了他。两人四目相对，似乎都有想对对方说话的想法。可就在这一瞬间，季云熙只能突破重重阻碍和他对视。忽然他释怀了和季南寒的分开。
其实他一直设想的都是先建议季南寒选择更好的生活试试，即使相隔万里，他们也要一直保持联系，万一他过得不好，随时可以回来。可到了现在，他清楚了一件事，季南寒选择后，他们已经不是一个阶层，不是一个世界的了。哥，保重吧。季云熙小声嚷嚷，随后转头离开了。季南寒远远地看到他绝情转身的一刻，眼泪都快出来了。他恨不得立马冲上去拦住离开的季云熙。南寒，走吧，咱们回家了。你爸还有弟弟妹妹都在等着你回家呢。傻子哥哥被家财万贯的亲生父母接走后，季云熙的生活也不得安宁。孙艳霞离开前投资了电子厂上百万的资金，其中有一个条件就是要辞退和他作对的季云熙。季云熙，你不用担心，电子厂是我家的，你那傻子哥哥没良心，但我讲义气，我就算拼了被家里人揍，也会保住你的工作。小胖子，要是顾子木被揍或是失败了，我请你去我小卖部干活，虽然工资没你现在坐办公室多，但是也能让你吃喝不愁。面对顾子木和涂文彪的关心，季云熙很是感动。你们放心，没有电子厂的工作，我还有其他赚钱的工作，饿不死。顾子木显然觉得季云熙这话是碍于面子而已。其实你也可以跟着我干，自从我从你这学到更多计算机的知识后，我的计算机公司就已经更进一步了。你之前不是说计算机是未来的风口吗？的确是风口，但是你现在的能力真的欠缺不少啊！我就半吊子，你学了半吊子的半吊子，要是真想搞计算机，我觉得你最差也要去港城进修一下。说着，他忽然心里有一个主意。顾子木，要不你当我金主吧？那啥，我只是把你当朋友，你还是不要都基于我的身体为好。怪我没说清楚，我的意思是你当金主投资我的事业。正所谓鸡蛋不能放在一个篮子里，你们家虽然有钱，但是你爷爷年纪大了，力不从心，你爸说实话也不是个做生意的料，而且你们家还有一个霍文峰，跟狼一样虎视眈眈，虽然现在工厂还是数一数二的出口厂家，但是万一呢？你说是吧？顾子木挠了挠头，他是第二次在季云熙嘴里听到霍文峰会对他们家工厂有威胁的话，他真的不知道季云熙是基于什么这么觉得的。再说说你那水翻天的计算机公司，说公司都抬举他了，顶多一工作室，而且就算计算机是风口，你现在也没有巨额资金和优秀人才支撑你的创业。你就这么不看好我创业吗？顾子木忽然有些委屈。我没这个意思，我就是建议你投资我帮你赚快钱，让你能有更雄厚的资金实现梦想。顾子木防备似的身体往季云熙离了一些距离。我怎么觉得你在忽悠我的钱？哈哈哈，小胖，我怎么觉得你忽悠人的本事下降了呢？虽然被大家认为是忽悠，可季云熙这次真是认真的。我没开玩笑，等一会回去我做好投资报告书，一定会让你看到投资我的价值。如今我那本结婚当天的小说也算是在城市范围内爆火了，版权还在我手里，要是有足够的资金，我可以靠着自己的版权杀进影视圈。顾子木本来百般不愿意的，但谁让他是对朋友最义气的人呢？只要能安抚他最近受伤的情绪，损失个100来千把块让朋友开心也无妨。只是他并不知道，季云熙打他这块肥肉的主意可是5位数起步。金主和投资的事情没谈出什么结果，顾子木载着季云熙去城里玩了，坐着摩托，迎着微风，季云熙看着经过的海城大学，心中忽然多了一个小目标。我要考大学，拿文凭，就像我刚刚劝顾子木那样，鸡蛋不能放在一个篮子里。有了文凭，就算影视梦想实现不了，我也能去吃国饭。要知道，这个时代的人不会遭遇延迟退休，并且退休金还是很香的。我决定了，我要考大学。季云熙心情开朗地喊道。顾子木无奈地叹气。季云熙最近真的是被逼的精神不正常啊。有了理想和目标，季云熙感觉自己的人生都有了方向盘一般。厂里在考虑开除的他的时候，他已经一边准备着给顾子木的影视投资书，一边为明年6月的高考做准备。在全电子厂的吃瓜群众都等着嚣张的他被厂里开除的时候，开除的命令最终还是没有成功下达。从顾子木那，季云熙得知了消息，萧家放过他了。要知道，季云熙快被扫地出门的时候，那些以前得罪的同乡，还有嫉妒他的人，恨不得当着他的面嘲讽讥笑。如今事态扭转之后，好些天，那些他眼熟的碎嘴子们都不敢出现在他的视线之中。小卖部里，今天是季云熙第一次给原主的奶奶打电话，打的是村办公室唯一的电话。原主和奶奶关系极好，季云熙也是怕露馅，之前一直都给对方写的信，想尽可能迟一点和对方接触。云熙呀，你在沿海都坐办公室了，好好的，你考什么大学？
电话里，季奶奶听了季云熙请求帮忙去学校处理学籍的事情，十分的疑惑。奶奶，我这坐办公室了，也就只是碰到机遇了。我文化程度还是低了些，得有文凭才能干得长久，不然容易被辞退。听到被辞退，季奶奶是真的紧张了。外面的厂子这么不靠谱啊，那奶奶去帮你办。可是乖孙女，奶奶一直觉得你以后有大出息，但是你这读书成绩……季奶奶都不好意思打击季云熙，季云熙也听懂了她的犹豫，直接说了一套沿海师资力量好，她还准备找老师1对1辅导的事情。季奶奶见季云熙那么有信心，心里也有底了。唠了好久，季云熙倒是想起一件疑惑的事。奶奶，哥的亲妈是怎么找到咱们家的？你娘那不靠谱的娘家带人找来的。当年你妈的葬礼，他们都懒得来参加，这次就跟条哈巴狗一样，带着一群穿西装的来。我就不明白了，他们说我虐待季南寒那臭小子。村里多少人卖儿卖女，你爹妈还无偿收养一个脑子不好的，供他吃供他喝，难不成得当大少爷养着？季云熙听着季奶奶的抱怨，思绪陷入了回忆。忽然，季云熙像是发现一个细节：原主母亲姓魏，这提前知道情况的魏红梅，该不会是原主娘家的什么亲戚吧？1周后，让他甚至很多羡慕魏红梅攀上富豪的女工们惊讶的是，原本谣传要跟着季南寒去国外享福的魏红梅回来了，并且灰头土脸的继续做着普通女工的流水线工作。这天一早，季云熙迷迷糊糊的起床出门，一打开门就迎来魏红梅扑上来的热水。好在季云熙眼疾手快，用门挡住了，可右手的手臂还是被烫到了一些。都怪你，要不是你，我这辈子就可以彻底改变了，我的人生都被你毁了。魏红梅，你有病吧？你自己未婚先孕，还想赖在我哥身上？你真当人家有钱人是傻子吗？你的人生是被你自己毁了的。就是你，要不是你阻拦，我的计划能那么不顺吗？之前给你的教训还不够，现在又敢在我面前晃悠了。如今所有梦想破灭，魏红梅对季云熙也没了顾忌。疼，我好疼！季云熙，你怎么这么恶毒，竟然欺负孕妇？季云熙抱着手冷眼看他。我给你3秒，要么你滚远点，要么我去把你孩子爹的老婆喊来。魏红梅像是没听到，继续嚷嚷的喊疼。海城的女孩子虽然性格普遍温柔，但被插足的妇女可不会那么有礼貌。到时候那位大姐气得带亲友团来打小三，我不只会在一旁看戏拍手叫好，还会喊认识的本地婶子一起帮忙。你现在这么激动，一定很想试试吧？干嚎的魏红梅瞬间安静了，她看向季云熙的眼神恨意更多了。季云熙，你真够歹毒的。谢谢夸奖。你不就是仗着在电子厂有点关系，现在嚣张以后总有让你哭的时候。是吗？虽然我家三叔和你孩子爹是平级同事，可这厂子未来的老板也是我靠山，所以将来你只有看着我在厂里嚣张的样子。魏红梅气得发抖，季云熙瞥了他一眼，手上被烫伤的位置还是很疼，他直接把门口还没倒掉的半桶水泼了他全身。魏红梅，我这人睚眦必报，今天也是看在你怀孕的份上，我还你的1桶水没烧开，要是再有下次，直接把你丢进烧开水的锅里，我都干得出来。本来是来宣泄怨气的魏红梅瞬间就哭了出来，不知是被吓的还是委屈的。季云熙也不想再欺负一个孕妇，出了气就离开了。季云熙一上午找了好几个辅导机构，最终对一家最为满意。同学，1节课试听下来感觉怎么样？我们的老师除了各种权威教授，很多高考名列前茅的老师也能教你各种高考提升成绩的方法。年轻销售热情地介绍着，瞧着他朝气蓬勃的样子，将来也是海城大学的兼职学生。我对你们的辅导班挺满意的，不过我的需求是1对1帮我冲刺高考，我倒是不要求辅导老师什么专家教授的水平，高考状元就可以。当然，若是你们辅导班有才从温省考上大学的老师更好。我们补习班有一个温省的，但对方是刚进来的，在教学上可能还是比较生疏的。您看您要不要选择能力更出众的补习老师，比如我们主打的状元老师？我准备考理科，那位刚来的温省老师是文科还是理科？成绩水平怎么样？我想先上1节这位老师的课，了解一下温省高考的信息，再考虑高考状元。毕竟同省市的，在对各自省市的高考深浅和方向也把握得准一些。这位老师虽然不是状元，但高考成绩也不差的。同学，您非要上1节他的课，我就去申请一下，价格自然也会便宜很多。同学，您要求的1对1老师已经来了。这位老师姓田，最擅长的是物理学科。在销售女生的介绍下，季云熙和田可都愣住了。田老师，这是约了你课的同学，你跟这位季同学介绍一下。季同学。田可这才回过神来，带着一些玩味的口吻重复了那3个字。季云熙脑子里此时只出现一句冤家路窄。
抱歉，我觉得这个老师不太适合我。我现在想约之前你推荐的理科高考状元的课。季同学，这位田老师是有什么不太让你满意的吗？他们辅导班是有规章制度的，这已经约了，现在忽然退是对老师们有考核的。季云熙正准备开口胡诌一个理由，田可却抢先说话了。云熙，我觉得我的水平教你绰绰有余了，你找高考状元实在是大材小用。有没有大材小用，似乎跟你没关系吧？你不过也是在这个辅导机构打工兼职的。我是靠自己的知识堂堂正正的赚钱，我不明白你凭什么用这种看不起人的口吻？你觉得你一个辍学的人有什么资格这般傲气？我有钱，我爱花钱，请哪个辅导老师是我的自由。我找高考状元甚至教授来教我1+1=7都是我的自由。真是可笑，我是真不知道你有什么勇气要重新考大学的。作为同乡，我还是好心提醒你，你再学10年都考不上。一旁做销售的女生见两人吵了起来，这下才终于后知后觉地发现问题。就在女生思考该如何阻止这场争执的时候，季云熙开口问她：你们辅导班的老师这样的素质，当众呛来辅导的学生考不上，这是可以投诉的吧？季同学，你和田老师是不是有什么误会？无论什么误会，愿意花钱来上辅导班的也不是成绩优异的，更不是天才。作为一个辅导成绩薄弱学生的老师，却这般瞧不起甚至羞辱差生，这跟端起碗吃肉放下筷子骂娘有什么区别呢？原本还想缓和局面的女生这才发现问题的严重，也急忙对季云熙道歉，然后她又提醒田可道：田可，不管季同学私下成绩多差，或者你们有什么私人恩怨，但刚刚这样嫌弃同学学习不好，真的不应该的。我没有羞辱他，我和他从小读一个学校，他能把小学题目弄清楚都不得了。季云熙不想浪费时间跟田可证明什么，毕竟他从来不在乎田可这些人的看法和态度。把你们老板叫来，今天这事没完，我要投诉，并且你们机构必须补偿羞辱我的精神损失。田可，人家说的也没错，这成绩好的也不会浪费钱来上补习班。杨同学，不是我故意得罪他，之前我和他有矛盾，所以他总是让我不好过。你看我才来上班1周不到，他就忽然找来了，他就是故意的。女生见田可这么认真的解释，心里也有一些相信了。我说田可，你也太把自己当回事了吧？难道不是吗？你是什么人我太清楚了，自己被工厂赶走了，日子不好过，结果来折磨别人。季云熙感觉再争执下去也没什么意义，他直接出来小教室，并往补习班的办公室去。补习机构的办公室里，中年领导在听了来龙去脉后，也对田可直接对学生成绩的贬低十分不认同。腾可，钱主任，我辞职。田可在领导开口的瞬间下定了决心。自从他消费升级后，霍文峰给的零花钱根本不够，因此他才私下来这里兼职的。但他只想靠自己脑子里的知识赚钱的，他可忍受不了为了一点钱被季云熙羞辱。我辞职，季云熙，你的目的达到了，满意了。你辞职关我屁事，我只要道歉和赔偿。这位钱主任，我是真心来提高考试分数的，这课还没上就被骂成绩差，考不上大学。照这水准，你们机构做什么差生补习，直接招天才来补习啊？同学，对不起，这事确实是我们一时失误，没筛选补习老师的基本素质。这样，我代表我们补习机构跟你道歉，这之后你的课程给你打8折。在这里，除了遇到田可之外，其他的季云熙倒是都很满意，对这个8折也是满意的。只是他直接把眼神投射到田可身上。是你来找麻烦，要我道歉不可能。季云熙，你当这是在村里有村支书他们给你撑腰，还是当这里是电子厂有我三叔护着你？说完，田可大步离开了。钱主任也被田可的傲气气得不轻。钱主任，你们这招聘老师真的得看看综合素质啊，之后给我安排的老师可得素质高点。经过田可这个小插曲，季云熙还是上了一节1对1的课。来上课的少年是今年海城的状元，叫乔素。你看起来瘦了不少。你认识我？男人明明穷得吃不上饭，却总是拿着肉饼和包子去喂流浪狗。就在女同事都夸他有爱心的时候，穿越过来的季云熙却发现了端倪。你看起来瘦了不少。你认识我？季云熙疑惑地询问，脑海中不断回忆这张脸和这个名字。原来对方一家是原主村里的下放户，父亲爱家暴，母亲3天2头病倒，生活异常艰难。原主父母对这母子俩帮衬很多。后来季云熙被人挑拨离间，说他父亲看上了乔素的母亲，才帮助对方，所以他就给人家起绰号，靠着欺负乔素来宣示自己的不满。原主童年的记忆越来越清晰，季云熙感觉把小时候的乔素欺负哭是昨天才发生过的事情，甚至他好似眼前都能看到胖嘟嘟的原主骑着乔素身上喊他黑猴子、瘦竹竿，然后揍他。再然后田可跑来找借口把季云熙支走，成功解救了可怜的乔素。
忽然，纪云熙感觉如临大敌。青梅竹马，长大后再次重逢，这不是田可的男主，也是他的深情男配啊。纪云熙面临原主小时候欺负过的人，不由格外心虚。乔素啊，以前是我不懂事，见我妈总是对你比对我都好，我就嫉妒。季同学，现在是1个1上课，咱们还是讲课上的内容，毕竟课时费挺贵的。乔素态度无所谓的样子，似乎根本不在乎以前被欺负的事。我会根据你的水平设计最适合你的补习计划。今天还剩一点时间，就先讲讲高考题各个知识点的比例分布。纪云熙心虚的颔首同意。乔素的底子很扎实，教学能力也不错。1节1对1的课程结束后，纪云熙收获颇多，于是他一口气买了2个月乔素的课。当然，这也存在考虑为对方做点业务，弥补曾经欺负的罪过。再次走出补习班所在的楼后，天色都已经蒙蒙黑了。是阔绰打车回去，还是去坐公交呢？纪云熙，乔素推着锈迹斑斑的自行车过来。我看你的资料是住在新平村，来城里还是有点距离，你怎么回去？我还在想。到新平村的公交停得早，自行车给你用，明天早点来上课，就不会赶不上车了。瞧瞧人家多善良大度，不止不记恨曾经的欺负之仇，还这般的乐于助人，真是个大好人啊！但一瞬间，防备心很重的纪云熙甚至在努力分辨对方的善意和透露出来的形象是否带着伪装，但目之所及的都是对方的真诚。那就多谢了。纪云熙道谢后便离开了，而他并没有发现自己转身离开的一瞬，乔素笑容里的真诚慢慢的消失殆尽，取而代之的是让人感觉的危险和鬼魅。纪云熙不是一个常运动的人，次日再次骑车去城里的时候，双腿都麻了。不过乔素的1对1补习适合他的干货还是挺多的，反正上1上午的课，他是收获满满，也算对得起辛苦来上课的自己。好了，上午的课先上到这，下午1点我们继续。乔素说完就急匆匆地出了小教室。纪云熙并不知道对方慌忙干什么，直到在食堂看见了他。补习班有提供给老师们免费的午饭，不过刚刚因为讲一道难题，下课迟了些，补习班其他老师都吃完了，桌上只剩下残羹冷炙。可乔素一点都不嫌弃，津津有味地吃了起来。纪云熙没有打搅他吃饭，只是去外面吃饭回来时顺道多买了一个肉饼。那个，我刚才在外面吃饭，尝到这肉饼不错，特意多买了一个给你分享一下。乔素见塑料袋装着的肉饼一愣，似乎在思索什么。纪云熙以为是他自尊心有些敏感，原主记忆中他便是那种人，于是他急忙解释：我是觉得你教得好，所以想感谢你。再说咱们也算是老朋友，偶尔分享一下食物也不错。乔素略微思索了一下，还是带着浅笑接过了肉饼。自从送出肉饼的善意释放后，之后几个星期，纪云熙每次上课都会借口带一些吃的给他。甚至他也从补习班销售小姑娘的嘴里得知，乔素如今似乎过得真的挺难的。乔素当初有机会回城，但父母离异，母亲重病在床。即使这样的情况，他依旧不愿意接受学校的贫困捐助，转而自己在外打多份工来维持生活。得知乔素这么困难，再加上原主以前欺负过人家，如今接收了这身体，总下意识想补偿什么，以至于让纪云熙更想多帮助对方一些。乔素这人真的是又励志又优秀，他可是我们学校公认的男神。而且即使这么苦了，他竟然舍得自己饿肚子，把吃的给流浪狗吃。他自己都吃不起饭了，还喂狗？是啊，但也不是天天，他每周末都会去喂。我也是前几次撞见了才注意到这事，他也太善良了。周末？这也太巧了吧？那他周末一般用什么食物喂狗？有肉饼有包子，每次不一定的。帅哥这么好看，我看脸去了，看什么食物？纪云熙此时心里已经有80%的猜测，我可能陷入乔素伪装的圈套了。再回想最近乔素从习惯了他食物的帮助后，一直说家里很困难，导致纪云熙都主动开口说愿意借钱给他。想我纪云熙英明一世，却被这种类似杀猪盘的套路忽悠。宿舍里，纪云熙坐在桌边整理着思绪。同村舔狗赵刚，工厂总经理霍文峰，高干真男主裴子显。纪云熙数着剧情里那些围绕着田可传且有名有姓的优质男性角色，终于他恍然大悟，找到了一个戏份不多的角色裴素。裴素原来叫乔素啊！我记得剧情中裴素是在田可最终选择了高干背景的男主裴子显后遇到的一个踌躇不得志的穷亲戚，对方父母双亡后认了自家没有生育能力的三舅当爹，结果才过继，三舅就老年得子，他
他变得可有可无。田可见他可怜，顺手给了他一些帮助，结果换来对方几十年的忠心。而如今他刻意的接近，我敢肯定，对方若不是记曾经被欺负的仇，就是想帮田可教训我。跟我玩，你还嫩了点。乔素，你给我等着。穿越过来的纪云熙看清男人想把自己套路成钱罐子的小心思后，决定装傻充愣，给他来个将计就计。纪云熙同志，厂子门口有一个叫乔素的小伙子找你。涂大爷，还有半小时下班，您回去时转告对方一声，说等我下班了就出去找他，让他在门口等等。办公室的管理制度自然没有流水线工人那么严苛，一般遇到这种事情，打个招呼出去一趟是没关系的。因此，纪云熙这话一开口，涂大爷倒是极为钦佩。你这孩子是个爱岗敬业的，我回去跟他说，到时候让他在我的保卫室里坐着等你。涂大爷，不用，您的保卫室里有那么多重要的包裹文件，外人进去不好。他一年轻人半小时都站不了，那得多虚。而且你破例了，以后遇到其他人不是都得借用您的保卫室休息？纪云熙的话更是让涂大爷赞赏。你说的太对了，那就让他在外面等着。涂大爷走后，办公室的几个女同事敏感地察觉出了什么。云熙，有情况哦，来找你的那位叫乔素的小伙子是谁？快跟大家说说。让人家等半小时，你也真行。你这小姑娘也忒大胆了，不怕被小少爷发现？同事嘴里的小少爷是顾子木，纪云熙跟他关系很好，很多人都默认两人在处对象。姐姐们，你们别乱说了，我和小赵真的是朋友。至于外面等我的那个，就一长得不错的小白脸。几个女同事八卦的眼睛都瞪大了，一副你快说说的样。我这人啊，不喜欢大男人，喜欢当独立女性，对对象的要求就是听话的美人，俗称小白脸。要是半小时都等不了我，我要他有屁用？此话一出，不只是女同事，办公室的男同事也都愣得忘记了工作。云熙啊，你这思想，有点前卫。可小白脸真的不适合当对象，你可别被一张脸被骗了。放心，我有分寸的，这个不听话，下一个会更乖。当然了，要是他敢动什么歪心思，收拾不听话的小白脸，我手段多的是。纪云熙故意抹黑乔素的形象，为接下来收拾渣渣做一些提前的准备。女秘书也没话说。或许有些思想保守的人对纪云熙的话不认同，但我真的好羡慕她，思想和行为高度自由的真正独立女性。40分钟后，在乔素的耐心快要被磨光的时候，纪云熙才慢悠悠的出来。乔老师，在补习班外，我觉得还是叫你的名字更自在，是吧，乔素？其他人都下班好久了，你怎么这么慢？我在工作呀，虽然我准备高考了，但不是还有大半年时间要在厂里工作呢。我领导很看好我，还准备给我升职加薪，我哪能上班时候随便做私人的事情？你说是吧？乔素露出淡淡的笑容。你说的是我考虑不周，在你上班的时候来找你。这个的确是你的错，下次不要再犯就好。乔素忽然一愣。经过这几个星期的相处，感觉他和小时候的样子大相径庭。原本以为有那么一点长进，没想到相处久了还是一样。不过也是，但凡他有点长进，也不会因为嫉妒可儿而总是欺负他。跟他虚情假意也有段时间了，就冲他每周末都不忘给我带吃的，我敢保证是时候可以收网了。对了，你特意来找我，有事？我们找个安静的地方说话吧。可以，跟我来。纪云熙答应后，带着他往人少的地方去。说吧，今天特意来找我，是不是有什么重要的事？乔素情绪有些低落，好看的眼睛带着无助盯着纪云熙。还别说，田可这个女主艳福真不浅。如今我见过的霍文峰书圈顶级长相，乔素绝美爱豆长相，就连如今也还没资格拿到男配入场券的赵刚五官身材是也不差的。纪云熙酸了。云熙，之前在上课的时候你说过，要是我有什么困难，你愿意帮助我。当然，虽然我以前不懂事，总是欺负你，但俗话说得好，龙生龙，凤生凤。我爸妈爱好乐于助人，我自然也是有善良的遗传基因的。乔素听着这话，总觉得有些刺耳，但他很快为达到今天的目标，把这些不重要的烦恼抛之脑后。所以你愿意对我的帮助，只是因你善良的心？当然不，难道你没看出来我对你有意思啊？不然我为什么之前好几周上课都给你带吃的？乔素很满意他的回答，嘴角忍不住微微上扬。就在他考虑如何吊着纪云熙慢慢给田可出气时，纪云熙直接问道：那你是什么意思？愿不愿意成为我的对象？云熙，你不觉得这样太快了些吗？快吗？老家的人见一面后就准备结婚了，我们都见多少面了？我这年纪在老家都算老姑娘了，
你要是不同意，我只能退而求其次，找厂子里追求我的小少爷处对象了。我跟你说，追我的小少爷可有钱了，这个厂子都是他们家的，而且长得比你高不少。但你也不要自卑，我还是比较喜欢你的，毕竟你比较好看，也有文化，他也就一高中文凭。季云熙小嘴巴巴的，一边夸他，顺便也一边贬低他。见他脸色难看，季云熙恨不得嘲讽：哼，当初把你当人看，是你自己不愿意的，现在只能当狗六罗。又夸又贬低好一会后，他才问道：所以你什么态度？作为男人就不要磨磨唧唧的，你这样会显得很没出息的。乔素原本觉得一切都胜券在握，结果这才收网就被季云熙巴巴的脑壳疼。云熙，我对你也是有感觉的，但是我觉得你有些时候还是太强势，女人还是要温柔一点的。既然我们都互相有意思，那以后你就是我对象了。不对，按照城里流行的说法，你是我男朋友了。乔素张口又要说什么，季云熙进行打断。我对我的对象很大方的，诺，先给你50块零花钱。我还没下手呢，这蠢货就往坑里跳，不过我很满意。心中虽然如此想，他表面依旧带着穷且傲气的态度。不行，我不能花你的钱。没关系的，我对自家人都很大方的，哪有我天天吃香喝辣，让男朋友天天饿肚子的。而且我想你今天特意来找我，肯定也是遇到困难了，不然你这么骄傲的人哪会随便低头。季云熙一副深情的模样，让乔素推脱了几次，还是把50块收下了。已经成功把季云熙套路成钱罐子了，我这次报复他敲诈田可的计划也算完成了。至于他对田可的其他伤害，我会一点点慢慢还回去的。穿越过来的季云熙忽悠想把他套路成钱袋子的男人当男朋友，并在两人刚确定关系就给了男人50块巨款。就在男人幻想以后怎么能在季云熙身上捞更多钱的时候，季云熙的报复计划也悄悄开始了。路上小心点，没钱了跟我说，千万不要自己承受。再见。公交车站旁，季云熙挥手对乔素告别。待公交车走远后，顾子木不知道从哪窜了出来，并且带着难以置信的目光看着他。朋友，我没看错吧？你好好的，竟然给一男的送钱，你这种斤斤计较的人可不会让自己吃亏的。还是你被别人的美貌给迷傻了？季云熙不想过多解释，转身要走，走了2步，想起还有事找他，又停了下来。你最近去哪了？一直没见人影，该不会是我说让你投资我，把你吓跑了吧？顾子木大喊冤枉，随后拿出一个大哥大。怎么样，帅吧？季云熙眼睛瞪大，就前些天大哥大才进入海城市场，一只1万多呢。知道这是什么不？大哥大可以带着走的电话。瞧瞧这大企业家的孙子就是有资本，很多内陆的地方还在吹捧万元户荣光呢，他就能用万元户所有的家底财力买个大哥大。要是不能从顾子木手里挖点投资，我是真不甘心。看傻了，怎么不说话？顾子木等了好久都没等到夸赞。你该不会也嫉妒我吧？帅，真的特别帅。嘿嘿，这其实是我爸的，我就是偶尔用用，你也不用太羡慕。等我自己的生意做出成就来了，我自己买一个就可以借你们玩。顾子木炫耀得到满足，也说了实话。对了，你在新平村混了这么些年，有没有认识什么关系不错的社会大哥？怎么，你又要教训谁？帮我找一个放贷的。虽然外人都嫌弃我像个混混，但我家不准我乱跟社会上的那种人混的。而且我不是答应给你投资了吗？都说了不是投资的事，就当帮我忙，回头你就知道我想干什么了。顾子木一脸不相信。季云熙说完，转身准备走，然后又想到了另一件事。大哥大，借我打个电话呗。自己都还没捂热的高档玩意，顾子木有些不想借，但谁让他性格就是这么大方，季云熙都伸手了，他再不情愿，还是把大哥大递给了他。喂，这里是状元培训，请问有什么需要帮助的？你好，我是之前报了1对1课程的学员季云熙，我想退掉剩下的所有课程。季同学，是我们的培训老师有什么地方让你觉得不满意吗？不是的，我最近谈了一个男朋友，他成绩好，完全达到辅导我的水平，以后我就不需要上1对1对课了。同学，作为专业辅导机构的工作人员，我可以负责的跟你说，我们机构的老师在教学方面都是很专业的。你男朋友或许成绩好，但教学上一定不如我们机构的老师。你说的很对，所以我找的男朋友就是我之前1对1对的乔老师。电话那头沉默了一会。退款的话，我们要收10%的违约金，并且是退款需要在2周后才能返还。可以，我打电话来就是希望能尽早办理好返还手续。好的，我们这边会尽量。对了，能否请你在我男朋友上班时跟他说一声，让他在这周内好好给我研究下温省的高考卷，我需要更针对性的学习方向。辅导机构的电话接待员是真的彻底无语了，真是够了，以男朋友之名免费白嫖我们都老师，现在还让我传话。好的，那还有什么需要帮助的吗？
暂时没了，麻烦了。说完，季云熙挂了电话，把大哥大还给顾子木，随后迈着开心的步伐离开。全程旁听的顾子木表情一脸便秘。我就知道季云熙这人就是不会让人占便宜的。海城可是大都市，1对1的辅导课可不便宜，用点小钱把老师哄成男朋友免费用，高，实在是高。担心他被男人骗的，我才是傻子呢。顾子木此时不知道的是，将来季云熙还有更加厉害的操作，让他叹为观止。什么退费？刚从新平村回来，赶着去上补习课的乔素瞬间懵了。是啊，乔素，你可真行，学员处成了对象，这可是在咱们机构明令禁止的。季同学只是我的学生，他可能误会什么了，我会找机会跟他说清楚的。我只想帮田可讨回公道，可不想让季云熙惹错了自己的名声，让田可嫌弃。乔素，你也不用怕被开除，不敢承认，你可是小裴老板的亲戚，绝对不会给你穿小鞋的。同事的劝告让乔素脸色更加不好。是啊，这培训机构的老板就是他亲戚，他大舅的儿子裴子显，大学是少年班的，如今早就读完本科了。舅舅美名其曰让我来表弟开的补习班工作赚钱，学会独立，结果让在外人眼里品学兼优的我被表弟对比的一文不值。我父亲要是首长，母亲是科级，我也能有表弟这样的成就。季云熙退费这招让乔素始料未及，自然也没有做足应对的反应。然后便是一夜之间，学校但凡知道他名字的人都在议论他在补习班里找了一个高中生当女朋友。听说你和季云熙在一起了，我真的很意外。可儿，我怎么会和他那种神经病在一起？一切都只是误会。什么误会？乔素虽然觉得说出真相很丢脸，但他却更不愿意让田可误会。你之前跟我说季云熙总是欺负你，还敲诈你的钱，威胁你不给就胡乱造谣你，我气不过，刚好那天去补习班上课的时候得知你被他故意真的被赶走了，所以我就……田可听着乔素的解释，原本皱着的眉慢慢放松了些许，在得知他刚准备动手对付季云熙就遇到这事，瞬间心情又郁闷了。乔素，谢谢你帮我出气，但季云熙以前是脾气不好，什么歹毒的想法都放在脸上，现在他变了，变得特别有心机，你稍微没有防范就容易吃亏的。你放心，我不会放过他的。从小到大的他欺负你的种种我都记得，我不会让你的任何一点委屈都白白的受的。乔素和田可真心换真心后，感情简直可以用突飞猛进来形容。而他当务之急就是赶紧解决季云熙闹出的这乱七八糟的事情。于是乔素是课也没上，就急匆匆的去找季云熙了。什么？你让我去补习班道歉，说我污蔑你？可明明我们前几天就已经在一起了。我刚刚不是解释了，培训机构是有明文规定不能和学员恋爱的，你这样会影响我的事业。你既然爱我，难道就不能理解一下我的难处吗？你说你好好的，也不跟我商量一下就退费还公布恋情，你这样让我很难做。可你都是我对象了，咱们俩是一家人了，我干嘛让我的钱被一个机构赚走？而且你现在就一穷学生，我多存的一点钱都是多补贴你的。乔素见季云熙笑得痴傻，差点忍不住翻白眼。最近我妈要再做一次手术，的确得需要一些钱。你别急，我这就把我存的全拿给你。季云熙依旧一副傻白甜的模样。你帮我家人那是另一回事，帮忙澄清也必须去。你难道忍心让外界对我胡乱造谣？季云熙点了点头。乔素见他应声之后，就望着自己憨傻的笑着，忍不住提醒他去拿钱。季云熙哦了一声，蹦蹦跳跳的就往厂子的方向走去。不一会，季云熙回来了，跟着过来的还有一个凶煞的男人。而不远处，顾子木好奇地瞅着三人所在的方向。狠毒还是只有咱云姐狠，从此在我心里没有好友季云熙，只有心狠手辣的云姐。我说子木，人家小胖没对象时你不追，现在有对象，听说还是大学生，你这跟狗一样。你懂什么呀？咱们家也算是远亲，你爸你爷要是知道我看你这样没管你，肯定生气。得，你先听我解释。顾子木不想听图文彪说教，大致的说了一下自己知道的情况，还提醒道：这事你可别告诉别人，云姐这般狠毒，万一被外人知道了，我怕她像报复这大学生那样报复我。图文彪也愣住了，眼神难以置信。那大学生掘小胖家祖坟了吗？这太狠毒了吧？可不是，不然他咋是姐？而此时不远处已经上演到季云熙被疼爱他的干哥哥教训不能随便借钱给人，而他只能像鹌鹑一样怂怂地拉着乔素单独说话。乔素，我干哥哥也是对我好，他呀以前有一妻妹妹，就是被男人骗财骗色，最后被甩了，受不了打击跳河了，所以我干哥哥很反感我借钱给男人。解释了缘由后，他又道：要不咱们假装在他面前写借条，就走过场，等完事后也是我们俩的事情，我把借条一撕就没事了。
乔素原本就打着霍光季云熙的钱，让他尝尝痛苦的心思，但这要写借条的事可一点都不保险。要是不走这过场，我手里这5000多也只能投资给我干哥哥家做生意，毕竟我也不好拒绝。你说什么？乔素一脸不敢相信。你有5000多？你怎么这么多钱？少一个零，500对于乔素都是巨款了，而他预估的是季云熙的底子最多就几百块。5000多吗？还好吧，沿海遍地是黄金，各种投资随便都能赚大钱，很容易的。你要是缺钱，我之后再努力赚，一定让你过好日子。辛辛苦苦补习班上课，一节课才几块钱的乔素顿时全是挫败感，而此时他看向季云熙的眼神也变得不一样了，好似他真的成了他的钱包了。云熙，你真好，我以后一定会一辈子对你好的。乔素拿着5000巨款上了公交车后，一直觉得自己是在做梦。有了钱，他忽然感觉自己身上的压力瞬间消失了，尤其是有钱了就能体面了，自己在田可面前就更有底气了。而另一处，光头大哥满意的看着详细写了高利息的借款条子，心情十分愉悦。小胖子，我觉得你挺擅长放贷的，要不别在厂里干了，跟哥混。彪哥，我这人怂，最怕打架斗殴，更别说其他血腥的场面，混不了。这条子您拿好，那小子是下放户回来的，虽然穷，但他的亲戚一个比一个富，这笔借款您保证能收到不少利息。我懂，这是我擅长。那成，回头还有这种蠢鱼继续找哥，哥到时候请你吃饭。事情办完后，季云熙回到厂子，经过小卖部时，图文叫住他，随后从小卖部里拿了不少他以前常买的零食，一股脑塞给他。这是干啥？送你吃的。云姐，大人不计小人过啊！以前我叫你小胖都是开玩笑的，而且你现在身材都瘦了不少，瞧瞧都有腰线了。季云熙嘴角扬起，左右环顾。小札呢？顾子木从小卖部里又冲出来，拿了更多零食塞给他。我的心意更多更大。你们嘴巴给我闭牢了！云姐说什么就是什么。季云熙无语地看着一个30多的男人喊自己姐。算了，我懒得跟你们说。他抱着零食直接往办公室走。零食很不错，我对你们俩小弟很满意哦。平时连饭都吃不起的穷小子，却在一夜之间穿起了名牌，戴上了名表，还带着美女出入各种高级场所，这让作为他上司的表弟裴子显感到疑惑。一节课只能挣几块钱的补习班老师，他的巨额花销到底是从哪来的？表哥，听说你和之前在补习班的学员在一起了？我自己的私人感情似乎跟你没关系吧？你是来开除我的吗？我想我之前的学员应该已经打电话解释过了吧？虽说乔素心里是不愿意跟裴子显多说一句话的，但奈何他还是怕对方告黑状。那位女学员确实又打了一个电话，解释是误会。但我更想知道的是，你最近的巨额花销是从哪来的？裴子显也不客气了，直接提问关键。乔素明显有些心虚。这似乎也跟你没有关系吧？若是给你钱的姑娘不是你从补习班认识的，我自然不会管这些闲事。但乔素，我希望你清楚，你这样做不只会给补习班带来巨大的问题，也会让我爸他们失望。裴子显，你凭什么教训我？你凭什么高高在上的鄙夷我？你不过就是生了好爹妈才混得比我好。我最后再说一次，我的私事不需要你管，你也别跟个3岁小孩一样胡乱去长辈面前告状，不然我不会放过你的。乔素不愿意好好谈，裴子显也是十分无奈，只能放他离开。电子厂门口，裴子显看着肉嘟嘟且穿着朴素的季云熙，显得很惊讶。乔素竟然骗一个辛苦赚钱的单纯女孩的钱给一个浑身名牌的女孩用。裴子显顿时对季云熙有了些怜悯。没想到你们培训机构服务还挺好，退款还来专门送。以后我身边有人想补习，我一定推荐你们机构。你好，我是机构的负责人裴子显。除了给你送退款，我方便问你一些其他事情吗？季云熙忽然脑瓜子嗡嗡嗡响。你说你叫什么？裴子显，有什么问题吗？刚解决了一个甜可的男人，如今又来一个。季云熙有些防备。你想问什么？关于你跟之前帮你做1对1补习乔素的事情，请问你之前2次电话分别说明和乔素在一起又否认了这件事，是出于什么原因？请问你是否有给过乔素钱？具体是多少？季云熙脑子更加嗡嗡嗡了。见季云熙防备的反应，裴子显急忙安抚。你不要怕，作为培训班的负责人，我们是想对学员负责，担心你被骗。季云熙脑袋瓜飞快地转，然后判断出一个很明确的答案。你们不用担心，我没有给过乔素钱。裴子显微微皱眉，看着眼前眼神单纯无辜的少女。你确定吗？这话是有人教你说的吗？季云熙摇了摇头。裴子显很确定，乔素报复新消费那天是刚从新平村回来的，也很确定眼前的少女被骗了。为了刺激他说真话，他故意道：昨天乔素请了一个女同学看电影，之后还买了价值几百的项链送她，他们还一起去了酒吧。
裴子显一边说着，一边仔细观察纪云熙的表情。他原本以为会看到一个知道真相后会委屈、会崩溃的小姑娘，结果对方却依旧圆圆的眼睛，一脸无辜天然呆，只不过偶尔不小心露出一丝兴奋。兴奋？我怎么看不明白了？他兴奋个什么劲啊？那个钱我收到了，也麻烦你跑一趟了。我之前说乔老师是我对象，就是觉得他好看，暗恋他故意说的。后来乔老师还大人不计小人过原谅了我，还说要免费给我总结温省的真题。您回去遇到他，记得帮我催催，让他这周末给我整理好送来好吗？说完，纪云熙挥了挥手，单方面道别后就离开了。这到底是什么乱七八糟的事？我确定他的反应并没有强行掩饰悲伤，可他这种反应就彻底说明了这件事有很大的问题。裴子显收起各种疑惑，驱车回城，并在乔素傲气不愿回补习班上课的情况下，特意来学校里找到他，并传达了纪云熙让他带的话，想要试探1、2。你去见了纪云熙。乔素得知后不自觉的紧张。裴子显，你到底想干什么？刚刚跟你说了，送退款金额。这些小事还需要你这个大老板去做吗？说着，他打量着裴子显，思考了一番。若是纪云熙那蠢货说了给我钱花的事情，裴子显也不会是这种态度。现在这情况也说明纪云熙那蠢货还是照着我的意思应付了这些人。我问你，季同学除了让你传达提炼真题的事情，还有其他的没有？裴子显一直在观察乔素的表情，不由觉得这事悬疑的越发有趣了。那你想知道其他什么事？裴子显，你这样就没意思了。当然了，多谢你刻意跑一趟，没什么事我就先走了。乔素故意接近纪云熙，最开始是为了报复，但见他有利可图，能赚更多票子给他花，他的初心早已从拿到5000块的时候扭曲了。因此，他连夜辛苦地给纪云熙做好总结，想要维持好和纪云熙的关系。憔悴的脸上挂着黑眼圈，乔素拿着整理好的真题集，再一次坐上了去新平村的公交车。如果不按纪云熙说的时间送去，我不光担心他会闹出什么幺蛾子，更重要的是，从俭入奢后，这钱也太不经用了。如果纪云熙手里还有钱，我正好可以再骗来用用。明知男人接近自己是为了骗钱，女人还乐呵呵的给了他5000，可这5000刚花完，男人又来了。和前2次的见面不同，这次纪云熙直接拽着男人去镇上的一家饮品店，让他当免费老师。本来就累好几天的乔素简直不能再无语了，但一听到纪云熙说自己跟着干哥哥又赚了一笔钱的时候，所有的抱怨都没了。云熙，你干哥哥是做什么的？你这次跟着他赚了多少？他什么都做，各种投资，只要眼光准保准赚。可惜我压箱底的5000给你了，这次跟着赚也只小赚了一笔。成功在驴脑袋上掉了一块肉，纪云熙就继续催着驴干活了。乔素，你快点给我补课了，我还期待成绩更好一点，明年就能成为你的学妹了呢。乔素似乎也没那么困了，开始尽心尽力地给纪云熙讲课。饮品店不远处，一辆面包车在附近停了好久。子显特意让我借了一辆面包车，就是来看这乔素的事情，不是弄清楚了，就是他骗了那女学员，然后哄着人家5迷3道的，值得我们盯几个小时吗？我总觉得事情没那么简单，不然还能咋？难不成是那女学员骗乔素？这不是搞笑吗？好友开玩笑的话才说出口，两人就看到一个戾气很重的光头男走到纪云熙面前。妹子，哥不是说了，别被小白脸给骗了。光头男的嗓门让面包车里的两人听得一清二楚。瞧，女学员的哥哥都闹出来了，乔素这人也真行，要乱搞要骗别霍我们补习班啊！别因为是你家亲戚就一再放过，咱们必须摆平。这有问题？什么问题？那男人虽然凶狠，但眉宇间没有因为妹妹被骗的愤怒和护短。两人讨论的期间，饮品店情况变化极快，从光头男呵斥乔素到纪云熙求情，再到乔素写下什么条子后，纪云熙把身上的钱全给乔素后，乔素在光头男追赶下落荒而逃了。最让他们惊讶的是，乔素逃走后，光头男和纪云熙瞬间有说有笑，早已没有了哥哥教训不听话妹妹的场面。那成，哥还有事就先走了。这铺子是我和几个兄弟合开的，妹子回头你常来，想喝多少我请客。两人客气了几句后，光头大哥就扬长而去了。至于纪云熙要的资料也收到了，课也免费给补了，顺便又坑了乔素这渣渣一顿，自然是收拾好书本，心情美好的回场去。纪云熙刚出了饮品店的门，就听见不远处的面包车一直按喇叭。他本能地瞧了一眼，透过车窗看到裴子显坐在里面，瞬间呆住了。我是谁？我在哪？我在干什么？纪云熙一想到刚刚的画面被裴子显看到，脑子就一片空白。原本我在事情曝光之时完美脱身的计划，若是被裴子显打乱，那之后可得有不少麻烦啊！哎，果然不能占小便宜。
裴子显坐在副驾驶座上抱着手，一脸看好戏的瞧着纪云熙，假装没看见他似的移开视线，然后表情丰富多彩的样子。这真的是有趣极了。裴子显正思考着纪云熙经过面包车叫住他时该怎么逗他，结果纪云熙直接转头往反方向走了。这是想逃啊！开车追上他！我怎么觉得你有点逗人家胆小腼腆的小姑娘？你以前可不是这样的人。胆小腼腆不尽然，我看他是一朵伪装成兔子的食人花。纪云熙是真没想到裴子显身为小说男主这么的没有分寸感，他都已经身体力行地表达了对遇见他的抗拒感了。结果他走在路上，面包车速度和他保持一致的在他旁边的马路上行驶。纪云熙脑子飞速旋转，而后稍微有一些应对的方向后，他才侧头假装发现他们的惊讶。哎，你是补习班的工作人员吧？好巧啊！惊讶过后，他笑得天真道：你们车坏了吗？开这么慢，要不先去那边的修车店把车修一下，不然占着马路很影响交通的。裴子贤感受到纪云熙这次装天真时已经抑制不住的对他的嫌弃和厌恶了，又觉得更有意思了。我们是专门来找你的。你不是说没给乔素钱吗？怎么刚刚我们不小心看到你不顾你那位哥哥的阻拦，非要给他挺大一笔的，目测好几千了吧？我倒是好奇，你就算在厂里工资不错，几千块可不是随便能拿得出的。是吗？你看错了吧？就像你说的，我就一普普通通打工的，能拿得出几百块都了不起了。小姑娘，你怎么被骗了2次还没反应过来？纪云熙继续做着无辜的表情。今天只是乔老师来给我送题，顺便辅导了我一会，可能你们离得远看错了。反正如今又不是后世，到处都是监控，我就要咬死不认。不如我来猜猜吧，你们年幼时就有些牵扯。最初在培训班时，你们相认后关系突飞猛进，所以你才每次补习都给他带吃的。后来或许是什么契机，你发现了对方目的不纯，但你又不愿吃了哑巴亏，就想将计就计，于是便出现了乔素想哄骗你的钱，而你便找了放高利贷的，故意让他写上欠条，好让他之后自讨口吃。子显，你咋猜的？人家多单纯一小姑娘，你别乱讲，污蔑人名声。纪云熙也收起吃惊的表情，一脸无辜又委屈。是啊，这位先生，我真的不知道怎么得罪你了，你为什么要这么诬陷我？你不用慌张，若事情是这样，也自然不会有无辜被骗女学员影响我们补习班的名声，我自然不会多管闲事。裴子显这话并没有撒谎，既然倒霉的是乔素，他到时可以趁此机会让父亲和叔叔们看看，在他们面前装乖的乔素到底是什么人。纪云熙盯着裴子显观察，脑海里也在回忆着剧情记忆中各种细节。好一会，他也终于有了抉择。你好，请问你带钱包了吗？带了，但这和我们说的问题有什么关系吗？当然有关系，你能先拿出来一下吗？裴子显虽然捉摸不透纪云熙的想法，但还是愿意拿出来，他就想瞧瞧对方到底要耍什么花招。就在他刚把钱包拿出时，纪云熙一把抢过，而后在车上两人众目睽睽的视线下，他拿出来100块和钱包里的照片。要是以后你们裴家的人因为乔素的事情非要为难我，那我一定会如实告诉他们，是你因为不满乔素，所以给了我100块辛苦费，让我去做这些的。纪云熙倒打一耙后，把钱包丢回给裴子显。裴子显也是没料到纪云熙被抓包了后还能这样操作，而此时纪云熙更是嚣张地打开了后排的车门坐了上去。4舍5入我也是跟着您2位混的了，既然如此，顺便送我回厂子吧，反正一脚油门的事。裴子显两人互相对视了一眼，第一次遇到这样的人，还是个女孩，他们还真没了应对方法。一脚油门后，两人表情复杂的见纪云熙下车后跟看门大爷热情打招呼，似乎也带着一些故意的跟大爷介绍他们。2位哥，我回去了，你们让我办的事我一定好好办。纪云熙最后对着两人挥手丢出一个坑。这什么人啊，我就没见过这种人。纪云熙消失在两人视线后，裴子显的好友忍不住吐槽，是挺厉害的，怪不得乔素能栽在他的手里，有点意思啊。消失1周的领导回来时却变得对员工很是关爱，甚至还邀请厂子骨干去他家参加聚会。想到剧情中霍文峰挖走顾家电子厂的人后抢走了大部分订单，穿越过来的纪云熙没道理不怀疑他已经开始行动了。我说之前跟你说让你们家防着点霍文峰的事，你有放在心上吗？这个你放心，我们家尤其是我爸都防着他呢。作为关系不错的朋友，纪云熙没法将别人家的事情揽到自己手里，只能多费一些口舌劝解。
你爸最近在厂里存在感是很足，总是把霍文峰气得够呛。但这又如何呢？你有没有想过，万一霍文峰走时，把厂里的人才都被挖走了，然后带走了所有流水线的一流工人，甚至抢了你们厂里的海外客户？你们家有应对方案吗？顾子木被问得有点懵，他从来就不喜欢家里这生意，纵使是被逼着在厂里上过几天班，也是浑水摸鱼，每天都想完成自己的理想。结果如今被季云熙说的，好像家里真的面临一个很大的危机后，他一时想要帮忙，竟然都不知道该怎么办。见顾子木茫然又着急的样子，季云熙也直接点明意思。这周末霍文峰会请办公室的所有人吃饭，我猜一定也有不少能力出众的工人。他这行为是想干啥不言而喻。你们家不想被偷家，就好好去把这些优质人才都一一争取过来，别到时候厂子能干好活的人都走了。我知道了，我回去一定让家人好好应对这事。已经再三告诫了顾子木，甚至都已经为他指明了路。若是顾家的电子厂依旧逃脱不了被霍文峰偷家跑路的结果，那也只能是天命了。如今完成了身为朋友的责任后，季云熙还得继续他损人的花招呢。他慢悠悠地去图文彪的小卖部去。季同学，有什么事吗？我特意打给你是想跟你说，这周末你别来找我了，我可能不在。乔素听了顿时无语，就为了这破事，你还专门打个电话过来，钱还没花完，你不说我也不会去。这周末我们总经理，就是厂里那个港城来的领导，他请我们去他家开 party。季云熙带着兴奋的口吻说明情况，就开始有计划的故意八卦。乔素，我告诉你一个特别有意思的事，我们这个总经理30多岁了，在港城有老婆有孩子，结果他一直瞒着在内地乱搞。行，我知道了，没什么事就不要浪费电话费了。田可，差点挂电话的乔素一愣，他怎么了？田可就是我们这领导最新花钱玩乐的女人，那讨厌鬼以前一直嫉妒我，如今不就是有个老男人睡了她愿意给她钱花，就在我面前耀武扬威，殊不知我们全场的人看她跟看笑话一样。季云熙故意嘲讽田可的话，让乔素气得快七窍生烟了。你住嘴！季云熙，你也是一个女人，这么说另一个女人的坏话，不觉得过分吗？这些都不是我说的，是我们办公室的人说的。而且下周正宫来了，他只有当阴沟里的老鼠躲着的命。季云熙说着，都能在听筒里细微感受到乔素愤怒而加强的呼吸声。你说田可那蠢货到底是知道人家有家室，冲着钱跟人家睡那么久，还是被总经理哄骗的？反正我瞧着他自从来了大城市就虚荣得很，早就不是什么好东西了。季云熙听见听筒里乔素不知道砸了什么东西，吓了一大跳。不过他已经成功为周末的聚会埋下了随时可爆的地雷，顺便也为摆脱和乔素的对象关系，防止高利贷地雷炸了后波及自己，算是做了一些准备。哎呀，我还有工作要忙呢，乔素，那我就先不跟你聊了，再见。季云熙不知道电话那头气急败坏的乔素有没有听到这话，反正他是在电话时间的尾数马上要到59秒的时候成功挂断。涂老板，付钱了。涂文彪拿着季云熙最喜欢的辣条走了过来。你给我说说，又准备怎么阴人？有没有戏看？跟我说说，电话费不要还送辣条。季云熙眼神落在辣条上，随后又好像是谈判双方一样与涂文彪对视。你胃口真大，贪婪不是什么好习惯。涂文彪是真没想到自己看懂了对方的眼神，甚至此时是一边说着，一边又抓了一些零食当做筹码。季云熙开心结果。周末你也想办法混进霍文峰家里的 party 上玩，为了你给的零食，我一定更加努力，让你看到好戏。涂文彪来兴致了，结合刚刚他听到季云熙打电话的内容，也很准确的知道好戏是什么风格的。不得不服，我活了30多年，认识的最当这一套背着一套、最阴险歹毒的女人就是云姐你。谢谢夸奖了，你不是特别有八卦欲，为了促成好戏回头，要是刚刚那个电话还打回来，也不用浪费时间让我来接了。我给你一个机会，让你也体现一下表演欲，你去多多加点柴火，懂不？涂文彪见他这圆嘟嘟的脸蛋，嘴里说着让他坑人的话，简直跟问他吃饭了没一样正常。提醒完，季云熙便拿着零食大摇大摆地走了。涂文彪瞧着季云熙悠闲离开的背影，心里忍不住期待起来。毕竟这整天枯燥的生活没劲极了，无聊的功夫拆穿背着老婆养女人的男人，看戏也别有趣味呢。我得好好想想，万一电话真打过来，我要怎么说才能让故事更充满矛盾性？男人从季云熙的口中得知，自己一直小心翼翼呵护的女神被一个有家室有孩子的老男人糟蹋了，女神却浑然不知。失去理智的她找到了女神田可。可儿，我有重要的事情要问你，我们单独说吧。田可瞥见旁边同学暧昧不明的视线，很清楚自己要是同意了，谣言会更多。乔素，虽然我们是认识很久的同学，但是你和你对象的事情我真的帮不了你，你能别打扰我的正常生活吗？
瞧瞧，这当着外人睁眼说瞎话的本领，两人好似一个老师教的一样。我问你，你的对象是不是那个狗屁经理霍文峰？你知不知道那老男人有老婆有孩子？你有没有随便的跟对方睡了？乔素是真的失去理智了，大声的音量让身边的同学惊讶不已。田可一瞬间脑壳是宕机的，不只是因为对方质问他清白的事情有损他在学校的形象，更是对方说霍文峰有家室的事情。但稍微恢复一些理智时，他知道更重要的不是问清楚事情，而是解决现在被周围人听到后的舆论。于是他用力打了乔素一巴掌。乔素，我当你是朋友，你遇到问题我也处处都帮助你，你怎么能诬陷我的名声？你怎么能当众这么羞辱我？乔素被打了一巴掌，倒是有些清醒，但心里还是对真相憎恨的。我和我男朋友感情很好，你非要用各种事情来故意找我，我本来就困扰已久了，结果我拒绝不成，你就造谣我，你是想让我羞愧难当，现在去以死证明清白吗？我告诉你，我可不是那么好欺负的，我们现在就去找校长。社团的同学们见这情况，眼神从八卦改为愤怒。田可，我们跟你一起去。田可眼神坚定且坚强道：不用，我没有这么脆弱。说着就扯着乔素飞快离开，真怕热心的同学会跟上来。之前学校就有传言说可儿和那乔素有些暧昧，原来是乔素单方面纠缠啊。好一大帅哥，追他的女生可以排到校外了，怎么就干出这种事情来呢？社团同学们小声议论，也担忧田可带人去找校长理论会得到什么结果。而真正的情况是，田可拽着发疯的乔素往没人的地方单独训斥。人家厂里所有人都知道这事，都把你当作笑话看。可儿，你真的太让我失望了。退一万步来说，就算你被哄骗了，你怎么能轻易和他发生关系？你怎么跟城里这些女人一样不检点？明明你在村里是一个稍微碰到指尖都会羞红脸的人呀。厂里所有人都知道。田可被这句话震惊到了，一直重复的囔囔着，甚至乔素又不是他什么人，却一直站在女德制高点骂他不检点的话，他都没有精力去反驳。都知道了，都在看我笑话，怎么可能？田可纵使不断暗示自己，这很可能就是季云熙的诡计，但是他还是忍不住相信。乔素，我警告你，我不准你以后再在学校里乱造谣我，不然我跟你拼命。田可说完就匆匆离开，他现在恨不得立马飞奔到霍文峰的别墅质问他。很快，田可到了熟悉的别墅门口。霍文峰的别墅比起其他别墅不同的是，特意换了内地还尚且处在不信任的密码锁的。田可站在门口输入熟悉的密码，门并没有开，而后他又输入了一次，依旧如此。田可似乎清楚了答案，内心感受到无尽的恐惧。1小时后，他都不知道自己是如何跌跌撞撞来到新平村的。你好，请问霍文峰在厂里吗？我是他的朋友，找他有事。霍总经理不在厂里，他刚出去见客户了。要不你留个条子，等他回来我给他。田可更加的失魂落魄，脑子宕机了好久后道：那能帮我找一下季云熙吗？在办公室上班的，长得很胖的那个女的。田可对季云熙模样评价的口吻带着一些轻视，这让涂大爷瞬间就没那么热情了。他家宝贝儿子涂文彪从小不爱亲近女孩，自从离婚后就一个人晃荡到现在。如今涂文彪好不容易有个女孩朋友，虽然年纪差了一些，但能接近女孩就是第一步，一定能为涂文彪将来娶妻生子过上圆满生活提供一个好的助力的。也因此，涂大爷对季云熙天然带着喜欢的滤镜。什么这女的那女的，没印象。田可本来就烦心的很，被涂大爷这么一吼，情绪更是暴躁。大爷，你这人怎么工作这个态度？明明以前我以三叔的侄女身份，对方还对我笑意盈盈的，还真是一条势利眼看门狗。我工作什么态度？我工作就是看着你们这些外来人员不能随便进出我们厂子，要找人下班托人找，别打扰我做事。涂大爷催着他离开，田可又被灌了一肚子怨气，但也没办法直接闯进厂里，无奈只能暂时离开。可儿，这时他忽然听到一个熟悉的音色传来，是赵刚。刚子，你今天轮休？我已经辞了电子厂的工作，现在在外面跑货。辞了？好好的你怎么就辞了？我想更有出息，我想更快的赚到更多钱，这样。他后半句话最终还是没有说出口。你遇到什么事了？跟我说说，说不定我能帮到你。在最无助的时候忽然被帮助，田可眼里多了更多的依赖，一下子他的眼泪止不住了。可儿，你到底出什么事了？田可没有回答，而是直接询问自己很在乎的问题。刚子，你知道你知道霍文峰有家室的事吗？这是真的吗？那孙子有家室？赵刚眼神中透着戾气。你不知道，季云熙不是说全场的人都知道？难道是他故意耍我？可儿，到底是怎么回事？你跟我说，我一定给你讨回公道。
田可慢慢放松绷紧的弦，一五一十的把今天经历的事情告诉对方。赵刚是个冲动的性格，原本在电子厂做枯燥的流水线的时候是已经被磨平了一些性子的，但是最近开始跟着大哥混，开始赚各种走私之类的容易钱的时候，他的冲动性子是得到了天性上的激发。可儿，你放心，不管是背后耍阴招的纪云熙，还是伤害你的霍文峰，还有那个乔素，我都会给你讨回公道的。田可又一次被感动，眼泪不争气的流了下来。你别哭，这样霍文峰现在不在，我先把纪云熙给带到你面前来问清楚。那娘们，我早就看他很不爽了，早就想好好收拾他一顿。纪云熙掐着时间完成手里的工作，开心下班。一出办公室的门，迎面撞上来好久没有见过面的死对头赵小翠。献祭的，刚子说有事找你，要你去厂门口一趟。纪云熙随意哦了一声，于是两人距离颇远的一前一后下楼梯出了办公楼。赵小翠走着走着，感觉后面没动静了，她十分不耐烦地吼道：“纪云熙，你属猪的吗？走路这么……”话没说完，因为后面早已没了纪云熙的人影，他左右查看，见纪云熙竟蹦蹦跳跳地往小食堂去。靠，纪云熙这个杂种，故意的吧？他低声骂骂咧咧着，但这可是心上人赵刚交给他的任务，他再厌烦纪云熙也得把他带过去。喂，你不是答应了去厂门口？我什么时候答应了？我哦一声是表示我知道了。今天又不是他赵刚的还款日，我凭什么要给他面子，特意去厂门口见他？切，真当自己是个什么人物了？赵小翠被纪云熙这轻蔑的话气得不轻，她伸出双手拦住纪云熙。反正刚子要见你，你必须去，他有话要问你。你知道他想问我什么吗？就来这当狗腿子，是他心心念念的田可受委屈了，要我给他们解答真相呢。赵小翠，你说你蠢也就算了，现在帮着赵刚讨好田可，他们修成正果，你是能得到飞升还是咋的？纪云熙说完，趁着赵小翠发愣之际，直接躲过了他的阻拦，进了小食堂。肥虽然要减，但是美食也不能辜负。一口香米饭，一口红烧肉，纪云熙正吃得美滋滋，赵刚冲了过来。纪云熙，那你算个什么人物？显然，赵小翠把刚刚纪云熙的话传达给赵刚了。纪云熙依旧美滋滋地咬着红烧肉，待把肉吃进肚里后，他才慢悠悠回答：“我的确也不是什么人物，所以自然不会装腔作势，命令谁要来我面前见我。”赵刚的拳头又硬了，不过他倒是也知道一点场合。我有话要问你，跟我出去。你问我，我就得答。瞧瞧，不就是出去给人当马仔了，又开始把自己当个人物了。纪云熙，是你惹我的。说着，他捏着纪云熙的手，直接把他扛在肩膀上，要带他回去见田可。纪云熙被这样暴力对待，也是有一两秒的懵逼，但他很快反应过来，在确定重心点后，快速用两只腿夹住赵刚的脑袋。此刻，他是真的无比感谢前世学到的这一招自卫招式。赵刚没有防备的直接摔倒在地。纪云熙虽然也没好到哪去，但是反应够快，顾不得身上的疼，拿起一旁的板凳就往赵刚身上砸去。你这臭流氓，敢对我动手，今天不把你打残了，我就不姓纪。纪云熙用尽所有力气，两三下就打坏一张凳子，之后是第二张凳子。旁边原本看到女同志被人强行带走，还有些想见义勇的好心男同志们傻住了，就连赵小翠和来小食堂吃饭的田三叔夫妻也都处于茫然之中。纪云熙，老子弄嘎你！好一会才从地上爬起来的赵刚疯狂地往纪云熙扑去。纪云熙眼神凛冽，根本不带怕的，在对方拳头往自己身上打的时候，掏出小刀就是一刀。众目睽睽之下，纪云熙被打得狼狈摔倒，赵刚被捅了一刀。田三叔立马制止住赵刚下一步的动作。狗东西，有本事继续！人体结构我学得滚瓜烂熟，有本事试试，捅你几十刀，要是没能判个轻伤，算我输。云熙，你也别刺激他了。桎梏住赵刚不再动手的田三叔急忙呵斥：“三叔，刚刚发生什么？在场的大家都看着呢。他赵刚真当跟黑社会混了几天就了不起了？我不跟他说话就惹到他了，真当自己是个什么人物？赵刚，单挑继续来，群殴也不怕，谁不认识几个混黑社会的？就你最屌！”纪云熙威胁的话依旧带着轻蔑，从始至终就没有露出一丝胆怯。说实话，这种情况他也是第一次遇到，心里不怕是假的。但不管怎么样，他清楚一件事，遇到这种情况怂了就已经输了。纪云熙，老子怕你啊！来啊，有本事继续捅！田三叔直接给了赵刚一拳。给我住嘴！当初我怎么介绍你这不省心的小子来打工？好好的工不打跑去混社会，现在还这么欺负云熙，你算什么男人？田三叔也是干苦力起家的，力气自然不用说，一拳头就把赵刚打懵了。见赵刚不闹腾了，他才走到纪云熙面前。你这丫头还随身带刀，把刀给我。我买来削水果的折叠刀，虽然捅了一个狗东西弄脏了，但这刀很贵的，我不嫌弃脏。田三叔无语的一把抢过刀，给我跟上。唐秋池吓得够呛，拽着纪云熙跟着丈夫走。待田三叔把两了闹腾的始作俑者带走后，在场的安静好一会才议论起来。纪云熙太可怕了，
是啊，我这辈子就没见过这么凶狠的女的，打人直接打坏了好几个凳子不说，这捅人说捅就捅。赵小翠颤抖着身体，但反应和其他人却不一样。刚子刚刚被捅的那刀会不会很严重啊？电子厂发生罕见的打人，最后被捅了的事，一会就传得整个厂子人尽皆知。但一直在赵刚的出租屋里等着他把季云熙带回来的田可不知道，此时还眼巴巴地盼着赵刚回去。田三叔板着一张脸，他先是瞧了一眼赵刚已经被包扎好的伤口，见是真的没事后，才对两人开了口：“说说吧，到底是什么矛盾？都闹得要打要杀了。”赵刚一肚子气，根本不想回答，把头偏向一边。云溪，你来说。季云熙思考着该从哪个点告状，才能让这些讨厌鬼最不好过。细想之后，他直接从头讲起。三叔，您还记得以前咱们村姓乔的下放户吗？这跟你们打架有什么关系？您听我说嘛，那下放户的儿子乔素，就是小时候瘦唧唧又黑不溜秋，还很讨厌的那个。他靠着他妈娘家的关系，在7、8年的时候，不是一家人举家回城了。说重点。田三叔今天也没耐心听季云熙叽里呱啦。季云熙想了一下，开始捡重点编。就是我最近上了一个补习班，遇到乔素，他喜欢田可，并且知道田可的对象在咱们厂里，就讨好我要那人的信息。什么？等等，你说什么？田可那丫头和电子厂谁处对象了？田可之前偷偷的和伙总经理处对象，这事赵刚也是知道的，毕竟他当时是手下败将。赵刚捏着拳头，眼神恨恨地看着季云熙。霍文峰，田三叔脸色更不好。霍文峰那老油条的事迹，他可比谁都清楚，真的是人模狗样。说回那乔素当了我补习班的老师后，就一直哄着我打听总经理，然后总经理之前在办公室说让我们参加庆祝他太太来内地的 party， 我才知道他是已婚的，就顺便告知了乔素。田三叔皱眉的皱褶，感觉能夹死苍蝇。哪曾想我多嘴的那句让田可今天非要来厂里找我，也不知道是不是觉得我向别人透露了真相有损他的面子。季云熙茶里茶气的暗示，赵刚以前就因为田可总是欺负我，我害怕这次被叫出去后被赵刚打，结果没想到就算不出去，赵刚都要闯进厂里找我麻烦。幸好我没出去，不然万一在什么没人的巷子里，我绝对不是这狗杂种的对手，说不定还会被他打死或者卖了呢。你胡说！你……赵刚恶狠狠地瞪着季云熙。你明明跟那乔素说的是全场的人都知道霍文峰那杂种故意骗可儿，大家都在看可儿笑话。季云熙对乔素和田三叔讲的本来就是同一件事，但是修饰和措辞很不同，一边是故意贬低田可刺激乔素，一边是委屈表达自己无辜的旁观者，不小心多嘴惹到田可，强调被报复。因此赵刚想要反驳，但自己要脱口而出时，似乎除了上面那句，其他都是一样的内容。他看向季云熙的眼神恨意更浓了。恶毒的死肥猪，我绝对不会放过你的。三叔，你听他这话像我说的吗？要是全场知道那么多同乡还有三叔你，谁不会去劝告田可不要因为金钱就迷了眼？而且我当时只是说总经理邀请我们后，全办公室的人都知道他有老婆了，就算我不小心把真相告诉了乔素，我也知错了，但为什么要这么暴力的报复我？该凶的时候他毫无畏惧，如今该弱的时候他先发制人，把自己处于弱势地位。而此时田三叔在知道真相后，摆在面前最严重的问题已经不是两人打架了，而是亲侄女田可犯糊涂的事情。田可那丫头呢？我要见她。你想怎么样？就算你是可儿的三叔，我也不准你对她做什么。我是她亲三叔，我能对她做什么？我还能打断她的腿。赵刚在脑子有坑，但还是体会到了田三叔对田可的关心，于是语气也软了下来。她在我住的地方，她现在很脆弱，你要帮忙可以，但对她说话别那么冲。田三叔被赵刚的话气糊涂了。我家的事要你管，赵刚你不瞧瞧你现在成什么样了？等处理了田可的事情，我会给你爹妈打电话。你这样的孩子我管不了。说完，田三叔就着急出门去找田可了。赵刚也急忙追上，临走的时候对着季云熙警告：今天的事我记住了，你给我等着。季云熙眼神也不甘示弱：我等着呢，等着下次绝对废了你。原本也要追出去的唐秋池见状急忙回来，站在两人中间。你们还嫌惹的事不够多吗？三婶，我这样都是被他们逼出来的。季云熙威胁了赵刚，也能继续用另一种方式装可怜。自从我爸妈牺牲后，赵刚就一直以我以前使唤田可干活为由欺负我，我是被他打了一次又一次，才慢慢学会保护自己的。我要是不变成这样，说不定我早就在老家被赵刚打死抛尸荒野了，可能你至今都不认识我。
我在村里是收拾过你，但也没你说的这么严重。赵刚反驳，但似乎更显得纪云熙话的真实性。唐秋池不止更心疼纪云熙了，她要追上丈夫，这次都拉着纪云熙一起去，生怕赵刚在没人看住的时候对纪云熙又做出什么。作为恶毒女配的杰出代表，纪云熙表示，夸大事实比撒谎好用多了，这一池水可被她搅得够浑的。从山村考出来的女大学生，为了眼前的花花世界自毁前程，和一个有家室有孩子的港台经理搞在了一起。三叔，你怎么来了？田三叔见田可的穿着，瞬间火更大了。这一身名牌可是他这个在海城奋斗这么多年，被称为事业有成的人都舍不得买的。结果自家侄女就这么轻而易举的接受一个男人的饲养。你这丫头，你知不知道自己是大学生，最主要的任务是好好学习。你看看你现在的样子，像个什么？你让我怎么跟你父母交代？田可被吼得有些不知所措，赶着回来的赵刚飞快冲过去护住了田可。田三叔，刚刚我跟你说过的，可是现在很脆弱。滚开，这是我们田家自家的事，还轮不到你插嘴。说着，他就要强行带走田可。纪云熙在一旁安静看戏，然后便是从赵刚家里看回到田三叔家里。就不说霍文峰在私生活上都不是个东西了，就单说你们俩的事，有你用着人家那么多钱打扮成这样，这叫处对象吗？我知道你爹妈重男轻女，你小时候受了不少苦，可你是大学生啊，未来前途一片光明，只要在最后努力4年，你就会有比我好很多倍的人生啊！你知不知道你现在是为了眼前的花花世界自毁前程？客厅里，唐秋池不想让孩子们听到这些训斥，放弃了原本想要做饭的想法，拿了5块钱给纪云熙。云熙，你帮三婶把弟弟妹妹带出去吃饭成不？说着，他听见里面的训斥更大声，也更激烈了，又掏了5块钱。吃了饭你们到周围逛逛，买零食，那些乱七八糟小孩子听了不好。纪云熙爽快应下，接过钱，带着俩似懂非懂的孩子便出门了。次日，田三叔为了田可的名声，特意去顾家借了大哥大，并且是在家里关着门打。结果却是他操碎了心，一夜未睡，眼眶都熬红了，换来的是田可父母的一脸兴奋。我家姑娘这么有本事，真不错，真不错，哈哈哈！原来这读书还是有点用啊！咱们村里谁家女娃能有本事帮到这么有钱的男人？大哥，你怎么能这么说？田可这孩子考上的可是名牌大学，要是再努力……不对，田老大忽然打断田三叔的话。田可那死丫头呢？老三，你刚刚说那男人给田可买各种好东西，那死丫头跟了有钱男人日子过滋润了，怎么也没给家里寄点东西？这小没良心的白眼狼竟然连纪云熙那废物都比不了，人家纪云熙可是陆陆续续寄了1000多呢。田老大抱怨后催着田三叔，老三，让田可那死丫头过来听电话，他真当自己翅膀硬了，就可以丢下我们老的老小的小跑了，想都别想。田三叔失望至极，不只是电话那头的兄弟，看着被强行留在家里的侄女，即使精神不好，但依旧一早上花费了2个多小时梳妆打扮的行为，也足够让他失望的。最终他还是让田可接了电话，父女俩句句都在吵，结果也依旧是不欢而散。三叔，我已经是成年人了，三叔你可以不理解我，但请你不要干涉我的生活。田可已经很庆幸昨天被田三叔强制带回家事发生在赵刚的出租房中，若是在学校，他宁愿和他断绝亲戚关系。是我多管闲事了，但是小可，我还是最后想提醒你，你将来一定会有很好的前途。田可听后再次无语，享受了几天富太太生活的女大学生怎么也不会想到，那个口口声声说只爱自己的男人居然有家室有孩子，而今天就是男人和正主太太在家里宴请场里骨干的日子。给大家介绍一下，这是我太太。纪云熙跟所有人一样，都好奇霍文峰在港城的糟糠之妻。说是糟糠之妻，人家可是有着精致的五官、婀娜的身材，简直是美得过港姐。再加上剧情中形容过霍文峰离不开他这个贤内助，也足以说明他能力上的优秀。说实在的，此时此刻的纪云熙是愤怒的。哼，霍文峰这种渣子怎么配得上这样美貌又优秀的女人？你好。就在纪云熙愣神之际，霍太太在跟几个办公室的人打招呼后，已经轮到他了。霍太太你好。你应该就是云熙吧？在我先生手下的员工中最年轻的小姑娘。我先生之前还在我面前夸过你能力很强，要是他能多做主一些，一定早就给你升职了。纪云熙哪听不懂他的话，不说别人了，这要是换成前世17、8岁的纪云熙，也会被这夸奖哄得飘飘然的。没有，霍太太您高估我了。就在这热闹非凡的场景下，忽然门口走进来3人，穿着时髦的田可，表情好似下一秒要杀人的赵刚，最后还有低着头一脸害怕的赵小翠。看到这一幕，霍文峰的眉头皱得更深了。霍先生，听说你今天的宴会是专门庆祝你太太来内地是吗？霍文峰给了他一个让他不要闹的眼神，随后摆出一副和他关系生疏的样子。是的，田小姐今天怎么有空来了？自然是好奇风流倜傥的霍先生的太太到底是何方神圣咯？你是田小姐吧？你好，我就是文峰的妻子。田可看向霍太太，一瞬间气场就被对方碾压了。我先生平时给我打电话时也经常提起你，听说你是厂里田主任的侄女，读书成绩特别好。霍太太才出了一招，就打得田可猝不及防。你说霍先生跟你说过我？是啊，我和我先生分隔两地，但感情还是很好的，他基本上什么事情都会告诉我。说着，
霍太太视线落到了田可身上背的名牌包，这个包果然适合你，我在港城的朋友送我，但我觉得质感不太好。后来文峰偶然提起你比较喜欢这类的，我就特意寄来内地了。正宫真的是太会整点打击了，先当众表示我老公在外面偷吃我都知道，也无所谓，再表示你珍惜的名牌包质感不好，我不要才给你的。季云熙正看戏呢，胳膊被人推了推，侧头一看是涂文彪，果然是好戏，你说之后会怎么样？田可这次输惨了，不过他身边的赵刚擅长发疯，所以只有2种可能，要么田可被羞辱的狼狈收场，要么赵刚出头让这个 party 毁于一旦。涂文彪思考了一下，我觉得第2种比较好。涂文彪往季云熙又靠近了一些。其实我来不只是看戏，我还负责帮顾家调查哪些人会被收买。谁被收买这种事情在平时的时候不是都很明显吗？谁出的这种垃圾主意？小顾他爸。那看来顾家电子改变不了原本的命运了，就算再如何提醒，让人家再如何提前提防又如何？有这么一个不靠谱的领导者，想要逆天改命难啊！霍文峰，你这狗娘养的，你欺骗可儿的感情也就算了，竟然还恬不知耻的在你老婆面前羞辱可儿。忽然一声咆哮响起，果然如季云熙所料了，赵刚这暴脾气又发疯了。享受了几天富太太生活的女大学生，怎么也不会想到，那个口口声声说只爱自己的男人，居然有家室有孩子，而今天就是男人和正主太太在家里宴请场里骨干的日子。霍文峰，你这狗娘养的，你欺骗可儿的感情也就算了，竟然还恬不知耻的在你老婆面前羞辱可儿。忽然一声咆哮响起，果然如季云熙所料了，赵刚这暴脾气又发疯了。田哥，这件业绩我对你不薄，你竟然这么不计轻重，毁了我最重要的业绩。霍文峰气得低声训斥田可，田可本就觉得羞辱，如今见霍文峰把妻子来内地的日子说为最重要的日子，顿时让他心里的一点点幻想都消失了。保安，把这个风纪给我赶出去。没等霍文峰把话说完，赵刚就打了过去。季云熙看着拥挤在一处的人头，也不爱往里挤，拿了一盘吃的就去了吧台。你好，给我调一杯好喝的鸡尾酒，少带点烈酒的。吧台里面被请来的调酒师把注意力从打人的热闹地方收回，有些奇怪的看着季云熙。我要好喝的鸡尾酒，最好酸酸甜甜又清爽那种。不会做吗？我试试。你怎么不去帮忙？调酒师差点就说成了看热闹。我还是比较喜欢不拥挤的吃喝，你看就因为闹事来，现在你是1对1给我服务，多调几种好喝的，我去要块牛排，一会就过来。调酒师应了一声，见聚集打人的方向，赵刚被不少工人给桎梏住了，疯狂地分方输出。霍文峰，今天你要是不给可儿一个交代，我是不会放过你的。你这死流氓，放到我们内地早就吃花生米了。似乎是刚刚季云熙的话影响了涂文彪这位对电子厂忠心的远房亲戚，他在明知道很突兀很明显的情况，故意冲上去帮忙，然后找准机会让赵刚逃脱桎梏，又开始往霍文峰扑去。季云熙看他那生硬的动作，都表示尴尬。啧，我要是霍文峰，等这闹剧结束后，是会把涂文彪一起恨上的。最终，霍文峰被送去了医院，赵刚被直接带去了派出所，田可也出了别墅，不知道去哪了。季云熙喝了第3杯第3种口味的鸡尾酒，见事情都结束了，直接从包里拿出保温杯。帅哥，刚刚你调的第2杯的口味还不错，给我装满。快些啊，不然别人注意到很尴尬的。我可没看出你有一丝尴尬的表情。我去看牛排煎好没有，幸好今天有先见之明带了饭盒，不然特意来一趟都还没吃饱呢。说着，季云熙端着饭盒就去要厨师间的牛排。饭盒空间大，回来他还顺便在自助食物的区域往饭盒里塞了不少吃的，顺便又让临时服务员打包了不少糕点。因为一场闹剧，还一脸懵的众人，一个个肚子咕噜咕噜响，但没有主人在场，大家还是做什么都不好意思。结果转头一看，季云熙左手一饭盒，右手一大袋糕点，他把身上的帆布包塞满，还开始挑选开封的饮料。这是人干得出来的事吗？这人是季云熙，倒是也不奇怪了。季云熙的脸皮厚可不是说说而已，对众人这样明晃晃的盯着，也行动自然。帅哥，调好了吗？调酒师表情复杂的把保温瓶给他。多谢了。调酒师尴尬的露出一个不自然的微笑，吃了喝了又拿了，好戏也都看完了，大好的休假他还想回宿舍再睡个回笼觉呢。双手不空的季云熙扫视了众人，立马找到了不知道什么时候来的田三叔，吃了喝了又打包了，好戏也都看完了，正准备回宿舍的季云熙看见了不知道什么时候来的田三叔。三叔你也来了，总经理不在，我们也做不了客了，你要不捎我回厂里吧？担心侄女田可来捣乱，结果却来迟了一步的田三叔看着季云熙的样子有些诧异。走啦，三叔，我打包了这么多东西太重了，走回去得把我的肩膀背肿了。闹剧没来得及阻止，甚至情况都还没了解清楚，田三叔思考片刻，还是决定先送季云熙回去。反正季云熙刚刚在，有什么事情问他比问其他人方便多了。季云熙也真够牛的，来一趟不止吃了一堆大餐，专挑贵的吃，还顺带走那么多。你怎么知道人家吃了什么？我刚刚看到的呗。总经理遇到那情况，大家都上前关心，结果就他跟没事人一样在那边一直吃。我看得仔细，他吃的拿的都是最贵的。那偷偷观察季云熙的某车间拉账越说越酸，要不是要顾及脸面，我也想连吃带拿，尤其是那新鲜的精致小蛋糕，我也想让家里的孩子尝尝。
三叔，刚刚大致就是这样的情况。季云熙隐去自己的存在，把 party 上田可和赵刚的所有情况简单的叙述了一下。三叔，就到这里吧，没几步路了。说着，他从包里拿出薅来的巧克力和小蛋糕，这给弟弟妹妹吃。田三叔回想刚刚在别墅里看到他堪比搬家的一幕，真不知道该怎么教育他。云溪这孩子表面看似不通人情世故，总是做出类似极品的事情出来，但实则在有些时候比我还精明的。他也用不着我教育，不用，你自己吃就是。再说你三婶也不想让俩娃娃吃这么多甜的。难得一次，又不是天天吃，而且我就是专门给弟弟妹妹装的，我都胖成球了，得需要控制一下饮食，少吃多运动。正说着，正在附近玩耍的俩孩子就窜了过来，看到季云熙手里的东西，那是喊姐姐喊的一个比一个甜。俩孩子都来了，田三叔没接，他也就直接给了孩子们。都是你们的，拿去后也分点给你们的好朋友们一起吃。谢谢云熙姐姐，姐姐真好，世界第一好。周末休假的次日，许久都只是一封信的知己杂志社特意来了一趟，而这一趟给他带来的是需要签名的结婚当天的小说，并且把结婚当天最好的小姐妹竟躺在我的婚床上这个直白的名字改成了夏如生花。季老师，这些就是需要签名的书，您签好了直接来个电话，我们就过来拿。若是您有时间，可以写几本抽签，用来作为惊喜奖品。季云熙看着桌上厚厚的好几堆书，深深的心疼了一下自己的右手。我尽量。对了，您知道不知道，结婚当天现在有不少电台没有买版权就滥用您的故事朗读，主编交代询问您的意思，若是你有意愿去告他们，我们这边可以帮忙收集信息。盗版啊？季云熙眉头紧缩。现在是80年代末，而90年代到2000年这段经济腾飞的时代，版权这玩意就是厕所里的纸，就算进盗版也没用，盗版照样像蝗虫一样蓬勃发展。现在的版权意识还没有那么强。是呀，所以在知道被盗版后，我们也都是挺替您无奈的。季云熙思考着版权薄弱时期如何靠其他方面把钱赚回来，最好让盗版的人帮自己赚钱。周文见他想得认真，只觉得他还是对被盗版心有不甘。有了，真是小母牛坐飞机，牛逼上天了。在这个版权意识薄弱的80年代，穿越过来的季云熙居然要让盗版他小说的人帮他赚钱。周编辑，你身边有什么能说会道、很有做生意的经验，然后略微有些文化的熟人吗？这我得好好找找。季老师，您找这样的人干什么？我想下一本书在书的内容里插入广告，比如找到一家卖茶的商家，他给我一笔广告费，我让我的角色在剧情里喝他家的茶。这类广告在将来杂志行业蓬勃发展后会滋生出来类似的，但对于刚刚开始的杂志行业，周文是闻所未闻。若是知己愿意合作，广告费我可以分出去一部分。要白嫖稿子的广播，就好好读加了广告的小说，不然就算是盗版猖獗，我也要对方不能顺利做这类读小说的节目，或者和那些站子的对家合作。只要加入的听话白嫖站子更多，我靠商家和白嫖党赚广告的钱就更多。季云熙越想越觉得有搞头，就是其中还是得有实力强悍的人解决其中存在的各种问题才行。季老师，这个广告的事我闻所未闻，要不让我先回去汇报给总编，然后再答复您。至于您说帮忙找的人才，我回去找找，要是有符合条件的之后再联系您。成，凡事慢慢来，赚钱这种事也不能急于一时。季云熙送走周文后，便开始认真签名。虽然是草书连写，但我要吃肉这4个字写久了也手酸到不行。早知道当初取笔名叫依依得了。就在此时，宿舍门被敲响。谁啊？是我。屋外传来涂文彪的声音。季云熙放下笔去开门，他暂时还没有调马的想法，因此站在门口没有请对方进屋。特意来找我是有什么重要的事？刚刚那个把面包车都开进厂子里的男人给你送了啥？我看来回回搬运了好几趟。你一天不八卦是活不了吧？话说我们也是朋友，你就满足一下我的好奇心呗。有话快说，不说我关门休息了。诺，顾老板给你的辛苦费。小札他爹？对，你是霍文峰提拔上来的。他之前因为一亲戚没进办公室，对你本来很不满，还以为你是纯的霍文峰一派。知道搞砸聚会是你出的主意，一直在夸你。他让我转达你，你只要好好在顾家的电子厂工作，以后少不了你的机会。季云熙对顾子木他爹的画大饼留人无语了。说实在的，但凡我只有办公室这一个工作，一边是少不了机会，一边是大方的升职加薪，傻子都知道怎么选。但季云熙还是不客气的收下了100块奖励。行，我知道了，不管咋地，100块是没罪的。收了100块好处费，季云熙也预料自己站队后在办公室的处境。不过在受排斥的周一，季云熙偷偷的看了好几十次办公室的销售部年轻同事卓星。周二被快速边缘化的季云熙继续看着卓星思考发呆。就这样看到周五，被当猎物盯着的卓星实在有点被吓得都不敢回办公室了。小姐，虽然很冒昧，可你最近一直盯着我的目光让我很困扰。我想跟你说，我老家给我定了结婚对象，我喜欢那种本本分分的女同志。哦，挺好，你能对其他女生立马撇开关系，你未婚妻一定能感受到安全感。我的意思是，请你以后上班不要一直看我，这样对我们都不好。季云熙有些尴尬，他好像误会了。在版权意识薄弱的80年代，穿越过来的季云熙居然要让盗版小说的人帮他赚钱，而他现在要做的就是挖墙脚。
厂里现在的情况咱们都一清二楚。我看中你的能力，想挖你，并没有想破坏你和你未婚妻感情的意思。卓星听了这话，才稍稍的松了口气，不被恐怖的霸王花喜欢并且纠缠，他感觉自己是安全的。抱歉啊，我还是想跟着霍总经理一起。顾家的领导班子都是任人唯亲，没有了霍总经理，将来绝对是要走下坡路的。你当初就不应该和霍总经理闹崩的，导致现在你连选择的机会都没有了。我一开始就没有想过在顾家和霍文峰之间做职场选择，而你，我也不觉得你的选择有多正确。顾家的问题是很明显，但霍文峰的问题也不少。你是想说他私生活的问题吗？虽然会影响一些风气，但这在他们那些地位的老板来说再正常不过。我说的是霍文峰的资金问题。港城10月的股市大崩盘，不知道你有没有了解？不少港城人可因此倾家荡产呢。霍文峰之前开的小汽车不见了，孩子都从港城贵族学校退学来内地读书了，你不觉得奇怪吗？见卓星表情吃惊又复杂，纪云熙继续再接再厉。霍文峰这次创业不过也是赌一场，用你们这些人才，还有他这几年在顾家电子厂工作合作熟识的海外客户这些资源来做一场赌博。他赢了，大家都获利，但输了，你们可能拿不到他承诺的工资，也耽误了好几个月甚至更久的时间。卓星表情越来越复杂。说实在的，办公室很多愿意跟着霍文峰一起出走的人，大家所有的认知前提都是霍文峰有这个财力，比你更有资历，并且在电子行业有更多人脉的老姜也会跟着去，所以你去了还是只能当小弟。本来这蛋糕地基就不稳，你还不是分到最多蛋糕的人。纪云熙这番话让卓星消化了好久，虽然他认同纪云熙的部分观点，但也不是那种对随便说说就改变主意的人。你说这么多就是为了让我留在顾家的电子厂吗？当然不是，我是想邀请你当我的员工。纪云熙自信满满，笑得灿烂。卓星确实错愕了很久，他想到了很多可能，是真的没想到纪云熙的目的是这个。我准备去搞文化产业，搞 IP。卓星第一次听说这个词 ，intellectual property， 直译可以称为知识产权。我准备把小说作为载体，先赚一波杂志更新和出版的钱，然后是广告、电视剧的文创周边。将来信息技术发达后，什么游戏啊、动漫啊都能得到开发。卓星也是成绩优异的高中毕业生，纪云熙话里的内容他是听得懂的，就是这类知识他真的是第一次接触到。而我现在很需要一个在口才和知识面都比较优秀的人才，去完成拉优质广告的工作。纪云熙大致介绍后就开始画饼。比起顾家的厂子，甚至是霍文峰还没开的厂子，我这生意暂时是小了一些，但是你要看未来呀，我这可是极为有前景的行业，你来我手里岂不就是经理？将来事业大了更是元老级领导人啊！在年轻的时候要敢闯敢拼敢选择。卓星听纪云熙这些成功学忽悠，不由嘴角微微有些抽。只有一个员工的公司当经理有屁用，说的我立马能超越霍文峰一般。纪云熙一边说着，一边还把自己写的广告计划书递给他。我给你一些时间，你去了解一下国内外广告的市场和文化产业，了解一下知己爆款故事的影响力。要是你有意向，可以找我，我们一起创业，走上人生巅峰。自从被纪云熙的成功学忽悠后，卓星感觉自己好像被洗脑了一般。怎么越去理解纪云熙说的这些信息，越是有一种跟着他干就一定能走上人生巅峰的感觉呢？于是他鬼使神差的去了厂里的小卖部。老板，有知己杂志卖吗？涂文彪是眼熟厂里几乎任何人，见卓星这工作狂竟然买这类杂志，还是十分好奇的。知己很好卖的，厂里的女工特别喜欢，一般新刊拿回来当天就能被卖光。涂文彪回答后立马八卦：你处对象了？给对象买的吗？是哪个美女？你们办公室的还是厂妹？卓星也曾听同事说过小卖部老板大嘴巴爱八卦的事情，此时对方这么八卦的打听他的隐私，自然不会让他太高兴。我就是想自己看看，没有就算了。人类总有一种对事物的引力，那便是当你把精力放在一个地方钻研后，才会发现这方面的事情其实早有侵蚀了身边的方方面面。自从卓星开始深入了解知己杂志的爆火文章后，他发现原来之前工作遇到女同事谈什么夏如并不是他们的朋友，而是这爆火的故事里的主角。原来自己租房周围的老太太每天和老头争抢着听故事广播，也是这个故事。甚至从老家寄来的信，妹妹竟也在信中小心翼翼地询问，若是能送他一本12月底发售的知己杂志，他一定会极为的高兴。纪云熙发出邀请的第3天早上，也就是新的周一，卓星一个周末都没有休息丝毫，顶着浓浓疲惫去办公室，极为迫切地想找个机会询问他准备发展这个广告生意最关键的问题：作者何叔怎么解决？办公室里，他偷偷地往纪云熙的办公位看去，对方正津津有味地吃着肉包子，并且并没注意到他的视线。结果才一个周末过去，之前视线从不离他的纪云熙，现在好似懒得看他一眼。就在卓星思考如何和纪云熙自然地搭上话时，办公室的电话响了。什么？知道了，我马上安排车子送人去医院。有一个连续上2个班的女工，因为疲惫不小心手被机器伤了，情况很严重。小李，你快去把厂里的面包车开出来送人去医院。小季，别再吃了，那个受伤的女工是你同乡赵小翠，你跟着陪同去照顾。理解我。你什么你？快去，救人要紧。
医院内大致2个小时后，原本血淋淋的赵小翠手臂已经被缝合后包扎好了。季云熙虽然可怜赵小翠发生意外，但全程他并没有开口，省得又让对方认为是幸灾乐祸的嫌疑，所以把安抚对方情绪的拨给唐秋池，自己则是跑窗口拿片又拿药。三婶，药都拿齐了。季云熙提着满满一大袋药品走向2人，这时可能是麻醉能缓解疼痛，赵小翠已经收起来哭腔，脸色有些苍白地坐在椅子上。云熙，他这样的需要好好休息，等回去后你去办公室申请一下，暂时把空的单间收拾一下，给小翠养伤。好，一会到厂里，我去办公室申请钥匙。2人正说着，原本虚弱的赵小翠忽然发疯咆哮起来：死肥猪，别在这里假惺惺可怜我，我受伤还不是你害的。她情绪不稳定，声音尖锐，充满恨意，尤其是想到刚刚医生说有可能手会落下严重后遗症，她更是绝望。我已经尽量不做让赵小翠觉得假惺惺的关心了，结果这人还真行，把自己受伤怪在我身上。赵小翠，这种八竿子打不着的无稽之谈，你不觉得很可笑？我又不是草船，你的箭不用往我这发。赵小翠嘴唇发白，情绪更为激动，她是怎么也不会想到自己都这么惨了，季云熙还是不让她，照样对她，让她不好过。要不是你搞小动作让刚子得罪了总经理，总经理就不会把他送进局子。刚子要是不进局子，我能这么拼命的帮他赚钱还你的债吗？万一你没拿到钱，把当初火车上骗刚子写的条子给警察，那反正这就是你害的。当初就因为你，我没分到车间安装产品，做的都是最苦最累的活。但凡我当时被安排在组装车间，就算累睡着，没有危险的大机器，也不会落得这样的结果。我不活了。就算赵小翠此时这副惨兮兮的样，季云熙也是憋不住了。我最后解释一遍，进场分配纯属你运气不好，不信自己去调查。至于赵刚自己要去闹事，你哪只眼睛看到我搞小动作了？全厂子都传遍了，总经理想要带着骨干自己开厂子，你被大老板一家使唤去破坏，而且还有100块辛苦费。所以是我逼他去闹事，还是求他去打人呢？还你为了帮他给我还债才闹成这样，你这人还真够可笑。赵小翠，首先呢，这2个月你们流水线为了赶单子都在加班，你加班疲劳跟我没关系。其次，这种加班加点的时间点，你也能抽空去参加霍文峰的 part， 这说明你补回请假浪费的时间也是你自己的选择，更跟我没关系。最后，你可能不知道，赵刚前段时间混社会可赚了不少，他上个月底已经还了2个月的，你帮忙还钱简直是无稽之谈。大方承认赚钱去保释赵刚很难吗？非要让我背锅？你不觉得你说辛辛苦苦血汗钱被田可用了更值得幸福吗？赵小翠，你不去当厨子真是可惜了，甩锅甩得那么厉害。赵小翠被对得哑口无言，她一直哭一直口吐芬芳，对季云熙骂爹骂娘。季云熙更是以自己的实际行动还了回去。原本唐秋池还想训斥季云熙的，可唐秋池听到赵小翠本能的难听骂声，瞬间沉默了。就这些不堪入耳的话，我也能理解季云熙为啥对这些同乡的年轻人像个小刺猬了。当初我就不同意丈夫介绍同乡来厂里，赵小翠这万一手真的好不了，影响了老家说情，老家的人不得把这些事都怪在丈夫身上。丈夫费心费力的帮助村里人，最后却没落得一点好。明知男人接近自己是为了骗钱，女人还乐呵呵的给了他5000。就在男人以为自己傍上了个人傻钱多的小富婆时，家里却来了一群不速之客。欠债还钱，天经地义。今天就算是你把警察叫来了，乔素欠的钱也是要还的。我知道你们家是有点关系，尤其是你那大哥混得不错，但我们兄弟几个既然是干这行的，关系这玩意也是有的。门口，乔素还没进去就听到屋里的声音。想到这几天被混混骚扰的困扰，他一瞬间是有些胆怯的。可不等他有其他反应，没有关死的大门就被打开了。乔素，你还知道来？裴三就见到乔素，生气极了。我们几个舅舅资助你，让你踏踏实实学习，你就学会了去外面借高利贷。乔素张口想要否认，那混混却抢先开口。小子，当初借钱的时候可是说了你有一个有钱的三舅对你很大方，赶紧的让你三舅把你借的1万块还了。你们搞错了吧？我从来没有借过钱，更没有借那么多钱。没借过这条子是怎么回事？你自然没借够1万，多的是利息。熟悉的2张借条让乔素瞪大了双眼。裴三就本来还抱着一丝念头，认为万一搞错了呢？看到乔素这神情，他算是明白了。乔素，你1万块啊？你拿那么多钱做什么了？能做什么？吃喝玩乐呗，养女神呗。赶紧的，不还钱用电视机，还有这些家当底。我要打个电话。乔素此时好似丢了魂魄，他跌跌撞撞地往裴三舅家的电话走去。你好，这里是大发小卖部，请问你找谁？季云熙，让季云熙来听电话。
小子赶紧还钱！怎么想找帮手啊？电话这头，涂文彪隐约听到了其他人威胁的声音，一瞬间似乎立马知道对方是谁了。为了让事态进一步升级，涂文彪按照季云熙的要求飙起了演技。你找季云熙啊？请问你叫什么名字？我叫乔素，赶紧的，我要让他听电话。乔素情绪失控的怒吼：原来你就是那个乔素啊！你可害得人家季云熙同志差点被厂里开除了，现在你还敢打电话来？什么开除关我屁事！我要找季云熙，我要找季云熙，你赶紧让他来。乔素的话还没说完，涂文彪就挂断了电话。小子很嚣张啊！最后问你一遍，是确定不还是吧？我也是被骗的，有一个贱人，他叫季云熙，是他骗我写了条子的。是吗？你意思说你被骗了？我们兄弟的钱你一分没拿吗？乔素回想季云熙口中称呼的干哥哥，似乎已经把事情串联起来了。小子赶紧还钱！随着乔素的一声惨叫，客厅里陷入了各种此起彼伏的尖叫声。大致10多分钟后，混混们满意的离开了，一个个手里还拿着各种烟酒和方便带走的家电。在混混离开后没多久，警察还有在门口碰到的裴子显一家才赶了过来。老三，怎么回事？没受伤吧？裴子显的父亲担心弟弟的时候，依旧显得一脸威严。这些黑社会还真无法无天，你别担心，怎么我都会把他们揪出来。大哥还有警察同志都误会了，他们不是什么黑社会，情况是这样的，是我这外侄在外面欠了人家不少钱，人家家里还有病人着急医药费，这才带着人来讨钱。大好的日子被破坏了，家里的钱也被迫给了要债的，如今还得陪笑脸编借口。裴三就这辈子都没这么无语过，男人这辈子都没这么无语过，明明是混混上门闹事，却还要编借口帮他们说话。大哥还有警察同志都误会了，他们不是什么黑社会，情况是这样的，是我这外侄在外面欠了人家不少钱，人家家里还有病人着急医药费，这才带着人来讨钱。警察同志真的太不好意思了，让您白跑一趟了。警察见当事人都如此说了，也判断是场误会，当场教育裴三，就以后遇到问题先问清楚之类的，便离开了。老三，你耍什么把戏？到底怎么回事？裴子显的父亲又一次询问，裴三就没有回答，走到乔素面前，直接狠狠一巴掌拍了过去。乔素，你这小子真够有能耐的，为了借高利贷，连你亲舅舅的小辫子都出卖了，看着爱学习的样，天天使劲记我收取贿赂的名单去了呀。三舅，我也是被人害了，我认识了一个女的，她联合社会的人骗我，当初我就觉得骗你，你受骗了，跟偷偷收集我的小辫子出卖给外人有关系吗？我才被你这人模狗样给骗了。前两人争执，裴子显跟看白痴一般看乔素。季云熙的手段我是见过的，乔素玩不过人家也正常，但足够毁了三叔的信息都被对方轻易套出，真的是蠢，这都不够形容他了。电子厂，涂文彪把乔素的事告诉了季云熙，正期待着季云熙再搞出点有意思的事来。涂老板啊，你家的瓜子真好吃，再给我来一把。你这一过来就是为了免费吃我的瓜子吗？也不全是，至于好戏，你不要着急，让子弹飞一会。涂文彪嗅到八卦气息，又给了他2把瓜子。你准备怎么做？一旦发现自己瘦一点，就想吃点东西庆祝一下。彪哥，我想吃薯片，还想喝汽水。我小卖部的零食都被你吃光了。为了八卦，涂文彪还是免费贡献出薯片和汽水。半个小时过去了，季云熙也吃饱喝足了。我打个电话，第一个号码就是乔素打来的吧？八卦之火快熄灭的涂文彪立马有了精神。喂，谁呀？电话另一头，裴三就口气很不好。请问这里是乔素舅舅家吗？你是谁？我叫季云熙，乔素答应我说让我帮他办事，他会让他三舅给我介绍去肥皂厂办公室上班。我按照乔素的要求办事，得罪了我们经理，他现在要开除我。季云熙，你这贱人胡说八道什么？明明就是你陷害我！我告诉你，你最好给我说实话，不然我不会放过你的。乔素，你说什么呀？我怎么听不懂？明明是你说让我帮你对付田可那个总经理男友，事成后还让我去肥皂厂做办公室。我告诉你，这周我没有成功入职，我就去学校揭露你的真面目。你舅舅在你旁边吧？你说我告诉他你在我面前说他的那些话，他会怎么样？季云熙，你信口雌黄，我跟你在一起都没提过我舅，你明明是你联合什么干哥哥骗我。裴三舅家中电话是外放的状态，裴三就听到季云熙说乔素这样承诺的时候，气得心脏病都要犯了。对了，你在26集问我借的50块钱什么时候还我？答应过的借50还100，你最好早点还，早点把工作给我办妥了。季云熙威胁后砰的一声挂了电话，电话里传来的最后声音依旧是激烈的吵架声。老涂，电话不到1分钟，而且你也看戏来着，电话费就抹了哈，我先去办公室了。就这样？当然不是，赵刚被拘留的日子似乎也快结束了。乔素那么欺负他的心上人，他怎么能不去英雄救美呢？哈哈哈，论计谋还得是我云姐啊！被洗脑了一整本成功学的男人，怎么也不会想到，跟季云熙婚后的第一件事就是帮忙找借口带他外出工作，俗称逃班。海城大学附近一条街，卓星看向补习班的牌子，表情十分复杂。请问我未来的老板，你今天翘班就是为了来这里补习吗？
小卓呀，这家补习班可是海城很有名的，请的老师不是高考状元就是大学教授，你知道这代表什么吗？代表什么？卓星很确定季云熙就是来办私事的，自然也觉得他此时的话是在忽悠。自然代表他们不差钱啊！考验你能力的第一道关卡来了，和这里的老板谈下第一笔广告买卖。知己上连载的结婚当天，下周就是最后大结局了。只要谈好不错的价格，第一篇广告就在大结局的内容里植入。本来刚刚还是闲聊态度的卓星瞬间认真起来，此时的他还不知道作者就是季云熙。这里广告谈好就可以了吗？知己杂志社和作者那边你已经搞定了，你什么时候谈的？他们抽成比例是多少？自然是能让我满意的。虽然是我主动邀请你来跟我干，但是你也得展现一下你的实力，这才有资格真正跟我赚大钱。卓星心中下意识有些紧张，毕竟今天实在是太突然了。行，我会证明自己的。你好，我找一下裴子显。前台的女生看到季云熙瞬间一愣，差点就脱口而出你就是那个乔素的学员女朋友之类的话，她克制住八卦的心情。你是我们以前的学员吧？你是还想重新报班学习吗？不过裴神不在补习班教学生。我知道裴子显是乔素的亲戚吧？乔素之前利用我，还骗了我50块钱，他死活不还我，还让我找他亲戚。我一打工妹，50块钱很辛苦才赚得到的，不能就这么被坑了。真的假的？你也被骗了？大学生姐姐，什么也？难道还有其他人被他骗了吗？我也不是很清楚，就是听说他不止在外面借高利贷，还因为喜欢我们学校一个漂亮的女生，各种造谣他。季云熙好似第一次听一般，表情也丰富多彩的吃瓜，并且作为分享，他也把自己被骗的那套瞎话当做八卦分享给对方。原来不是你和他处对象，而是他利用你来对付人啊！刚刚我还害怕你知道他真面目会不会想不开，他就是个人渣。季云熙盖棺定论，可不是，他真的是个人渣。前台的女生立马附和。就在这时，裴子显正好从楼上下来，看到季云熙后忍不住有些头疼。在见识到季云熙能把假的说成真的本事后，我是第一次产生了一定不能轻视一个女人的想法。嘿，大哥，我专门来找你呢。裴子显有些不适应他的热情，微微防备地推后了半步。找我有事？没什么大事，一来问问乔素借我的50块的事，二来给你们补习班介绍卓总经理，他想跟你们机构谈一笔合作。卓星见季云熙介绍自己，也把没想通季云熙刚刚哭可怜被骗的事情真假到底是怎么回事，立马回神过来，主动伸手打招呼。你好，我是卓星。裴子显。大厅还是有些人多嘴杂，尤其是裴子显见前台的那女生一直认真地竖起耳朵在听他们说话，无奈他只有引狼入室。两位跟我去办公室说吧。前台女生见三人往里走，略微有些遗憾。不过刚刚季云熙给她讲的精彩被利用的故事，就足以让她八卦一下午了。哎，你知道乔素之前闹得很大的，因为一个学员女友被辞退的事不？全机构的员工不是都知道？后来那女生不是打电话来说是误会，这事没那么简单。我跟你说，乔素真的是人模狗样。办公室外八卦传的季云熙极为满意。办公室内，季云熙正坐在舒服的椅子上，喝着裴子显泡的咖啡。托你的福，我三叔气得住院了。真的吗？那可真是太不幸了。季云熙故作担忧和遗憾，裴子显对他这很出戏的演技实在无力吐槽。不过整件事的结局他还是极为满意的。一来乔素真面目被家人看到，以后不会再遇到被他耍花招的情况；二来三叔在经历此事后，在某些方面也会有所收敛。乔素算是被你毁了，不过杜撰的总归是杜撰的，你之后麻烦可不会少。什么杜撰？要是真有，那也是老大您要我这么做的呀。裴子显不想说话了。不说别的，我来是希望你帮我多注意点乔素和田和在学校里的情况的。今天有什么特殊的事情发生吗？裴子显回想今天校外混混揍乔素的事情，原来那还是季云熙搞的鬼。乔素这辈子做的最错的事情就是得罪季云熙啊！抱歉，我可没工夫关注这么没价值的事情，特别浪费我时间。裴子显立马拒绝当眼线。季云熙对裴子显的拒绝并没有表现出失望，甚至好像是没有听到一般。大哥，这是我厂里小卖部的电话，以后有什么事打这个找我。裴子显无语，此刻他只有一种感觉，和季云熙这类人相处，再聪明都没有用。季云熙结束了这招不管你同不同意都得给我当眼线的无赖操作后，他立马摊手要钱。乔素那狗东西是的确欠我钱，就他那废物样，怕是很难还钱了。你作为经常帮他擦屁股的善良表弟，50块要不就先垫着。裴子显更是无语的，都不知道该回答什么了。他是听乔素说明了他是如何被季云熙骗的。所谓的50块，不过是季云熙放出的饵，如今把乔素按死在水里的同时，连鱼饵都要从他嘴里拽出来。这季云熙真的是不想吃任何一点亏。你既然都喊我老大了，这50块也不该让我帮他倒贴是吧？况且老大，我之前在30级还给了你100块的辛苦费呢。季云熙觉得倒也是这个理，只不过乔素口袋空空，专门去问他那些舅舅们要钱，更是得不偿失。行吧，您可是我老大，这坑不该您填。对了，乔素之前闪得不得了的名牌手表没被高利贷给抢走吧？裴子显一愣，随后摇头。乔素的被他对付的骨头都不剩了。那我知道了，大哥您忙您的，我就先走了。
对了，那位朋友的合作真的可以考虑一下。我可跟你说，原本合作不是找你们的，谁让你是我哥，有钱赚我不能不带你是吧？季云熙虽然欣赏卓星的销售能力，但他还是担心对方不熟悉新业务，浪费这次赚一笔的机会的。明明是你们来求合作，却一副是来给我送钱的姿态。裴子贤眼神全是无奈。那就多谢我的妹妹带我赚钱了。别说那话，咱俩谁跟谁？办公室外，季云熙出去后才发现卓星和另一位负责人已经谈完，在那里等着。见对方脸上没啥表情，他就知道这个合作没谈下来。别灰心，这次这机构老板和我是熟人，你失败了我来搞定。以后你就跟着我多学多看，虽然你口才不错，但要转行还是有些业务上不太懂，还是得从头做起。有道是。季云熙那些大道理废话还没说完，卓星就从公文包里拿出一纸合同。看到合同大大的广告合作标题，他先是愣了一下，再看到合同上的1万块金额，他的眼睛都亮了。少年，我果然没看错你，你果然很不错。我亲爱的老板，你私事办好了吗？要是没事的话，我们现在就去和知己杂志社谈接下来的合作，还有大结局加入广告的内容。有，现在就去。50块小钱能有1万块重要吗？穿回80年代，靠写狗写文爆火的季云熙，第一次去知己杂志社就吸引了各种围观，而一直被蒙在鼓里的卓星，也在这一刻才知道，爆红作者我要吃肉原来是自己的老板。来不及震惊，在见到杂志社总编的时候，卓星立马收起来一切情绪，开始了对合作的探讨。季云熙是属于有肉大家一起吃的随性性格，但他没想到卓星竟然是标准资本家那套，把对方的利益压到底线的性格。第一次在谈判桌上见识卓星杀伐果决，季云熙感觉自己捡到宝了。有了这样一个未来资本家在，再努力培养一下，将来首富不是梦啊！出杂志社后，卓星见他一直傻笑，不知道该说些什么。刚刚确定好的广告词，我还需要去一趟补习机构找他们负责人，还有你说的那些广播站的负责人也需要联系。季云熙满意点头，再次背着手散发老成气质。身为老板，气场还是要演一下的。行，收到款后，你率先去订购一个电话，我尽快租一间房子用作办公需求，好好干。除了基本工资，从这个项目开始，你做成1单，我给你5个点提成。这第1单除去各种成本，我也能赚个400块的提成，1个月3篇文章接广告都能妥妥月入上千，更别谈方才和杂志社合作谈到的其他故事加广告的合作方案。还别说，我真的有一种季云熙说的走上人生巅峰的感觉。多谢老板，我一定会好好干。劳累了一天回厂子，让季云熙没有料到的是，忙稿前没有去找麻烦的乔素，竟然自己找上门来了。季云熙，老子终于找到你了，你给我去说清楚，是你联合黑社会骗我的，一切都是你的诡计，你要是不老实澄清，我不会放过你的。季云熙战术性后退，并且第一反应是观察对方身上有没有带什么利器。乔素，我不知道你在说什么，刚好今天我还想去找你呢，快还我50块。季云熙，就因为你诬陷我，刺激了我妈，要是我妈死了，我要让你陪葬。乔素，季家对你们母子俩也算救命之恩，结果你当白眼狼不报恩没关系，还想毁了恩人的女儿。人在做天在看，你既然恩将仇报，当初季家施恩于你们的点点滴滴，如今我要一点点讨回来。季云熙，你害得我什么都没了，就算毁了我，我也要和你同归于尽。乔素眼神中带着杀意，黑社会在三舅家闹腾的事，他暂时都不知道该怎么应付。结果今天赵刚那疯子来学校闹得高调，全校同学都知道他那些季云熙杜撰的不堪，甚至极有可能被退学。说着，他快速的想要桎梏住季云熙的肩膀，强制带走他。季云熙拿出小刀子就是一下，出去打听打听，海城鼎鼎有名的彪哥是我干哥哥，就你这废物还想动我？季云熙浑身带着匪气，说着他直接把乔素踹爬在地上。乔素，既然你没有良知的想要用下三滥的手段毁掉一个人，那也得接受自己成为被毁掉的反噬。云熙，你在干什么？田三叔着急忙慌地赶了过来，他见乔素身上不止青一块紫一块，更是有2个血淋淋的伤口。云熙，你之前不是答应过我不再打架了吗？你这丫头再这么下去，迟早走上犯罪道路。田三叔说着，急忙询问乔素的伤势。季云熙十分无奈，他虽然刚刚揍得狠，但乔素身上的伤又不全是他揍的。谁知道是之前他好三舅揍的，还是今天赵刚那疯子冲动揍的？田三叔担心季云熙没轻重，也顾不得事情来龙去脉，先把人伤止住再说。他扶着癫狂反抗的乔素，强硬的第2次收走季云熙的刀。先回我家去，一会再教训你。明明是没人赶来的混混聚集地，女人却只身前往。长大也不知道手感怎么样。季云熙眼神冰冷地看着对方，没有冲动行事，而是继续往前走。在一桌人中间，季云熙看到了光头彪哥身边的一个小弟胡子哥。小季妹子，是不是又有新生意介绍给我们了？因为彪哥的态度，胡子对季云熙也是比较热情。一件小事。说着，季云熙简单的讲了他刚刚揍乔素的事情，并拿出100块。胡子哥，我没打爽，实在忒难受了，你带几个兄弟再去一次，顺便让他把欠我的50块还了。
顺手的事，不用钱，给你要50块，还手你100，这算什么？给大家买个酒喝，要是50块钱要回来了，也不用给我，直接当做兄弟几个打他第2顿的辛苦费。那成，我也不跟你客气，以后有什么麻烦随时来找我们。季云熙笑着应了一声，随后他弯腰拿起一根木棍，走到刚刚嘴臭评论他的男人面前，狠狠地给了对方一棍。下次再让我听到你嘴里那些污言秽语，我就拔了你舌头喂狗。威胁后，他才转头对胡子笑道：以后有麻烦会来找你们的，胡子哥，我走了。胡子惊叹的都不知道该如何形容。难怪老大想让这小姑娘跟他混，瞧瞧这气势，要是他真来混，我都混不过，得喊姐。季云熙带着从容的表情离开，看似一切拿捏，实则不然。无论是对乔素还手，还是刚刚高调奏侮辱他的人，他都是先权衡自己有绝对优势的时候才会做。就刚刚的情况，但凡没有熟悉的人镇场子，他绝对不会贸然行动的。忙完一切后，季云熙才赶去田三叔家。那个小子已经被我打发走了，他也承诺不会报警。我说云熙，你到底想闹什么？季云熙见三叔话都到这地步了，再编瞎话也没用，于是坦白：三叔，只要别人不惹我，我也不会去惹别人。你行事太冲动了，就算别人惹了你，咱也有文明的解决方法啊！你想过没？万一你冲动下犯了不可饶恕的错误，一辈子就毁了你。季云熙感受到田三叔的关心，内心也暖暖的。此时他也不想非要跟田三叔争个对错。三叔，你说的对，以后我会注意的，尽可能用文明的手段解决。经历过和田可吵得天翻地覆的田三叔本以为季云熙也是很难说通的，正准备了一堆反驳他的话，结果季云熙却立马认错了，这让田三叔的语言系统一下卡住了。你知道错就好，以后身上不准带胡萝卜了。好，也不要再和那些混混搅和在一起了。好。面对季云熙的温顺，田三叔畅快淋漓地完成了一次完美的说教，心情也变好了。云熙，你真的跟混混联手骗他借高利贷了？好。季云熙习惯的应声后，急忙住嘴。那人最开始想骗我钱，后来是顾子木说要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然后找他认识的混混反骗回去的。季云熙十分心安地把这个黑锅往小诈头上丢。不然三叔你说我一个大山姑娘哪懂这些？顾子木那小子，以后你别跟他走太近。之前厂里传季云熙和顾子木的暧昧八卦，田三叔也听到过一些。现在讲究自由恋爱，他并没有阻止，但现在看来他需要干预一下。季云熙连忙点头，认真发誓以后一定不和顾子木这种坏孩子玩耍。另一边，乔素因为洗澡不注意，把被季云熙刺伤的伤口沾上水了，无奈只能大半夜去换药。回想今天他被田三叔带去包扎伤口时，对方私下一副混混头头的气势，威胁他不准破坏季云熙的名声，他就气得吐血。倒霉的时候喝水都塞牙缝，他才出门就被几个彪形大汉拦住了。小子，还钱！自从被田三叔教育后，季云熙老实了很多天，甚至他期待的乔素后续都忍着没有去询问，而是专心在宿舍写他的狗血文。写画画半下午，季云熙正准备去溜个弯，就看到了怨气都要弥漫全身的顾子木。怎么了？谁惹您了，大少爷？我家都快破产了，我算什么大少爷？说着，他眼神无助的，好像是小奶狗一般，眼巴巴的望着季云熙。我没地方去，可以在你这待一会吗？季云熙被他的委屈眼神软化，再配上他卷卷的爆炸头，他还是第一次发现这次头这么可爱。优秀的流水线工人和办公室人才都被霍文峰那白眼狼挖走了，还有厂里很多大单也都抢走了。我自诩以后要成就大事业的人，缺废物的什么忙都帮不上，你说我是不是很没用？季云熙确定的点头，有一点。3个字一出口，顾子木眼眶瞬间红了。我真的这么没用吗？其实也不是你没用，是你还年轻，以前也没深入做过厂里的这些生意，自然无从下手。你想，霍文峰是商场上的老手，就连你那暴躁的亲爹也不是他对手，你火候自然是欠缺的。你说霍文峰怎么这么忘恩负义啊？还是你好，对厂子不离不弃？这就是商场，商场上没有什么恩义，只有利益。顾子木没听到他想听到的安慰，类似和他一起骂霍文峰的话语，他顿时更暴躁。你就知道说什么大道理？那我问你，要是我家破产了，你还会把我当朋友吗？当然，难不成是你哪个朋友见你们家这样了，不愿意和你玩了？不过也是，你爱炫耀又任性，身边有一些只看重你大方的假朋友也正常。不过你放心，虽然我当初也看中你的大方，但是我不是会轻易抛弃朋友的人渣。顾子木的眼神带着委屈和不信，委屈是没想到季云熙也是看他钱做朋友的，不信是不信他不是个人渣。那你觉得厂子以后该怎么发展？你这人挺有主意的，而且对厂里的情况比我还了解，我想听听你的意见。卖掉，最好现在以最高价卖给霍文峰。顾子木他爹生意上干不过霍文峰，将来霍文峰更是会千方百计的针对顾家的电子厂，与其被算计的资产一步步流失，还不如选择卖掉。不说其他的，卖掉的一大笔钱，就算是把海城买一片房子，什么都不做，收益都比强城好几百倍。你该不会被霍文峰那孙子收买了吧？我说的是真心的建议，你想想，你那暴躁的爸能斗得过霍文峰吗？厂子早卖套现更多，到时候一半的钱去买房，另一半投资我带你发家致富，走上人生巅峰。顾子木蹭的从凳子上起来，话都不想再跟季云熙多说一句，转头就走。小诈，
顾子木，你别走啊！我没有开玩笑，我说的都是认真的，你考虑一下呀。你别说话了，我不想今天绝交第5个朋友。一个拥有时代的目光，还拥有剧情加持人的最优建议，他就不能认真听一下呀？季云熙带着可惜的叹了口气，既可惜顾子木家将来越挣越少的家底，也可惜当初没有早点从顾子木手里搞到点投资。就在季云熙唉声叹气的时候，顾子木又走了回来。那啥，你心眼比较黑，能不能帮我把我之前开的计算机公司给卖了，卖出高价那种？我家现在资金比较紧张，这是我唯一能帮助家里的了。这个小公司他几乎把所有的零花钱、压岁钱都投入进去了，钱花得多，结果什么都没收获。这是他的梦想，振兴华国计算机的梦想。如今他只希望家里能平安，梦想什么见鬼去吧。虽然我很乐意帮忙，但我亲爱的朋友，下次若是想请我帮忙，能否用聪明伶俐诸如此类的词语形容我，好吗？忙活了好几天，季云熙终于帮顾子木把计算机公司卖了一个不错的价格。希姐，那个被你折磨够呛的乔素又打电话了。他说什么了？说喊你去医院，他妈病重，想见你。他有病吧？都闹成这样了，还看他妈？就在这时，涂大爷忽然在背后喊道：“小季呀，幸好你没走远，厂子外有人找。”混混不是把乔素的腿揍断了吗？怎么现在还能跑来？涂大爷来了，狗杂种还敢来！这次我要让他爬着回去。季云熙气势汹汹地往大门去，涂文彪给了顾子木一个眼神，走去看戏剧。季云熙走到门口，正思考着如何对付乔素的同时不被田三叔发现，这时他却看到来人是裴子显。大哥，您咋来了？季云熙凶巴巴的表情瞬间露出职业的微笑，没有人比他更专业了。裴子显见他那热情的样子，并且见面次数一个手都数得清，结果季云熙如今对他的称呼是炉火纯青的叔。上车。季云熙脸上依旧是标志的专业笑容，他此时的脑子在飞快运转。大哥，您该不会是为了让我去见乔素的妈吧？这是要带我去接受正义的审判？我姑姑癌症没多少日子了，本来身体就不好，结果意外撞见在医院养腿伤的乔素，从而得知了最近的事情。裴子显大致叙述了一下情况，他也知道季云熙这种性格，动之以情让他体谅老人全都是废话。你对付乔素后，我可帮你善后过了，就冲这份帮助，你也应该回报我一次吧？你觉得呢？你这话没毛病，但是你确定让我去见他吗？万一我一开口把人气得更快归西，这应该不是犯法吧？裴子显一愣，说实话，他还真没想过这一点。多少钱能换你像在我面前这样演戏？大哥，在我心里您就跟我亲大哥一样，我这人也不是贪财的，就是真心想和你交朋友，贪图小利难成大事。我季云熙要贪就贪大的，裴子显有钱有权，和他打好关系，还能结交他身边的人脉。裴子显似乎看出他的心思，轻笑一声：只要你装得好，让我姑能不再因此受刺激，我可以答应你一个不算过分的条件。大哥，您可真豪爽，切，小气，答应条件还要加一个不算过分的前缀。在达成合作后，季云熙就没再说话了，有一种营业时间已到，已经下班的意思。结果过于安静，让裴子显都忍不住去观察他，并找了个话题。听说那个在情感故事里插广告的创意公司老板是你？是的呢，哥，是不是觉得很有发展前景？您可以多帮我们宣传一下呢。这是启动了上班指令吗？我听说你们公司现在去合作的公司挺多的，根本不需要介绍。见对方拒绝，季云熙脸上的职业笑容说收就收，然后潇洒的直接转头继续看风景。既然你创业搞得不错，怎么还不辞职？季云熙依旧看着窗外的风景，嘴里慢悠悠地说出4个字：关你屁事。声音嫌弃又慵懒。裴子显余光看了他一眼，对他的态度又气又觉得好笑。海城第1医院，乔母此时状态很差，醒着但却迷迷糊糊的。房间里一对中年男女，感觉是裴子显的父母。季云熙好奇偷偷打量夫妻俩，还没主动说话，裴子显的父亲裴国华主动走上前：子显，人带来了。对，爸，他就是季云熙。小季同志，知道你和乔素有矛盾，不管是什么，我一定会明察秋毫，秉公处理。裴国华说话声音十分有气势，季云熙被他的威压吓得忍不住吞咽了一下口水，这一瞬间他是怂了的。叔叔，您别这么说，事情都过去了，不管乔素再如何污蔑我，我也不想再计较太多，你也别放在心上。季云熙乖巧的声音配上圆嘟嘟的脸蛋，简直是要多真诚有多真诚。裴子显对他此时装乖的模样很满意。他若是平时就像这样乖，应该会是一个很可爱的小姑娘吧。容姨，我是云熙，您还记得我吗？云熙，你是小云熙吗？你来海城这段时间怎么没来找我吗？我听说工厂里可辛苦了，你能吃得消吗？您不用担心，我在工厂工作不算太辛苦。你还记得田三叔不？他一直都有照顾我。那我家乔素是不是欺负你了？乔母情绪有些激动，眼里全是自责。要不是我发现，怕是现在都被蒙在鼓里。当年要不是你爸妈，我们母子早就死了。这恩情我是一辈子都不能忘。好不容易回了城，我想着等日子过好了，我一定要好好报答你们。可偏偏我这身子骨不争气，不止恩情没报答一份，更是放任了乔素那小子欺负了你。别说什么报答不报答的，我爸妈的工作就是为人民服务，他们在天有灵，也不希望您负担那么重，更希望您能好起来。
乔母哭了，是真的对自家儿子和季云熙的矛盾感到对不起季家。容姨，我和乔素就是一些误会而已，而且误会也早就解除了，您不要多想。季云熙握着他的手一直劝告，并且也熟练地转移到更欢快的话题。因为季云熙的到来，乔母的自责难受情绪得到了缓解，她甚至恨不得立马让断腿的乔素爬也爬来给季云熙道歉。作为善解人意的小天使人设，季云熙自然是继续强调和乔素没矛盾了等等，成功的把乔母哄睡着。裴国华特意把季云熙带到走廊，要单独问他话。在面对威慑力很强的裴国华时，季云熙才后知后觉地意识到自己之前所做的一切都太冲动了。若是裴家真护着乔素，不管我有没有错，我肯定会被收拾的。现在能做的就只有主动出击了。裴叔叔，刚刚我都说了，事情过去就过去了，得饶人处且饶人，更何况我和他也是小时候的玩伴，所有事情我都没有再追究下去的想法。小季同志，我记得你不是要被辞退了，还说乔素答应你在肥皂厂找工作。你那天打电话给老三家，我也在场。我本来因为帮乔素监视情敌是要被辞退的，但那领导自己开厂子了，然后他就带着看好的人才离开我现在工作的厂子了。这样啊。裴国华随后还想问什么，季云熙刚忙偷偷给裴子贤使眼色，他的眼神好似在说，你再不帮忙我就把你给供出来。爸，人家特意来帮忙，您这查户口还是审特务呢？裴国华本来就觉得看似单纯的季云熙跟乔素借高利贷有些关系，这还没问出个所以然呢，结果平时在家屁都不放一个的儿子竟然帮他说话。细想起来，之前乔素指控是眼前的小丫头故意陷害他的时候，子贤也在和稀泥的强调不要无凭无据污蔑其他人清白。小贤，你们很熟吗？他是乔素之前的辅导生，您忘了？补习班是我和朋友开的。没想到你居然能记得住这么多学员。裴国华觉得更有趣了，裴子贤也觉得刚刚打断的有些过于的明显，但如今是懊悔也没用了。我记性比较好。行，你说什么都行。小季同志，乔素母亲看着你安心，我想能不能麻烦你以后有空多来看看她。你放心，我绝对不会让你白忙活。叔叔，您这是什么话？以前他在我老家的时候也很照顾我的，这都是我这个做晚辈应该做的。你也别谈什么白不白忙活的，难道您觉得我是贪财的人吗？是叔叔说错了，叔叔跟你道歉。真正知道季云熙本性的裴子显见他这懂事大方的样太过于真诚，总有一种这是两个人的错觉。季云熙，你不去当演员真是可惜了你的演技了。长辈演得和蔼可亲，晚辈装的懂事礼貌。裴国华和季云熙两人相互热情地吹了一堆彩虹屁才结束谈话。刚刚你爸可是喊我多来医院，我的跑路费怎么算？女士，刚刚谁说这是做晚辈应该做的？还说是怎么说？好听话谁不会说？你要是不愿意，咱们闹崩算了，我也不帮你背锅了。我现在上去跟你爸说实话，就说一切是你指使的。帮我背锅？你这人还真行，假的说多了，连自己都骗了吧？本来就是，我可真惨，单纯弱小的一个小姑娘，因为给你背锅，在你爸面前一定是一个心思歹毒又爱算计的坏女人。你不是吗？当然不是。正说着，忽然一辆轮椅循声而来，憔悴的乔素眼里又是惊讶又是恨意。好啊，原来你们俩是一伙的，裴子显，怪不得你阻止我报警。季云熙瞅见颜值已经从90分下降到60分的乔素，更是嫌弃呀，断腿了，你真惨。季云熙，你这狗娘养的，我不会放过你的。还有裴子显，我一定要让大舅知道你残害手足、虚伪的真面目。怎么办？裴子显眉头紧皱，说实在的，他也是第一次被迫做坏事的善后。一般你遇到这种事怎么做？那简单。说着，他趁着乔素没注意，就推着他的轮椅跑。你要干嘛？1分钟后，季云熙把乔素推到清洁工放垃圾杂物的地方，把他绑起来，用抹布堵住他的嘴。乔素挣扎的呼喊不出来。这下安静了，走吧，让他好好思索一下人生和哲学的奥秘。裴子贤感觉很头疼。刚刚这事我不在还好，现在亲眼见证，那我俨然成了把乔素关进杂物间的帮凶。在季云熙的指路下，两人很快到了他简陋的小公司。老板您来了。说话的是前几天招聘的实习生之一。作为萌芽阶段的资本家卓，简直是把剥削发挥到极致。在实习3个月，在国内职场中还不算流行的情况，直接学会了港城这套，让3个原本可以正式入职的年轻人先实习到过年，能力让他满意了，年后开工就转正；要是不满意，年后继续找新人。卓经理，这位亲如我亲哥，你还记得不？卓星和季云熙对视，看到的意思是小弟带了个冤大头来，好好宰，千万不要手软。卓星了然的点头回应。裴先生当然记得，状元教育可是咱们公司的大主顾，裴先生里面请。宰冤大头的能力，卓星是专业的。季云熙即使带回来的是匹冤大头狼，他都不放过。裴子显被俩捕猎者团团围住，这是不给点肉，根本就是阴魂不散。想想医院里的小姑，也只能无奈妥协。不过细想来，除了与乔素沾边的事情之外，跟季云熙的项目合作，我倒也不吃亏。哥，慢走，有空常来啊。
成功宰了一刀后，季云熙十分热情送他到门口。等目送裴子显开着车走远后，卓星才开口道：老板，你这个哥还挺厉害啊，这才20岁，又是高材生，又开培训机构，而且小车大哥大要什么有什么。可不是，真的是让人很不爽的，想弄死他呢。这样的人背景一定强，以后咱们得好好维持好关系，或者让他也投资一下我们公司，那就更好了。季云熙脑海里瞬间出现各种剧情记忆，立马摇头拒绝。还是把他当冤大头好，咱努力通过他认识更多的其他人脉，到时候找个背景强人品不错的来投资。可我觉得他是很好的选择啊。之前我跟状元教育对接的时候，也对他有一些了解，听说他很有投资头脑，手里不只有状元教育这个产业，是个优质的合作伙伴。那也不行，我迷信他和我八字相克，将来很容易成为仇敌。女人刚准备回宿舍，一个中年大叔就跳了出来，那眼神活脱脱拐卖人口的激动模样。季云熙同志，你好。这位大叔，我们认识吗？不认识，但我知道你，我是有才玻璃厂的老板。我听说你工作能力很优秀，如今红辉电子厂已经要死不活了，不知道你有没有想跳槽的想法？抱歉，我暂时没有。季云熙还没拒绝完，玻璃厂老板就看向他身后，忍不住暗骂了一声：靠，那小流氓又来了。说着，他塞给季云熙一张名片。同志，我真的看好你的能力，你来我厂里工资一定少不了你的，而且之后拓展海外客户你是负责人，有意向给我打电话或者来厂里找我。玻璃厂老板说得很快，见不远处的顾子木跑过来，他赶紧跑路了。老秃头又挖我家厂子的人，做梦！顾子木匪里匪气的凶道。见对方跑远，他才带着一种被背叛、被戴绿帽的哀怨眼神，死死地盯着季云熙。怎么了？这么暴躁？谁又伤害了你的小心灵了？你别用这种哄小孩的口吻跟我说话行不？我问你，他是不是想要挖你去他的厂？是的。那你答应了？还没来得及说呢，你就冲来把他赶走了。你知道他玻璃厂的情况不？就是咱们厂子右边那个玻璃厂，那么丢点的面积，那么小。见我家电子产品出口海外，他们也想学，那么重的玻璃出口运费都不得了，学狗屁！顾子木不断地强调对方的玻璃很难出口，跟着他做事没前途的意思。你放心吧，我没有要去他们厂子的想法。真的，人家专门挖你，还给你高工资，电子厂现在效益不好，都得降薪了。你是真的不会那么没义气的走了吧？顾子木说着自己委屈上了。自从家里一落千丈后，他才知道自己多废物，即使废物，但他也想帮家里留住人才。当初我有钱的时候，你想喊我投资做个啥，我可是觉得不靠谱都愿意的。就连你诬陷说是我非要给你找坤混，害我被家里揍，我都没有背叛你。现在你们都走了，我们家厂子还真的只是一个空壳子了。你别难过了，其实非要扭转你们现在的情况，法子倒是有一个。见顾子木此时丧气的样子，季云熙忍不住想给他出损招。什么法子？你快说说。我哥就是季南寒当初走的时候，他那有钱妈妈不是确定了合作吗？你说这个啊，这个合作也被霍文峰那孙子带走了。你想想，当初人家想跟厂子合作的目的是什么？是监视我呀，是想为季南寒以前被我使唤干活出一口气。现在我还在你们厂里，你们可以利用我的信息来争取他们的合作呀。顾子木若有所思，就比如我混得差了，现在打听到他们的常住地址了，签证都办好了，就等着去投靠我哥。你这么一汇报，对方一定会让你们看紧我，或者破坏我出国。对方需要你们帮忙，合作你们也能更有底气争取。平时叽叽喳喳的顾子木听完却没有说话。我都手把手教你了，白话都听不懂。我就是没想到你会为了我牺牲这么多，感动到极致，总觉得产生了另一种更深的情愫。云熙啊，我好像喜欢上你了。季云熙反手就给他一个大比斗。滚吧，你要是敢喜欢我，我就和你绝交。说完，他准备离开，走了几步就停了下来。你们要是真要联系萧家，顺便帮我打听一下我哥过得好不好。虽然当初分别时他有些生气他没来告别，但是气完了还是很担心他。哼，他就是白眼狼，你关心他还不如多关心我，我才是知恩图报的人。